给女朋友穿丝袜的时候，我们约定一起考北大，可我却不得不故意在高考时语文考了个0分，最终我只考了600分，与北大失之交臂，而他却直接去了国外留学。其实他不知道，我最终甚至连大学都没有去读，就被迫辍学去送了外卖。这天晚上，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在送最后一单外卖的路上，意外的被一辆路虎揽胜撞倒在地上。紧接着，一个女人穿着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来到我身边蹲下。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说到这，女人打开古驰的手包，拿出一沓现金，大概有2、3千块钱的样子。这些钱你先拿着。去附近的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受伤，我现在有很急的事要去处理。说完，他把钱塞在我手里，起身就要走，可他立马又再次蹲下，从包里拿出一支笔，随手在一沓便利贴上写下一个电话号码，又把自己的身份证连同这纸条塞给我，对我说道：“有什么事你随时打我电话，我叫李诗雅。”我低头看他身份证的时候，他已经起身离开，前后可能1分钟的时间都没有，甚至我们都没有彼此交流。白色的路虎远去，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完事后，我一个人推着电瓶车回到家，我手里拿着路虎女司机的身份证。此时已经半夜，经过短暂的犹豫，我还是拿起电话拨打过去。第一遍电话没有人接听，过了1分钟，我又拨打了第2遍，这一次直接被拒接，我有点不甘心，又拨打了第3遍过去，这次终于打通了。电话那边传来他很不耐烦的声音：“哪位？有什么事快说。”我很客气的说道：“刚刚你开车把我撞了。”对不起。他的态度顿时来了个大转变，连连道歉说道：“刚刚是我不好，实在对不起。你现在在哪个医院？有没有检查过？医生怎么说？”听他的语气让我舒服了不少，我平静的说道：“我人没什么事，倒是我的电瓶车壳裂了一些。人没事就好，电瓶车多少钱我赔给你。你给我的钱已经够修电动车了，你的身份证还在我这儿，什么时候方便你取走吧？现在可以吗？”他略带咨询的语气问道：“我有事走不开，我让朋友过来取，可以吗？”然后我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挂断电话之后，我坐在木板凳上给自己涂抹云南白药。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听到有人敲房门，打开门发现外面来了4个男子，走在最前面的年龄和我相仿，跟在后面的3个男子很魁梧。走在前面的男子看着我问道：“是你打的电话吗？你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男子很不耐烦地问道：“李诗雅的身份证是不是在你这儿？在我后面的。”我话还没说出口，男子就一拳头打在我的脸上，紧接着抬腿踹在我的腹部。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么被打倒在地上。我试图从地上爬起来，男子的脚迎面踢过来，顿时我就感觉到嘴里泛起了血腥的味道。隔壁经常把酒言欢的室友刘强打开自己的卧室门，看了一眼又赶紧关上了。男子来到我身边，用他穿着皮鞋的脚踩在我的手臂上，冷冷地问道：“身份证呢？”我很想说话，但是感觉半张脸都是麻的，根本说不出来。男子转过头对身后的3个人说道：“进去找一下，那张身份证和的条就放在卧室的桌面上。”进去的人很快就找到了，拿出来递给男子。男子看了一眼身份证，很满意的收进自己的口袋，踩着我胳膊的脚也在额外的用力，还冷冷地说道：“瞎了你的狗眼，碰瓷居然撞到他的头上！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要是再敢纠缠那个女人，我一定弄死你！”说完，他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转身就要离开。还没等走到门口，他好像想起来什么，转身走进我的卧室，把我的手机拿出来，当着我的面狠狠地摔在地上，确定那个手机彻底报废了，才大摇大摆地离开。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床边，7块钱的红塔山在我指尖散着白烟。我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充满了不公？我更想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一张善于伪装的脸？他为什么要留下一张身份证，然后又安排几个人来打我一顿？我一定要问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仿佛这一整夜都不会停歇。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个城市又多了一个游离的我。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子斜射在房间内，我已经把所有的物品都收进了行李箱内。今天我将搬离这间出租屋，因为昨天晚上那一伙的缘故，房东认为我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于是不把房间租给我了。行李箱放在破旧的电瓶车上，身上只剩下那个女人昨天在雨中丢给我的2600块钱。上个月发薪水，我把所有的钱都打回家给父亲看病，只留下了一点点的生活费。这2600块钱拿出800买了个智能手机送外卖，这活还是要继续干。剩下的1000多块钱准备用来租房，天黑之前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我就得睡天桥了。把手机卡放在刚买的手机上，刚开机就接到了我二叔打来的电话。陈凡，你在干什么呢？我二叔陈少杰是个神人，是我爷爷在路边捡回家的，比我大6岁。这些年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做，他用4个字形容就是臭名远扬。我蹲在路边的马路牙上问道：“我这会儿没事儿，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有事儿啊？”我上昆明帮你爸买药，听说昆明有个老中医治疗肾病特别有一套。我打听到老中医的联系方式后，就赶紧过来了，晚上在你那里对付一宿，明天早上我就坐火车回去。听到我二叔说的话，我当时就紧张了，要是被我二叔知道我混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得咋想？回去和我爸妈一说，他们二老又要担心了，再加上脸上还挂彩了。我二叔那性格，看到肯定会刨根问底的，这麻烦就大了。我支支吾吾的说道：“二叔，你别来找我了，抓完药就早点回去吧，我这工作忙得不行啊。”他却强调说道：“你妈还给你带了一筐土鸡蛋，说什么都要拿给你。先这样，一会儿到了我给你打电话。”说完，我二叔就把电话给挂了，随便找一套房子交房租住进去。这有点不太现实，但是还剩下2个小时，我二叔就到了，这是个大麻烦。经过短暂的犹豫，我决定先去火车站附近找个小旅店，把我二叔在那边安顿下来，让他打消跟我回家的住的念头。只要安顿好我二叔，我自己在那住都无所谓了，对付一下就可以了。2个小时后，我在火车站接到了我二叔，他和以前一样，穿着一件盗版的耐克 T 恤，身上的肌肉凸显，胳膊上又多了一条纹身。见面的第一瞬间，他就愣了，关切地问道：“陈凡，你咋了？和谁打架了吗？”我撒谎说道：“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我二叔根本不相信我说的：“你把
把你二叔当成是你爸妈一样忽悠吗？谁能把自己摔成这个样子？咋的了？被打了都不敢说呀？我知道二叔是身经百战，想要骗过他挺难的，但是我也不想和他说这些，搪塞着说道：走了走了。先带你去住的地方，下午我跟你一起去抓中药。我二叔没吭声，跟在我身边走着，在提前开好的小旅馆内，我对二叔说道：今晚你就住这里，下午抓完药我就去上班了。我挨打这事你别跟我爸妈说，免得他们担心。我二叔不依不饶地问道：到底咋回事？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陈凡，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家里？先说说是谁打了你，为什么打你？我郁闷地低声骂道：我也不知道为啥打我呀。我就把昨天晚上的事说了一遍，最后我还不忘提醒我二叔，这事儿你千万别和我爸妈说，免得他们又担心。我这儿还有几百块钱，你回去的时候给我爸带回去。陈少杰在一边低头沉默了几分钟，对我说道：行，这事儿我不和你爸妈说。说着我二叔又拿出来2000块钱给我，你的钱就别给你爸妈了，我再给你2000，你去找个好点的小区，租个小区房住，对自己好点。二叔，你别给我钱，我不要。二叔用命令的语气说道：给你就拿着，别那么多废话。下午我去你爸抓中药，你去找房子，先把住的地方解决了，晚上一起吃个饭，明天一早我就坐火车回去了。我深深吸了口气，能感觉得到二叔对我是真的很关心，我也不想让他太担心。我答应了他的提议，下午我去找房子，二叔去抓药。我爸的肾病也有好些年了，这些年给他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虽说爷爷去世前留了几万块，但二叔一分没要，全都给我爸看病了。我二叔虽然成天瞎混，但是人品没得说。下午在中介处找到了一个房源，3室1厅的小区房与人合租，月租700，客厅、卫生间、厨房都是公用的，另外2间分别是一对情侣，还有一个女孩。看过房之后，我觉得条件还可以，就租了下来。办理完这些，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二叔给我发信息告诉我，他在火车站边的小旅馆等我，晚上一起吃饭。他第2天一大早要坐火车回家。临出门的时候，我遇见了合租的那个单身女孩，她刚好下班，穿着一身职业装，短款的小西装显得整个人特别有气质。她弯腰换鞋的时候，我透过她的衣领看到了里面的春光。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也承认她那里很吸引人，让人看了第一眼就舍不得移开目光。结果当她换完鞋起身的时候，我还傻傻的盯着她的胸看，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无比厌恶的低声骂我流氓。说完后自己捂着领口向次卧走去。晚上和二叔吃饭后，我也懒得回巴黎春天这个小区住了，然后我就在小旅馆多开了一间房。第2天一早送二叔回去后，我开始继续送我的外卖，不工作就没收入，而我暂时能做的也只有送外卖，一直忙到晚上11点半。最后一个订单让我有些意外，竟然是和我住在一起的人预定的，名字叫林一飞。提着外卖回家，主卧室的那对情侣并不在家，门紧闭着，里面的灯也没开，次卧的灯倒是开着，时不时的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我把外衣脱掉丢进我的卧室，提着外卖走到他的房门前，轻轻敲了敲。他穿着家居服打开了门，看到是我之后脸色马上就变得很不悦，本能的用左手捂着领口，用一种特别厌恶的语气问道：干什么？我把手里的外卖提起来说道：你点的外卖。林一飞怒了，他质问道：谁让你动我外卖的？我后面的话还没说呢，他一把将外卖从我手里夺过去，下一个动作竟然是直接丢进了门边的垃圾桶里面。因为外卖里有一碗汤，在他夺走的时候，里面的汤洒在了我的牛仔裤上，很烫，但他完全不理会我，后退一步将门重重的关上。我站在门口有点不知所措，无奈的摇摇头，回到自己的卧室。手机上收到订单的回馈，一个差评，理由就是你凭什么把我的外卖送到别人手里？有你这么不负责的吗？我看着屏幕觉得有些荒唐，一个差评扣300薪水，起早贪黑一整的收入可能都不到300块，今天累得像狗一样，结果这一个差评就让我回到了解放前。周3中午，我突然接到二叔的电话，我还以为他和我说家里的情况呢。我把电瓶车停在路边问道：二叔咋了？我这正送外卖呢，你晚点打过来呗。我在两花路和人民部的交家口这等你，你送完这份外卖就别接单了，先过来一趟。我以为我听错了，你在哪儿呢？小花园，就是你和我说撞车的地方，你过来一趟告诉我，你到底在哪儿被路虎车撞的？我预感到陈少杰好像要干点啥。你不是回家了吗？你怎么又回昆明了？我帮你把这厂子找回来，你不过来也行，我最多就是多要取几个摄像头的录像而已。我彻底无语了，我二叔陈少杰是啥样的人我太清楚了。送完手上的外面后，我就赶了过去，果然在小花园的十字路口看到了二叔，这家伙正蹲在路边，眼睛一直瞄着路口的那些摄像头，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二叔看到我之后就问：你在哪儿被撞的？我纠正二叔的思路说道：不是被撞，是路虎车转弯的时候我撞他了。他不禁骂道：谁不知道转弯要让直行的？你告诉我在哪个方向就好了。我指了指对面，对陈少杰说道：就在那儿。二叔，这事儿就算了吧，咱们在昆明人生地不熟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他却说：这事儿我知道了，等我查清楚路虎的车牌照，就能找到打你的人了。你先忙你的去吧。说完，陈少杰低头就走。我站在原地喊道：二叔，我住在巴黎春天，你晚上过来住吗？陈少杰头也不回地丢下2个字：你不用管我。我看着陈少杰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内心开始变得忐忑不安。那伙人明显就不是善茬，开的是路虎揽胜，手里拿的包是价值过万的古驰。陈少杰在昆明人生地不熟的，就这么贸然去调查，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是什么？可是我又知道自己劝不了他，除了干着急，也不知道能做什么。3天后的晚上，陈少杰再次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半小时之内赶去世纪城车立方。他在车立方外面的露天停车场等着我。我来到停车场找到陈少杰的时候，他正蹲在花坛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而在他的斜对面，正是那天晚上白色路虎揽胜，侧面的划痕还在。我特别震撼陈少杰的能力，我很疑惑他是怎么找到的。我有点担心，劝二叔说道：二叔，算了吧，这事别闹大了。他不带任何语气的说道：不行，今天就得把这厂子找回来。我四处看了看，虽然已经
经是晚上8点多，但是这里热闹非凡，根本不是个能找回场子的地方。抽烟吧。陈少杰递给我一盒烟，竟然是阮中华，指着一边的黑色桑塔纳说道：“上车坐着去，等人来就行。谁的车？别管了，跟我上去坐着。”上车之后我就开始紧张，这辆至少10年以上的桑塔纳破旧不堪，在驾驶位的右侧竟然竖着一根绷带缠绕的钢管，这明显就是今晚的作案工具。我根本淡定不下来，虽然憎恨他们欺负我，但是让我去打人，我却有点紧张，有点怕。我试图劝二叔别没事添麻烦，但是他压根就不理我。我完全是在自言自语。大约9点1刻，正主出现了。那天晚上打我的男子和开车跟我亲密接触的李诗雅都出现了，两个人并排走到路虎旁边，男子走向主驾驶的位置，打开车门。陈少杰冷冷地问道：“是不是他们俩？”二叔，算了吧。陈少杰显得有些不耐烦。别废话，就说是还是不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声说是。陈少杰并没出气，眼睛死死地盯着路虎车。路虎揽胜启动，缓缓地离开停车位。陈少杰也发动这辆桑塔纳，跟着路虎车屁股一起向外驶去。这一路我都异常紧张，陈少杰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我太清楚了。路虎车行驶在前面，几经转折下了2环，走上一条比较偏僻的小路。陈少杰看准时机，超过路虎车之后迅速打方向，别了路虎一把，紧接着一脚急刹车，车身斜着挡住了白色的路虎车。不得不承认，路虎车的刹车系统很好，换作是其他车，可能已经撞上来了。停车之后，陈少杰并不着急下车，路虎车驾驶员就是那天打我的男子已经下车，一脸怒气的来到桑塔纳主驾驶车门外，抬起脚踹在车门上，破口大骂道：“你怎么开车的？到底会不会开车？”陈少杰右手抓着提前准备好的钢管，左手拉开桑塔纳的门锁，用力的推开了门。原本站在车门外的男子被撞得正着，整个人后退了好几步。陈少杰拎着钢管下车，根本没有任何废话，抡起钢管砸向他的头。男子本能的抬起左手的胳膊挡了一下，陈少杰的脚已经踹在他身上，男子后退2步，绊倒在马路牙上，完全被陈少杰的气势所吓住，倒在地上仰望陈少杰，脸色苍白，一句话都不敢说，完全没有前一秒的嚣张气焰了。李诗雅从副驾驶的位置下车，急匆匆的来到男子身边，蹲下来关切的问道：“嘉豪，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事？”问完这2句，他仰起头看着二叔问道：“你为什么打人？”二叔却转过身对我说道：“陈凡过来，你想怎么弄他？”我战战兢兢的来到二叔身边，小声说道：“二叔，算了，打也打了，咱还是走吧。你们是谁？”李诗雅并没有认出来我，想想这并不奇怪，那天她走得急匆匆，我还穿着外卖服装，骑电动车戴着头盔，她不记得我也很正常。但是此时此刻，她却认真的看着我和陈少杰，无比惶恐的问道：“你们想干什么？”陈少杰没搭理李诗雅，他右手握着钢管，慢慢的蹲下来，那根钢管的下端顶着陈少杰的大腿，我看得出来他在用力。男子脸上的表情已经开始出现扭曲，但是他也挺爷们的，一直忍着没叫出来。陈少杰见他扭曲的脸，不禁有些得意，对男子说道：“打了陈凡一顿，砸了他的手机，给你折个价，5000块钱马上转过来。”转过来这事就算了。陈少杰冷笑2声：“不转今天你就别想好好的离开这里，我给。”李诗雅可能也知道这个男子平时是什么德行，再加上我二叔身上一股狠劲，把他给吓到了。他打开自己挎着的包包，祈求道：“你们别伤害他，我给你们。”他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现金，数都不数的就塞给二叔。我也不知道这有多少钱，我都给你们了。陈少杰大概看了一眼，说道：“差不多了，这事暂时就算过去了，别仗着有钱就欺负人。你们给我记住了，不服就再来找我。我的电话号码很好记，1356677星号，不服随时给我打电话。”说完这些，陈少杰把手里的钢管收起来，对我说道：“陈凡走了，他再敢欺负你，我就弄残他。”我有点懵，这就是陈少杰处事的方式。在离开的时候，我还忍不住多看了李诗雅2眼，她长得真漂亮，五官精致到让人找不到语言来形容。我在看她的时候，她也在看我，彼此对视的瞬间，让我有些无地自容的感觉，赶紧把目光收起来，转身上了车。陈少杰看出来我有些担心，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问道：“你是不是怕了怂了？人都是2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你怕他们干什么呢？是爷们就和他们干。”说真的，我有点烦。在昆明混了这些年，我一直是扮演一个外来小市民的角色，不愿意和人争吵，更不愿意和人打架。我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好干活赚钱给家里邮寄，期盼着攒够钱给父亲换肾。见我不说话，陈少杰安慰我说道：“得了，别愁眉苦脸的了，多大点屁事啊！他敢找你麻烦，我就再弄他去，弄服了为止。你就在前面路口下车吧，这些钱你拿着自己省点花。这段时间我都在昆明，有事给我打电话。”他也不管我是否同意要这些钱，一股脑的都丢在了我这里。我知道我爸看病要花很多钱，也没和他客气，大概有6000多块钱，全都收了起来，问道：“你不回家了吗？你在昆明干什么？你别管了，反正不是送外卖。记住了，他再敢找你麻烦，你就弄他，别怂。”我和二叔的生存理念始终是有很大的差距。路口下车后，我一个人慢慢的游荡在城市的午夜街上，兜里装着几千块钱的现金，感觉这笔钱来得太轻松了，轻松的有些不安。我甚至想去联系李诗雅，把这些钱给她送回去，解释清楚这就是个误会。我承认我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是贫苦老百姓，经不起那些折腾。还有另外一个意图，就是我幻想自己可以和李诗雅相识，至少让她别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恍惚间意识到这个想法很可怕，怎么能祈求女神的关注呢？还妄想和长相精美的李诗雅相识，忍不住自嘲的笑了笑。第二天很奢侈的睡到个自然醒，在 app 上点击开始接单，第一份就是个大单子，足足40份盒饭，送去凯蒂国际酒店。保安让我坐内部电梯，直接送到29层的会议室。第一次我只提了20个盒饭上去，会议室内只有订餐的女孩在，她告诉我把盒饭放在桌面就可以了，然后我就下楼去拿剩下的。当我再次上来把盒饭提进会议室的时候，眼前出现了让我惊呆的一幕，李诗雅正在人群中对视的一
瞬间，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李诗雅就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看着我。一个男子打开一份盒饭拿给他，恭恭敬敬地说道：“李总开会辛苦了，您先吃。”我头皮发麻，昨天才和陈少杰两人把她男朋友给打了，现在又来人家地盘送饭，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把盒饭匆匆放下后，我就往外走，几乎是一口气来到电梯内。当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我傻眼了，外面至少有4个保安。我故作镇定地低头往外走，2个保安上来就把我堵住，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假装不知情，对保安说道：“你们认错人了，少废话。”一个头直接对其他3个人说：“先带走。”我大吼道：“凭什么？你们只是保安，没有权利控制我人身自由。”这么一叫，酒店大堂果然有好多人看过来。酒店的大堂经理倒是会随机应变，一脸微笑地向其他看客解释说道：“不好意思，惊扰到各位了。刚刚酒店客人举报丢失了贵重物品，怀疑是送外卖的小哥趁机行窃，我们已经将嫌疑人控制，马上会把嫌疑人送到派出所。实在抱歉，这个外卖人员是贼吗？现在送外卖的这些人素质太差了，以后谁还敢点外卖？”我扯着嗓子露出狰狞的表情，大喊我是被冤枉的。结果没有人相信我的话，更没有人理会我的喊叫，有的只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拿着手机在拍照。4个保安并没有像大堂经理说的那样要把我送到派出所，他们只是把我软禁在一个房间内，翻走了我的手机，把我困在一把椅子上。我不停地大叫：“放开我！你们这是非法拘役，是违法的！”胖保安威胁道：“我不懂什么叫非法拘役，领导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你要是再敢乱叫吵我，我就把这双1星期没洗的袜子塞你嘴里。”他赢了，这个威胁真的很强大，强大到我不敢开口说话，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能做出这种事。我一直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等待，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要面对什么人。没过多久，2个保安竟然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试图逃离，但是手脚都被捆在椅子上，所有的努力完全是徒劳。可能是过了3个小时，那扇原本关着的门被打开了，听到开门声，2个保安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李诗雅带着5个人出现在房间内，其中跟着她身后的女孩就是今天订餐的女孩，跟在女孩身边的是大堂经理，最后另外2个都是保安。看到李诗雅进来，睡觉的2个保安急忙站起来，规规矩矩的叫李总好。李诗雅皱了皱眉头问道：“干嘛把他绑起来？不是您？”大堂经理瞪了胖保安一眼，立即厉声道：“谁让你把人捆绑起来的？快点放开！”松绑之后，李诗雅对身边的人说道：“你们先都出去吧，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进来。”见李诗雅的语气这么坚决，这些人便没再敢说话，一个个灰溜溜的退出了房间。李诗雅冷眼看着我问道：“你和嘉豪有什么过节？昨天为什么下手那么重？”他叫嘉豪，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男的叫什么了。你有必要装糊涂吗？为什么打他你不清楚吗？李诗雅用一种看透了你们这种人的语气说道：“你们成天打来打去的有意思吗？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沟通吗？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感情李诗雅把我当成小混混了。”我看着李诗雅问道：“你能听我解释吗？”没空。李诗雅一点面子都不给，对我说道：“我把你留下就是想告诉你一句，以后不要大半夜的堵嘉豪了，要钱直接和我说一声，别为难他。”我当时就不高兴了，看着李诗雅问道：“你让人把我绑在这3、4个小时，耽误我1下午的工作，就为了和我说这句屁话？”李诗雅反问道：“不然呢？你觉得我还能和你说什么？”老子的火气瞬间就上来了。既然你有话和我说，那我也有话要告诉你。我中午送的第1份盒饭是不是被你吃了？我告诉你吧，那份盒饭是我吃了好几口，你吃的是我的剩饭，我还在里面吐了口水。李诗雅的眼睛突然就瞪得好大，下一秒她捂着嘴就跑向洗手间，真是太解气了。我拿起自己的手机，大摇大摆地出了门。房门外，大堂经理几个保安都在，他们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我牛逼哄哄的就这么走了，越想越解气。走出酒店大堂，正好是晚餐时间，打算继续接单送外卖，却发现我的账号被停用了。我找客服问是什么情况，客服说我可能和一起盗窃案有关，暂时取消我骑手的资格。换句话说，就是老子被炒鱿鱼了。我特么的究竟招谁惹谁了？我送个外卖容易吗？真是不知道怎么就和他们干上了。我愤恨地看了一眼凯蒂国际酒店，狠狠地吐了口唾沫。这时酒店内突然冲出来一群保安，大喊着抓住他，别让他跑了。不是吧，吐了一口唾沫就要抓我？我撒丫子就跑，结果被门卫内的保安一脚踹翻在地上，其他几个人冲上来又把我给擒了。这一次他们没把我弄回酒店，而是推着我上了一辆别克 GL8的商务车。随后李诗雅坐在商务车的第2排左侧的座椅上，我被捆绑的手脚放在右侧的座椅上。这些人担心我乱动，他用绳子在我身上缠绕了2圈。第3排坐了2个保安，前排还有一个。我顿时感觉有些紧张了。我转过头看着身边的李诗雅说道：“你想干嘛？我就吃了你2口饭，你不至于杀人灭口吧？”闭嘴！李诗雅十分厌恶地瞪了我一眼。你要是再敢提午饭的事，我就让他们现在把你丢下车。但是你得告诉我，你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你已经把我害得够惨了，我的工作都没了。李诗雅冷着脸说道：“你工作有没有我一点都不关心，但是嘉豪要是受伤了，我一定把你送到法庭上去。等等，嘉豪到底是你什么人？他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李嘉豪是我弟弟，我不希望他受伤。你弟弟啊？”听到李诗雅这么说，我竟然有点小小的兴奋。你弟弟受没受伤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朋友把我弟弟绑架了，现在我要带你去换人。我看着李诗雅问道：“我怎么不知道？我认识这样牛逼的朋友呢？就是昨晚的那个陈少杰。我去，二叔他到底干了什么？我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炸了。昨天不是说好这事就过去了吗？怎么他又去找李嘉豪了？你觉得李嘉豪有钱好欺负吗？二叔能做出这种事，我有点拿捏不准了，也不敢再多问什么。这一路都相对沉默，从市区一路到东3环郊区，最后到了一处破旧的仓库。在2个车旁边摆着一张桌，桌面上放着几个罐头，有几样卤菜，桌边丢着10几个喝光的啤酒瓶。陈少杰单独坐在方桌一边，李嘉豪和其他几个人坐在其他的3个方向。这几个人有点惨，个个都是鼻青脸肿的，就连李嘉豪也不例外。看到这一幕，李诗雅受不了了，下车就奔着李嘉豪
豪跑去。嘉豪，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干的？问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视线落在了二叔身上。二叔压根就没理会李诗雅。胖子保安一脚把我从车上踹下去，另外2个保安把我从地上拖起来，大声叫嚣道：“快点放了我们少爷，否则我们就撕票了。”二叔看到的时候明显感觉意外，眉头皱了皱，倒是没说什么。二叔放下自己的酒杯站了起来，怎么回事？李诗雅看着陈少杰问道：“是不是你把我弟弟打成这样？昨晚不是说好没事了吗？究竟想干什么？姐别说了。”李家豪站起低着头说道：“这事不怪人家，怪我，我们5个没打过他一个，我活该。要不是亲耳听到，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李家豪带的这4个人在身材是明显占优势，但是竟然都被陈少杰收拾了，而且收拾的他心服口服。李诗雅心疼的抬起手去触摸李家豪肿大的脸，小心翼翼的问道：“疼吗？”李家豪先是点点头，又是摇摇头说道：“没事，挨打又不是第一次了，把我打服的倒是第一人，这事不怪他们。”停！二叔打断李家豪的话说道：“你姐真有一套，竟然把我侄子抓了。今天这事咱们算扯平了，你们放了我侄子，我放你走。今天这活动拳脚的出场费就免了，但是别有下次。”胖子保安在李诗雅面前逞强，撸起袖子说道：“李总，他们太嚣张了，让我去教训教训他。”李诗雅瞪了胖保安一眼，看着李家豪说道：“你到底有什么过节？今天能不能一次搞清楚？别再折腾了，行不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什么时候才能懂事？爸临走的时候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能不能争点气？我一个人要照顾你，还要打理公司，我容易吗？”说着说着，李诗雅竟然委屈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李家豪见李诗雅掉眼泪，顿时就急了，祈求道：“姐，我知道错了，你别哭行不行？这事怪我，昨天晚上我被打了不服气，今天叫了几个哥们想教训他一顿，没想到技不如人，5个没打过他一个，我以后不给你惹事了，你别哭行不行？”喂，我在一边叫道：“你们在叙旧的时候能不能先把我松绑？我还被你们绑着呢，都说互换战俘，我二叔都没绑着你弟弟，你们能不能守点信用，先把我放了？”李诗雅看了一眼胖保安，胖保安赶紧给我松绑，他很关心自己的弟弟，问道：“昨天晚上为什么要拦你？你别装了行不行？”我大声喊道：“开车撞我，又让他来我住的地方打我，砸了我的手机，别和我说你不知道这事。”听到我这么说，李诗雅彻底惊呆了，盯着我足足看了3秒，然后又转过头看李家豪。李家豪低头说道：“姐，你听我解释。”李家豪有点不太敢看李诗雅的眼睛，小声说道：“那天晚上你不是和我说你开车把人撞了，让我去取身份证吗？我就以为是你被碰瓷了，然后对方扣押了你的身份证要勒索你，我带着几个哥们就到他住的地方，把身份证抢了回来，我还担心他有你的电话号码，对你纠缠什么的。走的时候我又把他的手机给砸了。”然后李家豪的声音越来越小，然后就有了昨天晚上的事。李诗雅彻底震惊了，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李家豪，后者已经快把头缩进衣服里面了，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清楚了吗？我看着李诗雅问道。没空听我解释，那你听你弟弟解释好了。现在清楚了吗？你们开车撞了我，还让人来打我，今天还被你们大堂经理诽谤成贼，现在外卖平台都把我骑手资格都给封了，连工作都丢了，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我招惹你们了吗？干嘛把我害成这样？对不起。李诗雅的脸憋得通红，语气也软下来了，道歉说道：“我补偿你，谢谢，不用。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说完之后，我牛逼哄哄的走到二叔身边，拿起一瓶啤酒仰脖就给吹了，然后把啤酒瓶丢在一边，对二叔说道：“看不出来你挺能打呀。”二叔不屑一顾的说道：“还行吧。”然后起身对李诗雅说道：“姑娘，我看你还挺讲道理，和讲道理的人沟通更让人舒服。开车撞人的是你们，上门动手打人砸手机的也是你们，现在害得我侄子连工作都混没了，也是你们。你们总得给出点解决方案吧？这么大的委屈，不能就这么白白认了，对不对？”李诗雅红着脸问道：“那你们说要赔你们多少钱？”二叔想了想说道：“算了，你给他一笔钱，他转身就邮寄回家里给他爸看病去了，不如你给他一份工作吧。”李诗雅说道：“不行，不要。”我们2个几乎同时开口。李诗雅看了我一眼，低声说道：“我们公司不要人品不好的人。”怎么了？陈少杰很不满地问道。“我侄子怎么人品不好啊？他。”李诗雅有点急了，红着脸说道：“他偷吃我的饭，还把剩饭给我。”哈哈哈！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对二叔说道：“走了，你不用担心我的工作，送不了外卖，我可以干点别的。顺便问一句。”看着李诗雅和李家豪说道：“这事就算结了吧？以后不会找我麻烦了吧？不会再囚禁我了吧？”李诗雅被我说的脸都红了。李家豪大声说道：“你放心，我服了，我是真心佩服杰哥，以后有事您说话。”二叔没搭理李家豪，对我说道：“走吧，事解决了，我开车送你回去。”我钻进那辆破桑塔纳里面，我很好奇地问道：“你真的把他们一群人都放倒了？”陈少杰反问道：“这有什么难的吗？”我突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二叔真牛逼，把我送回到市区。二叔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还是继续送外卖吗？我说骑手账号都给封了，这外卖不送也罢，找一份别的工作也能养活自己。临走的时候仍旧是那句话，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下车之后，我突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感。以前都是起早贪黑的送外卖，希望有一天可以过得没有那么忙。当这一天真的拥有了，我却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我蹲坐在滇池春天小区后门的马路牙边，看着这个城市孤独而又冰冷。这时一只流浪狗缓缓地走过来，围着我转了一圈，然后蹲坐在我身边。素不相识的2个灵魂，享受着同样的一份寂寞。巧的是，林一飞每天都会喂着流浪狗，因为他，我跟林一飞终于摒弃前嫌，闲聊后熟络了许多。第2天7点半醒来，和往常一样寻找外卖服务。当我找到之后，才意识到我的骑手账号已经被封了，我今天没有资格去接单去送外卖了。我的车，突然意识到我的车还在凯蒂国际酒店，当时我被擒拿的时候，电瓶车还在。现在呢？我迅速套上衣服，在小区门口打了一个摩的，直奔凯蒂国际酒店。凯蒂国际酒店门卫厅里面，我看到了昨天的那个胖保安，他正在执勤。我发现他的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拎着橡胶警棍问道：“你小子又来干嘛呢？是不是找挨揍？滚犊子！”我很不高兴地问
问道：“我的车呢？什么车？”胖保安挥舞着他的橡胶棍威胁我说道：“这里没你要找的车，快点滚蛋！电瓶车，我的电瓶车呢？昨天我就停在这里的，被谁偷了？给我调取监控。”胖保安笑了，用一种很轻蔑的语气问道：“我们这国际酒店的监控是你说调取就调取的吗？你当是你家的了？”我真想一巴掌打过去。胖保安特别得意，继续调侃我说道：“就你那破车，去派出所报案，人家都不带给你立案的，看你还当个宝贝似的。”话还没说完呢，这个胖家伙突然立正敬礼，一副很专业的样子。这是什么人来了吗？我转过头看到李诗雅那辆白色的路虎揽胜行驶过来，车子停在我身边，她坐在车内看着我问道：“你又来干什么？”我很不爽地问道：“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这破地方？我是来找我的车的，昨天就在这里，现在找不到了。”胖保安凑过来说道：“李总您别理他，为了他那个破车还想调取咱们酒店的监控，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李总您忙你的，他找车这事我来搞定。”李诗雅看着胖保安问道：“你怎么搞定？他的车在哪呢？”胖保安一脸坏笑地说道：“听昨天值班的小张说，他们亲眼看着那辆电瓶车被城管暴力丢上了车带走了。我彻底不高兴了，你们看到我的车被城管暴力丢上车带走，为什么不说一声？我是来给你们送餐的，害得我丢了工作不说，就不能帮我看下车子吗？你们有没有点人情味啊？”胖保安咧嘴瞪眼，摆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还特么唱着说道：“为啥要帮你呢？”行了，李诗雅有点不高兴了，对胖保安说道：“给他刷电梯，带他来我办公室。”说完，他开着车去了停车场。不是吧？胖保安有点懵逼，一脸不理解的说道：“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了？李总让我带你去他的办公室。”李诗雅的办公室在29楼，他的门上挂着总经理3个字，看不出来李诗雅竟然是总经理，年纪轻轻就能爬上这样的职位，真是厉害。李诗雅的办公室就是我见过最豪华的办公场。李诗雅亲自泡了一杯咖啡给我，递给我咖啡的时候问道：“你的电瓶车多少钱？”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调戏一下李诗雅，看着她不屑地问道：“钱在你眼里钱是万能的吗？我告诉你，那个电动车我骑了3年了，自打我送外卖那天起，那个电动车就陪着我，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结果给你们公司送餐一次，就让他寿终正寝了，你们良心过得去吗？”李诗雅端着一杯咖啡，靠在自己的写字台上，看着我问道：“你说的这么义正言辞，好像你和电动车的感情很深啊。不过再深也没用，我不可能帮你找城管要电瓶车，不如直接点，你要我赔多少钱吧？除了钱，你能不能说点别的？”李诗雅特别高傲对我说道：“和你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人，我只能谈钱。我人品有问题吗？人品没问题会偷吃别人的外卖吗？”我很无语，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李诗雅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对我说道：“别浪费时间了，我马上要开个会，你说个数吧，多少钱我赔给你就是了。”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倔脾气，我就想和李诗雅较真，大声说道：“我不要钱，我就要我的车，5000够不够？”我没吭气，8000可以了吧？我仍旧没说话，我赔给你1万。李诗雅提高了语气：“这次总可以了吧？”我看着李诗雅问道：“你觉得我是来敲诈勒索的吗？你就真的认为我的人品差到了这个地步吗？”别说了，2万，不要的话你就马上滚出我的办公室，以后不要再出现。我抬起手指了指李诗雅，一边指着她一边向后退，很装逼的丢下一句：“你活得真悲哀，在你的眼里只有钱，你怎么能体会我失去一个伙伴的心痛呢？和你聊情感简直就是浪费我的感情，你好好抱着你的钱过你的生活吧，再见。”说完我转身就往外走。等一等，李诗雅站在我身后叫住了我，威胁着说道：“你别后悔，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给你2万块钱的赔偿。”不需要。说完我就往外走。李诗雅在我背后说道：“那好，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我一定会把欠你的还给你，记住我的电话。”出了凯蒂国际酒店，我真想狠狠地抽自己耳光，这个逼装的有点大，2万块钱啊，我干嘛不要呢？非得和他这个女土豪装逼，的确是逼装的很圆满，圆满的代价是痛失2万块钱，我要怎么安慰自己呢？重新获得了李诗雅的电话号码，好吧，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一边往回走，一边随意的刷着朋友圈，意外的看到刘军发了一条动态，原来今天是他生日。刘军是我高中同学，上高中那会，我和刘军的关系非常好，文科班男生本来就少，按成绩排座位，我们俩又都是在第一排，每次考试，我和刘军的成绩都名列前茅，班里的第1名不是我就是刘军。高中毕业之后，刘军590分考入云南大学，我600多分选择放弃，家里实在拿不出来多余的钱供我读书，再加上父亲的肾病一直需要花钱治疗，我也想着早点打工赚钱补贴家用。4年前刘军来昆明读大学，我来昆明打工，刚刚来的那段时间，我们俩经常凑一起，后来因为彼此交际的圈子不同，联系也就没有起初那么密切了，但是心里的那份感情还在。看到刘军发这条动态，我在下面回复：“哥们生日快乐。”刘军很快给我回了一条微信：“陈凡今晚有空吗？能不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咱们快有半年没见了吧？”我回复：“大半年了，你也快毕业了吧？”他说现在已经可以离校了，正在找实习单位。我问他有什么好的意向吗？他回复说：“我在大学读的是专业工商管理，已经拒绝了一些企业的橄榄枝，想要找家酒店做酒店管理的工作。今晚有空过来吧，咱们见面聊。在滇池路，记得带女朋友，让哥们看看你是不是过得很好。如果4年前我也能读大学，那么今天我也能和朋友聊天时风轻云淡地说，我想找家酒店管理的工作。有些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而有些人注定只能被选择。女朋友吗？我去哪找女朋友？”这时我突然想到李诗雅，她不是答应我一件事吗？我今天能不能带着李诗雅去吃饭，顺便把李诗雅介绍给刘军？刘军不是想做酒店管理吗？李诗雅是凯蒂国际酒店的总经理，就算不能让刘军进入凯蒂国际酒店，至少起到一个引荐的作用，希望能给刘军提供一点资源。我连忙给李诗雅打了个电话，李诗雅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开口就问：“你是后悔了找我要这2万块钱吗？你能不能正常点？”我调侃她问道：“在你眼里，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要钱吗？”哈哈，李诗雅毫不掩饰的大笑起来，问道：“那你是
干什么呢？你今天不是答应我一件事吗？只要不违背原则，你都答应。这话是不是你说的？对啊，是我说的。你想让我干什么？晚上陪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吃顿饭就行。这个要求不违背原则吧？不过分吧？吃饭。李诗雅在电话那边惊叫道：“你让我陪你去吃饭？你觉得我时间很多吗？如果你不来，我也不勉强你，至少让我看清楚，你李诗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满眼是钱之外，就是说话不算数。来不来你自己看着办。”李诗雅估计被我气到了，愤恨地说道：“你等着，晚上我陪你吃这顿饭，吃完你就再也别烦我了，咱们两清了。你得答应我，吃饭的时候不能给我拆台。当然，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非分的举动，就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出现。”李诗雅爽快地说道 ：“OK， 我懂，晚上见。”搞定李诗雅，我多少有点窃喜。半年不见，今天又是刘军的生日。出门的时候在小卖铺买了一个红包，往里面塞了500块钱。500块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一笔小数字。想到刘军的朋友可能都是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出手都挺阔气的。我的红包太小，可能会给刘军丢人吧。6点1刻，我来到饭店门口，李诗雅的白色路虎揽胜已经停在这里。看到我出现，她下车向我走过来，竟然穿着一身职业装。我站在门口，上上下下的打量着李诗雅。李诗雅瞪了我一眼，问道：“看什么？你没要求我穿什么衣服，何况我也的确没时间去换。接到你发来的地址，我就从公司赶过来。”我笑道：“看不出来你穿着职业装，显得你蛮有气质的。”这句话又惹来李诗雅一个大大的白眼。我带着李诗雅走进饭店包间，推开门就看到刘军坐在主位上，正和左边的一个男生聊天。包间内大约有10几个人。刘军看到我急忙站了起来，招呼我说道：“陈凡，你终于到了，我们在等你呢，来这边坐。”说完这些，他示意身边男生串一下位置。我来到刚刚男生坐的那个位置，掏出烟递给我让座的男生。他看了一眼我的红塔山，并没有接，客气指了指桌面放着的软中华，对我说自己有。刘军给其他人介绍说道：“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凡，我们一个县城的高中最好的哥们，曾经的学霸，高考600多分呢。”我苦涩的笑了笑，对刘军说道：“算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生日快乐。”说着我把红包递了上去。刘军的手指轻轻捏了一下红包，挥挥手对我说道：“陈凡，你太客气了，今天让你来，真不是为了让你准备红包什么的，想着半年不见了，一起聚一聚。先上菜吧，咱们边喝边聊。这位是弟妹吧？怎么称呼？”李诗雅并没有对弟妹这个词表现什么意见，微笑说道：“我叫李诗雅。”刘军看着李诗雅，自豪地说道：“我叫刘军，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和陈凡是发小。”刘军说自己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声音特别大，表现得特别自豪。另外一个男生说道：“先上菜，先上菜。”周围又开始乱起来。刘军拿出自己的烟递给我，对我说道：“陈凡，当初你要是坚持上学，也不用送外卖了。”送外卖的坐在刘军身边的女孩用难以压制的鄙夷气问道：“平台的团团还是饱了吗？网上经常爆料送外卖的偷吃，是不是真的？”我还没等说话呢，另外一个男生抢着说道：“王慧，你太小题大做了，偷吃有什么？你没见过那个视频吗？在电梯里面把客户的汤当成漱口水，完了还要吐回去，更恶心。现在这个行业太乱了，平台也不知道整顿一下，都是一些没有固定工作的闲散社会人员在做，有好工作的谁能去送外卖？”一时间我的脸上火辣辣的，不敢看闲聊的这群人，更不敢看身边的李诗雅。就在大家聊着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有个女生看着李诗雅问道：“你也是送外卖的吗？”李诗雅看着女生微笑说道：“我和陈默都是送外卖的，我们是同事。”女生无比羡慕的说道：“每天送外卖风吹日晒的，肯定很辛苦吧？在这种环境下工作，还能把皮肤保养得这么好，真是羡慕你。”李诗雅微笑，也不解释什么，任由这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女生讨论着。刘军感觉挺尴尬的，小声安慰我说道：“陈凡，你别往心里去，他们对你没有恶意的，是随便闲聊罢了。”我苦涩的笑了笑，对刘军说道：“没事，我能理解，我不是应付刘军，我是真的能理解。在昆明打拼这几年，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大学生是一个最无法无天的群体，他们还没走出校园，很少有人懂得察言观色，也很少有人会真正在意身边人的感受，一个个都是天之骄子的模样。”酒过3巡，聊的话题也逐渐多起来。刘军问我：“你爸的病现在怎么样了？能做换肾手术吗？”说起这个话题，我变得格外沉重，端起面前的酒杯，把满满的一杯酒都喝了下去，低声说道：“没什么希望，换个肾好几十万，根本不是我家能承受得起的。再加上换肾也不是有钱就能换的，还要找匹配的。这些年一直在做保守治疗，每周去医院透析，折腾的已经是皮包骨了。”刘军跟着长叹一声，回忆起曾经说道：“当年高考你600多分，为什么就没坚持读大学呢？我记得当时全校还给你举行过一次捐款，那些钱用来给你读书的。”我打断刘军的话说道：“我把钱给我爸看病了，后悔吗？如果当年你上学，现在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我摇摇头，点燃刘军递给我的烟，落寞的说道：“再给我选择100次，我还是会把钱拿给我爸看病。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坐在刘军另一侧的女孩用一种教育我的语气说道：“你应该拿钱读书，像我们一样，先考入一所名牌大学，然后拿到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这样你出去找工作也多了很多选择，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你除了送外卖，你还能干什么？”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李诗雅开口说道：“永远不要去评价你不了解的人或事，你说的或许对，但是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正确的答案。”那个女生不以为然地翻了翻眼睛，刘军阻止她说道：“柳如烟，别说了，陈凡他父亲多年前就生病了，母亲在家照顾病重的父亲，现在全家都靠他一个人在支撑呢。”柳如烟不屑嘟囔了一句，目光短浅。我能说什么？我感觉自己握着酒杯的手都在颤抖了，突然感觉很柔软很暖的一双手搭在了我的手背上。我转过头，看到李诗雅正在看着我，眼神很温柔。柳如烟鄙夷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问：“刘军，上周我让你投的简历你都投了吗？我已经收到面试的通知了，你呢？有没有收到？”刘军故作神秘地打开手机，送到柳如烟面前，略带兴奋地说道：“你看通知面试的信息。”
息，今天中午发来的，明天一早就去，太棒了。柳如烟特别高兴，抱着刘军就亲了一口，满怀期待的说道：我相信咱们一定会被这家酒店录取的。坐在对面的一个女生问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啊？这么高兴？柳如烟特别自豪的说道：我和刘军一起投的简历，现在最心仪的那家酒店通知我们明天去面试，恭喜恭喜！大家一起举杯庆祝一下。学历高就是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刘军为了你拒绝了那么多好的企业，柳如烟你要加油啊！吃过晚饭，下半场是 KTV 距离有2公里左右的样子。离开餐厅包间的时候，他的那些大学同学走在前面，我和李诗雅走在最后。我低声对李诗雅说道：吃完饭了，你答应我的事做到了，不用管我了，你走吧。谢谢你信守诺言。李诗雅轻声问道：你要去参加他们的下半场吗？我摇摇头，找个借口溜走吧，没什么共同话题。李诗雅嘟起小嘴对我说道：你要去什么地方？我送你吧。走到饭店门口，刘军已经拦下了3个出租车，第一个出租车已经坐了4个人，第二个上了2个人，另外一对情侣正在准备上车，最后剩下5个人，我和李诗雅、刘军和柳如烟，还有个不认识的男生。柳如烟对李诗雅说道：咱们5个人挤一挤吧，和司机师傅说一下，很快就到了。李诗雅微笑说道：谢谢，我和陈默还有事，改天再聚吧。刘军略带失望的说道：这就走了，过去一起玩一会吧，难得出来聚一下。柳如烟偷偷的掐了一下刘军，对刘军说道：行了，你就别勉强人家了，这个时间正是点宵夜的时候，晚上能多送几单，别耽误人家时间了。我对刘军说道：下次吧，反正都在昆明，没事常联系常聚，我们先回去了。那好吧。刘军依依不舍的道别说道：我帮你们打个车吧，路上慢点。不用打车了，我没喝酒。说着李诗雅按了一下遥控器，停在我们身边的那辆白色路虎揽上，车灯闪了闪，然后她很友善的和刘军挥手说道：再见。刘军和柳如烟的表情有点僵硬，我和李诗雅并肩走向路虎车，在开门的时候，听到身后的柳如烟用一种极度恨的语气说道：你这个发小还真有意思，肯定是借个车来充面子吧。后面再说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已经坐在了李诗雅的车上，我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看不见自己的未来，却感受到眼泪划过脸颊。当生活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时候，只能在黑暗中舔舐自己的心伤。我不想让李诗雅看到我的眼泪，按下车窗，任由风将它吹干，蒸发在空气中。车停在巴黎春天小区门外，我下车和李诗雅道别。临走的时候，李诗雅叫住了我，问道：陈默，我还欠你什么吗？我停住脚步，转过身看着他，摇摇头说道：不欠了，那就好。李诗雅嘴角扬起一丝轻松的笑容，平静地说了声再见，一觉睡到第2天日上3竿，还是被电话吵醒的。我都没看是谁打来的，职业习惯接听电话，先问了一声你好。电话那边传来李诗雅的声音，她问道：你还在睡觉吗？要不要这么懒？我迷迷糊糊地问道：我懒和你有什么关系吗？帮个忙可以吗？什么事？你来我公司找我见面，我和你说，如果你想拒绝我也不勉强你。我犹豫了几秒钟，对李诗雅说道：等着，我半小时之后到，管好你的看门狗，别让他们咬到我。李诗雅笑道：好像你真的被咬过似的。李诗雅的办公室内，她正坐在写字台里面操作电脑处理文件。我来到她写字台面前，双手撑在桌面，看着她问道：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我出山解决？李诗雅把手里的鼠标放下，靠在椅背，双手交叉在胸前，看着我说道：人事部那边今天要面试几个人，我想请你帮忙，今天你来当我们人事部的主管，看看这几个人能不能用。我看着李诗雅问道：你没开玩笑吧？让我去帮你当面试官？是的，李诗雅无比淡定的说道：我没开玩笑，面试的几个人已经到了，如果你愿意帮我，现在就可以去面试了，我的助理小茹会全程配合你。其实当面试官没多难，你只需要看一看这些来面试的人，感觉好的就可以留下来进入实习期，感觉不好的可以直接劝退了，全凭感觉。我十分不理解的看着李诗雅，我实在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来帮你面试？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李诗雅嘴角扬起一丝令人费解的微笑，起身说道：去吧，我让小茹带你去人事部的办公室，一会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面试了。我怀着好奇的心理，跟着小茹去了面试办公室，在桌面上放着4份资料，小茹就介绍说道：初试已经过了的只有这4个人，但是最后我们公司只能留下2个，你先看一下他们的资料，我出去安排一下，通知他们4个人依次进来面试，最后留下哪2个你来做决定，这是李总的意思。我打开第1份面试人的简历，26岁，有2年的酒店管理经验，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第2份面试简历是个女孩子的，工商管理学院的，学历没什么亮点，但是个人简介写的特别谦虚，很低调的一个女孩子。当我翻开第3份面试简历的时候，我震惊了，竟然是刘军。我突然意识到什么，赶紧打开第4份面试资料，果然上面印着柳如烟的照片。昨天晚上他们在饭桌上兴奋说接到了酒店的面试邀请，激动的不得了，原来他们说的竟然是凯蒂国际酒店，而李诗雅又让我来面试，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凝神思索了片刻，似乎能理解李诗雅的用心良苦。片刻之后，助理小茹回到办公室对我说道：我都安排好了，可以让他们进来面试了吗？我点点头对小茹说道：让他们4个同时进来吧。同时进来？小茹有点吃惊，同时眼里闪过一丝不信任的感觉，似乎是在疑问你到底会不会面试。我坚持说道：是的，让他们4个人同时进来。都这么说了，小茹也就没再有什么疑问，推开门走了出去。再次进来的时候，4个面试的人全都被带了进来，当着4个人的面，小茹介绍说道：这位是我们公司人事部的陈总监，今天哪2位留下，全都看陈总监的意思了。介绍完，他回到办公桌，坐在我左侧，用手操作电脑做现场的记录。陈凡。刘军情不自禁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惊讶地问道：我没看错吧？我微笑点头，眼神扫过他们几个人，发现柳如烟脸上带着难以压抑的兴奋，似乎是志在必得了。我装模作样地说道：各位坐吧，你们的简历我都看过，能通
通过公司层层面试走到这里，说明你们都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了。即便是最后不能胜任这个位置，也足以证明你们的优秀。公司目前只有2个名额。柳如烟骄傲地说道：“看来肯定是我和刘军了。”这句话引来了另外那男子不满的眼神。刘军急忙拉了拉柳如烟，低声说道：“别乱说。”然后又给那个男子道歉。倒是另外一个女孩没有任何反应，仿佛没听到柳如烟的话一样。我端起面前的水杯，喝了口水，继续说道：“最后一道面试题很简单，如果你们月薪5000，摆在你面前有3个房子。第一个房子是城中村单间，月租500；第二个房子是小区房与别人合租，月租1000；第3个是小区房自己租一套，月租2500。你们会如何选择？”柳如烟第一个开口说道：“我要住月租2500的小区房，要环境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刘军你呢？刘军挠了挠头说道：“我住小区房与别人合租的。”我把目光投向第3个女孩，她的名字很好记，叫白佩佩。这是我第一次听她的声音，很细腻很温柔。她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会选择与别人合租小区房，毕竟生活环境很重要。与自己合租的人应该是收入水平、价值观都差不多的朋友，会很聊得来，还能扩大交际圈。与别人合租挺好的。”最后那个男子很坚定地说道：“我会选择城中村居住，毕竟月薪5000不多，把钱花在住宿上，不如花在与别人的交际上。”他们4个人都说完了自己的想法。我对身边的小茹说道：“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吧。”小茹看着我问道：“那最后留下哪2位呢？明天上午公布，各位回去等电话就好了。”小茹起身说道：“非常感谢4位。陈总监的意思是，今天面试就到此为止，最后录用哪2位，明天上午会电话通知。各位的去留，就看陈总监最后选择哪位。谢谢大家，我送你们出去，请跟我来。”说罢，小茹率先往外走，紧跟着小茹的是那个男子，然后是白佩佩。柳如烟见前2个人都出去了，她突然冲到我坐的桌前，一脸兴奋地说道：“陈凡，你不是送外卖的吗？你怎么会在这里？你面试真的是太好了，我和刘军是不是可以准备下周开始上班了？”我嘴角微微上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刘军拉着柳如烟说道：“如烟走了，那个陈凡晚上有时间吗？昨天你走得太早了，都没好好酗酒。你几点下班？我来找你，晚上继续喝呀。”我对刘军说道：“我下班了联系你。”临出门的时候，柳如烟挽着刘军的胳膊，无比自信地说道：“你朋友竟然是凯蒂酒店人事部的总监，你怎么不早点和我说呢？陈凡真是太有本事了，以后要常来往知道吗？”4个人都走出了面试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沉思了片刻，起身走向李诗雅的办公室。我进门的时候，李诗雅正盯着电脑看，我甚至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看到我进来，李诗雅微笑说道：“不错呀，陈凡，最后的提问很有个性，能从一个简单的住房观看到很多内容。”我皱了皱眉头问道：“你都看到了？”李诗雅把自己的电脑屏幕转过来，对我说道：“我刚刚看的是现场直播，现在正在看第2遍。原来那个办公室有摄像头。”我有点无语了，这是对我的不信任吗？我正要开口说话呢，李诗雅就率先解释说道：“别误会，我们面试的办公室一直都有摄像头，有时候出事和复试的人很多，没办法当时做决定，人事部的人要反复看几次面试录像，最后才能下定夺。”我答应了一声。李诗雅微笑问道：“你觉得最后应该留下哪2个呢？”白佩佩和刘军。李诗雅问道：“理由呢？你不留下柳如烟，就不怕你发小刘军和你闹掰了吗？”我习惯性的掏出烟叼在嘴里，在点燃的时候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不对，毕竟在人家的办公室，又把打火机收了起来。李诗雅开口说道：“没关系，我不介意身边的人抽烟，谢谢。”我点燃烟对李诗雅说道：“我能明白你今天让我来的目的，谢谢你的用心良苦，你对我好，我也不可能对你不负责。柳如烟这个人自视甚高，而且没有什么好的教养，不适合好好培养。白佩佩是个不错的人，无论是简历上还是言语上，表现的都很谦逊，而且这人形象很好，亲和力很高。刘军虽然没什么工作经验，但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很正的。抛开个人关系，我也建议你留下。至于刚刚你问的不留下柳如烟，会不会惹得刘军不开心？我只能说，我不会拿你对我的好去做不利于你公司发展的事，这也是我刚刚没有宣布去留的原因。最后决定用谁，还是你来决定吧。李诗雅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说道：“我今天早上看到简历之后，有点吃惊，竟然有这样巧合的事，所以我打电话让你过来。通过刚刚的面试，你也看出来，从昨天送外卖的身份到今天人事部总监的身份，简单的变换了一下。有些人对你的态度就截然不同。这个社会很现实，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又很虚伪。我明白你的用心良苦，让我在朋友面前找回一点自尊与自信，但是你也让我陷入了一个僵局。刘军和柳如烟都认为我能决定他们的去留了，现在就很尴尬了。”李诗雅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如果你觉得为难，那就留下刘军和柳如烟2个人呗，我无所谓的。凯蒂酒店上上下下我养着100多人，我不在乎多一个柳如烟，就看你怎么办。”我看了李诗雅一眼，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转身走向门口的方向，背对着她说道：“你自己玩吧，我要走了，你别坑害我，我不陪你玩了。”等等，李诗雅在背后叫住了我：“如果你认为作为最好的发小，刘军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录取柳如烟，因为这是和你闹掰了。我觉得你这个发小也没必要继续交往下去。柳如烟什么样他肯定很清楚。另外，你觉得刘军和柳如烟这样虚伪的女孩在一起，他以后会幸福吗？当然，感情的是我们外人没有评论的资本，但是关于人品显而易见的东西，你不应该替你的发小说上1-2句吗？”我站在原地听完李诗雅说的这些，不想多说什么，拉开办公室的门往外走，背后传来李诗雅的声音：“既然做了这件事，就出个结果来。我不希望你答应帮我做的事半途而废，就像昨天我那么不喜欢的饭局，仍旧陪你到最后。明天由你来公布面试结果，如果你不来，我就录用刘军和柳如烟，让你在朋友面前有面子。”李诗雅的好心丢给了我一个烫手的山芋，我却不知道如何面对刘军和柳如烟。我可以忽略柳如烟的感受，但是我不想让刘军觉得为难。今晚的饭局或许很尴尬，即便是明知道很尴尬，我也不能逃避。下午4点半，刘军给我打电话，问
我几点下班。我告诉刘军已经没事了，他听后特别高兴，问我在哪见面，今天好好喝点。我让刘军来巴黎春天小区外的一个很普通的小饭店，今晚我做东。刘军说他马上就过来，一会见。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今晚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10多年的友情是就此崩盘，还是变得更加坚固，我无从得知。毕竟这些年我们都在改变，交集的圈子也逐渐越来越远，有些话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一切只能祈祷。5点半，刘军和柳如烟2个人出现在饭店，我突然感觉很紧张，我想保留住这份友谊，但是又不想违背李诗雅对我的好，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地步。几个菜上齐后，他们俩和我聊的话题始终没离开凯蒂国际酒店，问我里面的环境怎么样，薪酬怎么样，以及整个公司的架构是什么样的。很多问题我也不知道，也没办法回答，只能尴尬的笑着转移话题。刘军和柳如烟都看出来我在回避，吃饭的气氛始终处于一种半尴尬的状态，彼此都很压抑。最先受不了的还是柳如烟，她拿着筷子用一种奇怪的声调说道：“刘军啊，陈凡好像太愿意你去凯蒂工作，别这么想。”我开口说道：“你们能不能来凯蒂工作，根本不是我能决定的。”柳如烟强调说道：“今天就是你给我们面试的，据说那个小茹是凯蒂总经理的助理，他都说你能决定我们的去留，怎么还不是你能决定的？我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刘军看着我，很诚恳地说道：“陈凡，这份工作对我和如烟都很重要。虽然昆明的5星级酒店有好几家，但是经过我们的对比，发现凯蒂是最适合我们发展的地方。为什么呢？”我很不理解地看着刘军，你也说了，昆明那么多家5星级酒店，为什么你一定要来凯蒂？刘军故作神秘地说道：“你在凯蒂工作，你一定听说了吧？凯蒂集团老总李德忠在夏威夷发生空难，抢救无效后就这么走了。据说现在管理凯蒂酒店的是李德忠的私生女，他在大刀阔斧地做人员变更，想要建立自己的团队，树立自己的威信。在这种时候，他需要更多新鲜的血液注入。我们之所以选择凯蒂，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乱世出英雄，我想和如烟去闯一闯。与其去一个风平浪静的公司工作，不如进入一个利益纷争的环境里，去体现自己的价值。我能理解刘军的想法，这的确是一个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但是我真的不想昧着良心把柳如烟招进去。很委婉地劝告诉说道：“其实安逸的工作环境也挺好，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陈凡，刘军看着我认真地说道：“如果可以，一定要把我和如烟留下，拜托了。”在席间，我没有给刘军一个明确的答复，只是让刘军和柳如烟回去等电话。回忆起那天在城郊废弃仓库的一幕，李诗雅对李家豪说了一句：“我答应好好照顾你的。”如果我猜的没错，刘军口中的私生女很有可能就是李诗雅。回到家，我走到阳台拨通了李诗雅的电话。李诗雅在电话那边问道：“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还是关于招聘的事？”今晚刘军和柳如烟请我吃了顿饭，说了什么你应该也能猜到。我觉得这个玩笑就到此为止吧，再开下去就有点过分了。面试录像给你看了，我相信你心里更清楚应该留下谁。刘军和白佩佩是最合适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还得麻烦你把这个误会解除。李诗雅用一种很不满的语气问道：“沉默，我问你，我答应你的事做得怎样？你让我陪你吃饭，我放下那么重要的会不开就去了。我那么不喜欢饭局，我也陪你做到最后。被人当成送外卖的各种比，我也忍着了，因为我答应你的事，我就一定做好。现在是你答应我帮我做一件事，你就打算半途而废了吗？别闹了好吗？”我祈求李诗雅说道：“我知道你是想帮我出口气而已，你的好意我的真心领了。现在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即将伤害到我的友情。”李诗雅态度强势地说道：“你可以选择不伤害，把刘军和柳如烟同时招聘进来，我给你这个权利了，你能不能别这么固执？公司是你的，你在拿自己开玩笑吗？”“没有啊。”电话那边的李诗雅不知道是生气了，还是故意在气我，开口说道：“我这是在报复你对我的饭做了那么恶心的事。明天上午你来我办公室，亲自把录用电话打出去，通知其中的2位来公司人事部登记上班，这样你答应我的事就算做完了。你要承认自己是男的，就别做半途而废的事。”说完，李诗雅就把电话给挂了。我突然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想下都下不去了呢。我躺在床上想着究竟要怎么办，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怎么做都是错。次日，李诗雅的办公室内，我特别不喜欢她看我的眼神，带着一种戏谑。桌面上放着一台座机电话，李诗雅隔着茶几坐在我对面，手里捧着一杯咖啡，很享受的样子。而我盯着电话有些纠结。打电话吧。李诗雅看似平静地说道。退一步讲，即便是你现在和刘军、柳如烟说你不是公司的人事部总监，他们也不会相信你，不是吗？我看着李诗雅愤怒地问道。其实一开始你并不是想帮我在人前找回自信，你就是想让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对吗？李诗雅嘴巴张了张，眼里闪过一丝失望的深情，不屑一顾地说道：“随便你怎么想吧。”说完，她起身离开会客沙发，回到了自己的写字台前。的确，现在即便是我和刘军、柳如烟说我不是人事部总监，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既然如此，还犹豫什么呢？我拿起座机拨通了内线电话，这个电话是直接拨打给小茹的。我握着电话对小茹说道：“通知刘军他被录用了，周一来公司报道。”“好的。”小茹在电话那边问道。“那第2位是谁呢？”“第2位是谁？”我感觉到自己拿着电话的手在颤抖，而另一边李诗雅的目光就没离开过我。“喂。”小茹在电话那边问道。“陈总监，另外一个要留下谁呢？”“第2个留下。”柳如烟的名字几次到嘴边，我都没能说出口。电话那边再次传来小茹的声音，提醒我说道：“陈总监您说。”“我听着呢。”白佩佩说出这3个字的时候，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发现自己整个背全都是汗。我知道了，这就打电话通知刘军和白佩佩，周一来人事部报道。没事，我先挂了。率先放下电话的是我，我靠在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听到李诗雅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她再次坐在了我面前的沙发上，对我说道：“陈凡，谢谢你，其实这是我对你的一个考验。”呵呵，我干笑了2声。考验我什么？别找出那些不切实际的理由来安慰我，我不是3岁小孩子，你做这些不过是想报复我对你的调戏。
系。如果可以，我真希望回到几天前。我不去撒谎说，我吃了你的饭。事实上我没有这么做。李诗雅满不在乎地说道。这不重要，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假设。其实我挺庆幸你撒了这个谎，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不管怎么样吧，我先给你道歉，不应该给你出一个这么难的考题。李诗雅的话还没说完，我的手机响了，和我想的一样，电话是刘军打过来的。接起电话，就听到刘军在那边问道：“陈凡，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对面坐着李诗雅，我没办法解释那么多，只能对刘军说道：“我晚点打给你。”好，我等着。接了这个电话，我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李诗雅对我说道：“我先给你道歉，然后给你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至于你是否愿意原谅我，我都会感谢你今天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陈凡地看着李诗雅，她脸上带着淡淡的愧疚，也有一些无奈，轻声说道：“我给你出了个这么大的难题，你还是在关键时候为我着想。公司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在做各个部门的人员调整，我希望身边有一些愿意真心为我着想的朋友，组建自己的团队。其实昨天让你来帮着面试，我只是单纯的想让你在朋友面前找回点面子，即便是你录用了刘军和柳如烟两个人也没什么，对于公司来说只是增加了一个实习人员而已，大不了1个月后请辞就是了。”说到这里，诗雅停顿了一下，她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的表情，这才继续说道：“昨天你面试的时候，我是在全程观看，我很意外你没有当场宣布留下柳如烟。回到我的办公室，你和我说柳如烟这个人并不适合，其实我也认为她并不适合在我的公司，原因咱们就不说了。看到你和我说这些，我突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招聘一定要让你来完成，看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样的。结果你没让我失望，最后还是坚持了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对于你来说很艰难，或许因此你会和发小决裂。我想知道最后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是为了我吗？”我嘴角扬起不屑的微笑，你别多想了，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我只不过是不想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而已。很好，李诗雅高兴地说道，我就需要你这样的，咱们好好聊聊吧。聊什么呀？我掏出烟叼在嘴里。李诗雅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头，我大声说道，你别皱眉，我现在不是你的员工，我想抽烟就抽烟，你管不着我。就算我是你的员工，你也别限制我抽烟的自由。没关系啊，李诗雅很平静地说道，昨天你也在我的办公室抽烟了，似乎抽烟更能活跃你的思维。公司目前全部岗位都在进行大换血，你想进入哪个部门？你对哪个部门比较感兴趣？你以前从事过什么行业？有什么从业经验？送外卖还会偷吃的那种？李诗雅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对我说道，我是认真的，你别开玩笑了好不好？送外卖还在 KTV 里面当过服务生，工地搬过砖头。我越说越没自信，反正所有底层工作我都做过，如果你真想给我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说吧。李诗雅鼓励我说道，想做什么你说就行了，薪水我一定给你满意的，不会低于你送外卖的薪水。你别小看我，送外卖1个月收入也有6、7千块钱呢，我给你8000，那我当个保安吧。当时李诗雅的表情没法形容了，瞪眼看了半天问道，你是认真的吗？当然。我追问道，当保安是不是可以免费提供吃住？有没有全勤奖什么的？排班是怎么安排的？工作几个小时休息几个小时？有休息的时候可以自己多看看书了。当个保安挺好的，周一来上班吧，我让小茹亲自安排你保安的工作，公司包吃包住，但是住的房间是集体宿舍，仅仅有个床位而已，平时休息一下还是可以的。保安部那边具体是怎么排班的，我不是很清楚，这些都是下面的人在负责。说到这，李诗雅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对我说道，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我先问一下，是我请你还是你请我？这句话惹来了李诗雅一个大大的白眼。中午在酒店吃过午饭，临走的时候，李诗雅已经让小茹给我送过来一套保安服，告诉我周一穿着这套服装来找小茹就可以，她会安排我的职务。我还问李诗雅，当个保安真的给8000的薪水吗？李诗雅倒是很淡定的说是。回到家，我在卧室里面换上保安服，对着镜子怎么看都觉得格外精神。就在我自我陶醉的时候，刘军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我跟他解释了李诗雅的背景后，他也都明白了。周一早上8点，我穿着保安服找到小茹，他打量了我一番后还夸我帅，但我却表示很 low， 要是我负责服装的话，肯定让所有执勤保安穿部队作战服，那才叫帅。不料他却笑道，让我上任后就可以去换保安部的服装。接着他带我来到2楼安防部，他直接敲开副部长办公室的门，里面的人头都没抬就呵斥我们出去敲门重进。小茹淡淡的一句，曹部长没打扰你玩游戏吧？瞬间让他慌张的收起手机起身。小茹给我跟曹部长都介绍了一下，让他务必配合我这个新部长的工作。认识一番后，小茹带我来到另外一间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宽敞又整洁，我做梦都没想到，前几天还是个外卖员的我，今天就有了自己的专属办公室。小茹递来钥匙，安防部交给你了，工作有困难直接联系我，一会儿让曹部长送份资料过来，这工作琐事多，你要加油哦，我一定不辜负你和李诗雅的信任，祝你工作愉快。不料我屁股都还没坐热，敲门声就响起，门口保安语气嚣张，部长，外面客人闹事，麻烦您过来处理一下。客人闹事不该找大堂经理吗？迪凯国际酒店的客人闹事，要我们安防部负责。保安叼烟不耐烦道，他们开车堵了停车场大门，曹部长在那儿等着，让我来问你要解决方案。我赶过去后才知道，原来是一辆宝马横在了出口，车主骂骂咧咧表示他的车被划了，重点是还没有监控，而且偏偏是他的车位那里监控坏了。曹部长指着我，这是我们新上任的部长，你别急，相信他会给合理解释。车主暴怒，你负责是吗？给我个说法，到底怎么赔偿？好家伙，上任1小时不到就给我下马威。我正手足无措时，一个美女出现，表示是划痕是他弄的，他误把宝马车当成前夫的。上任首个危机就这样化解了，搞得曹部长只能干瞪眼。不料我刚回到办公室不久，公司大理总李明权带着曹部长以及总监走来。李明权看了我一眼后，淡淡的一句撤了，安排曹有为担任安防部部长。我都懵了，我这刚上任呢。幸好这时小茹和李诗雅也走了进来。小茹微笑道，总经理
亲自安排的人，你说撤就撤，这样好吗？西装男子略显意外，诗雅，这个人是你安排的？李诗雅平静地说，最近酒店安防投诉多，撤了袁部长也没解决问题，所以我亲自安排人来负责。哥，有问题吗？李明权立刻尬笑，当然没问题，不过更换部门负责人该通过董事会决定吧。李诗雅不卑不亢，安排人实习也要过董事会，没必要麻烦，正式任命时再开会议也不迟。我觉得不听话的副部长可有可无，要不要撤了？哥，你觉得呢？曹有为顿时一惊，看向李明权，小茹用眼神鼓励我别说话。男子连忙道，暂时先不撤了，新来的部长还不熟悉业务，需要老曹帮衬，就让老曹扶持他一下吧。李诗雅对他说，那就听你的，再给曹有为一次机会。说完，李诗雅带着小茹离开。李明权出门时用冰冷的眼神深深看了我一眼，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李诗雅同父异母的哥哥李明权。李德忠去世后把公司交给私生女李诗雅，李明权表面辅佐，实则借李诗雅换人引发股东不满，自己人气渐高，李诗雅的地位岌岌可危。晚上回到家，疲惫感袭来，我直接躺沙发上睡着了，还是林一飞把我叫醒，还顺便蹭了一顿他的饭。自从上次因为流浪狗解开误会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熟。饭后二叔突然的来电把我吵醒，他叫我过去酒吧喝酒，正巧我也想放松一下，我顺口邀请林一飞一起，不料他竟同意了。二叔带我走进酒吧卡座，里面还有3男1女，都是30岁左右，女子身材姣好。陈少杰介绍，这几位你都叫哥，这位是华姐。我端起酒杯敬3位哥哥，华姐，还有我二叔，你二叔。尹一华疑惑，谁是你二叔？陈少杰啊，他让我叫你们哥，这便宜我可不能让你们白占，得多陪你们喝几杯。众人哄笑。尹一华对陈少杰说，你真损，你这侄子比你有意思，小兄弟，姐陪你喝一杯。闲聊中得知，这几人都是健身会所教练，陈少杰在那教散打，大家喝酒随意，不刻意劝酒，我很喜欢这种氛围。正聊得开心，李家豪突然出现，他拿起桌上一瓶啤酒一饮而尽，喘着气对陈少杰说，杰哥，300个俯卧撑我做完了。我愣住了。李家豪又拿起一瓶啤酒对我道，哥们，我给你道歉，不打不相识，这瓶我干了，你随意。说完仰头就喝。我看向二叔，他淡淡一笑，我的会员跟我学散打。对，李家豪又吹了一瓶，我没服过谁，就服杰哥，以前都是误会，你别往心里去，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都是爷们。我往林一飞身边挪了挪，端起酒杯，我敬你一杯。李家豪豪爽的喝完第3瓶。闲聊时我问他在迪凯哪个部门工作，他摇摇头，我不喜欢在迪凯，我姐也不让我去。为什么？迪凯不是你家的吗？你姐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啊。李家豪轻叹，不怕你看不起，我从小到大一事无成，高中没毕业就辍学混社会，还骂我妈。后来我妈去世，才告诉我们姐弟父亲是李德忠，他对我们挺好，给了不少钱。今年年初他意外去世，把迪凯股份分成3份，我姐，我还有同父异母的哥哥李明权各1份，却让我姐当董事长。他让我去帮忙，可我工作1周就发现公司里的人都不友善，我懒散惯了，还成了别人攻击我姐的理由，我干脆辞职了。他越说越激动，拎起啤酒瓶，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我和他碰了碰杯，别这么想，你受不了尔虞我诈，说明你性格单纯，交朋友我更愿意交你这样的，我没啥优点，但重情义。李家豪拍着胸脯，咱不打不相识，以后你有事尽管开口，我要是含糊就是你孙子。干杯！喝完酒，我告诉他，我被你姐安排去迪凯安防部工作了，安防部当保安。我姐也太不够意思了，我今晚就跟她说，给你换个部门，是我自己选的，自己选的。酒店那么多部门，你为啥选保安？我点燃烟无奈道，干别的不会，先从底层做起。你姐对我够好了，直接让我当安防部部长，我已经很满足了。李家豪干笑2声，说实话，上班第1天是不是有人给你穿小鞋？没有的话，我再干3瓶。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苦笑道，被副部长下套了，怎么回事？一向话少的陈少杰问道。我把今天的事说了一遍，最后补充，你别动不动就打人，这事不是暴力能解决的。我想好好工作当成挑战，这点事都处理不好，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尹一华点头，陈凡，华姐支持你，要在一个环境生存，就得适应潜规则，暴力解决不了问题。一直沉默的陈少杰突然开口，打压他的威信，瓦解他的团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重复着，脑海中思索具体做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未必简单。陈少杰右侧的于壮笑道，安防部几十人，不可能都跟他一条心，有人是迫于权力，你展现出强势和态度，自然有人会倒戈。作为领头人，个人魅力比权力压制更重要，不如给他们一个爆发的契机。我越想越觉得在理，这顿酒没白喝。这一夜我失眠了，我一直琢磨后续计划，直到凌晨2点才睡着。早上我第一时间给李诗雅发信息，我想带好迪凯安防部，接下来我做的事，希望你能支持我。消息发出去，直到我到公司都没收到回应，心里难免有些发虚，但开工没有回头箭。在一场简单的会议后，果然不出所料，并不是所有人都跟曹部长同心。那天值班监控出问题的小伙子直接被我开除，为此曹有为跟我大吵一架。没多久人事部的人来找我，李明权不同意开除那个保安，幸好刘小茹适时出现，对人事部的人说，李总让我转告，这是听安防部领导安排。人事部的人面露难色，我回去跟总监说。他离开后，刘小茹笑道，你也看出来了，这不仅是开除保安，更是背后势力的较量。我深吸一口气，我懂，上任就排除一己见团队，动作太快容易遭反感，但我支持你。刘小茹的电话突然响了，他接起后只说几句便挂断，这事闹大了，董事会要借题发挥为难诗雅，他让你准备好。
他需要你，怎么回事？我问刘小茹，是我给诗雅惹麻烦了，他需要我做什么？刘小茹解释，李明全不满你上任就辞退老员工，趁机召开董事会，想弹劾诗雅。下午2点开会，这是因你而起，你必须到场，能不能力挽狂澜就看你了。我有些紧张，股东们只想公司盈利，你只要能说服大多数人支持你，诗雅就没事。刘小茹说道，一旦失败，李明全会趁机推选新的总经理甚至董事长，诗雅不能失去迪凯的控制权。我懂了，我深吸一口气，我现在准备，随时等通知。刘小茹走后，我去国防路买作战服，选了1000多块轻薄透气的款式，穿起来像特种兵。29楼会议室，我刚进去，一个股东不满地问李诗雅，这人这么年轻靠谱吗？一位年长的股东开口，迟到得有理由，既然开会是为了他，我们倒要听听你到底做了什么。李明全叹息道，也没什么，就是上任第2天就辞退老员工，诗雅用人有欠缺，还大搞裁员，我担心迪凯的未来，所以想探讨公司发展，重新推选总经理。这话再明显不过，他就是要弹劾李诗雅。李明全话音刚落，一位股东开口，我投资是为了赚钱，谁有能力我就挺谁。说得好。另一位股东附和，迪凯不是李家独有的，我们遵从老董事长一言，但更支持能者，不管是李诗雅、李明全还是其他人，能让大家心服口服，我就支持，谢谢大家。李诗雅说道，我更换安防部负责人，是因为近期投诉过多。陈部长，和大家说说你的看法。我走到李诗雅身旁的空位，环视众人。中午我自费去国防路买了这身装备，我认为保安形象代表酒店形象，现在的保安穿着衬衫西裤，懒懒散散，和迪凯不配。我计划让所有保安换上作战服，参与日常训练，我会以身作则，带领大家锻炼，树立好形象。至于开除老职员，事情是这样的，我简要说明昨天的情况。一个连监控都看不好的人，没必要留在安防部。我要打造精英团队，杜绝混吃等死的情况。希望各位给我支持，我有信心带好安防部。谢谢大家。话音刚落，一位老者率先鼓掌，李家豪紧随其后，其他人也跟着拍手。接着我对众人说，对不起，我先失陪一下。接着便离开会议室，回到办公室。我发现地上有6、7份自荐信，都是想当小组长的保安。我正看着自荐信，李诗雅走进来，脸色疲惫不堪。今天的董事会没事吧？李诗雅挤出一丝苦涩的微笑，打断我，董事会那边没事，大家认可了你的想法，支持你在安防部做事，不过只给你1个月实习期，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自己了。我轻声说，谢谢你给我机会，以后要是再给你送外卖，我保证不偷吃了。这话换来了李诗雅一个大大的白眼。李诗雅在办公室待了10几分钟，闲聊几句后便离开了。我整理好自荐信锁上门，心里满是热血，却也清楚未来的路不好走。回到家，二叔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情况，我如实告知后，他建议我马上架空曹有为，把3个组长培养成自己人，给他们足够权力，甚至能和曹有为抗衡。他解释，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给组长实权能让他们更珍惜工作。陈少杰的话点醒了我，当晚我就制定了管理计划。第2天到公司，我便选定了3个组长，有一个组长叫何大壮，他是退伍兵，我对他挺满意。下午召开全体会议，我当着曹有为的面宣布了3个组长的任命，强调组员要无条件服从组长，组长犯错加倍惩罚。曹有为当场发难，陈部长，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所有保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淡淡一笑，你是副部长，有事先和我商量才对。各位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可直接向组长反映，或者向曹部长反映，如果他们都解决不了，也可以由组长报给我解决。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散会。曹有为气得脸色发青。之后我去找刘小茹申请定做服装的费用，他告诉我需要走财务流程，批下来后，我去国防路和老板谈采购。隔天军用品店老板亲自带着店员送了过来，清点完货，我随口请他到办公室坐坐，他没客气，跟着我进门后，竟然把门锁上了。大白天2个男人锁门，他不会是同性恋吧？我正怀疑他是不是同性恋，他就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讪笑道：“陈总，这个您收下。”这是什么？军用品店老板笑着说：“陈总监，行情就是这样，店小利薄，以后还请您多多照顾。下次开票价格高点，我还能给您更多提点。”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沓100元大钞，我难免心动。父亲每周透析需要钱，以前送外卖起早贪黑，没想到赚钱能这么轻松，可内心又在挣扎。一个声音让我收下，这是行业潜规则；另一个声音提醒我，李诗雅知道了会失望。纠结许久，我决定把钱上缴财务，取得信任远比这1万块更有价值。正要出门，小组长何大壮来电说一组已在酒店后空地集合，准备开始第1次训练。我承诺过会参与，便把信封随手放进抽屉，穿好作战服赶了过去。跟着一起训练了半小时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点上一根红塔山，刚吸一口就觉得不对劲，拉开抽屉，装钱的信封不见了。我反复检查2个抽屉，都没有信封的踪影。办公室门锁没坏，窗外有防盗网，唯一可能是有人也有办公室钥匙。脊背发凉的我立刻联系何大壮，让他查监控，看看这半小时谁进过办公室。可会议室的摄像头早在几个月前就被保安用泡泡糖粘住了。这半小时有6、7个人进过会议室，他们都有嫌疑。这时李诗雅发来一段微信视频，点开后我头皮发麻。视频里正是军用品店老板给我信封的全过程，连对话都清晰可见。我的办公室竟然被装了监控，而我全然不知。更可怕的是刘小茹的电话，她愤恨道：“你太过分了，上任3天就收回扣，就算要收，能不能注意安全？你的脑子被驴踢了。”收回扣的视频已经在公司各部门群里传开了，你让诗雅怎么看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我拿着电话猛在原地，急忙解释：“小茹，你听我说，我本打算把钱交到财务。”刘小茹冷笑一声：“你觉得我会相信这种说辞？”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解释很可笑，换作是我，也不会相信把钱放抽屉里却说要上交的话。电话被愤怒的挂断，看到
到工作群里的视频后，瞬间明白了一切。办公室里只剩尴尬。我点燃一根烟，不想再解释，解释也无用。这时人事部总监走进办公室，直接通知我被解雇，离开保留追究其他责任的权利。上任第3天就被辞退，真是可笑。随后我沮丧地坐在古镇水池边的台阶上，拎起啤酒猛灌。李诗雅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她在我身边静静坐下。你不是来找我要那1万块钱的吧？不是，李诗雅解释，最近工作压力大，以前我和我妈住古镇旁边，常陪她来散步，今天过来怀念一下。我让你失望了对吗？我望向远处，我说我本打算把钱上缴财务，你会信吗？我自嘲地笑了笑，算了，这种话谁会信？人事部的通知你收到了？李诗雅轻声问。收到了。我喝着酒，我也知道是曹有为偷拍的，抽屉里的1万块钱也被他拿走了。他回答得很平静，我也知道，他交到了法务部。我笑了，是要起诉我贪污受贿。陈凡，李诗雅安慰道，我都懂，你也想开点。我自嘲道，多有戏剧性。空想安防部当负责人，满怀壮志想要做好，结果第3天就因受贿被辞退。我知道是曹有为算计我，谁让我挡了他的路？我以为能有一番作为，结果把自己玩死了。或许吧。李诗雅低声说，你太年轻了，我本想让你有份好工作，没想到会这样。我起身道，这事不怪你，怪我太天真。今晚谢谢你替我解围。说完，我拎着半瓶啤酒，晃晃悠悠向出口走去。我突然想逃离这座城市，却不知该去往何方。我在外面走着走着，一个6、7岁的小女孩走到我面前，见她可爱，闲来也无事，我买了她的鲜花，跟她聊了起来。跟她一起的还有她外婆。跟老太太一番交流后得知，她女儿女婿多年前来昆明打工后失联，她带着3岁的妞妞来昆寻找，至今已有3年。他们睡过大街小巷，后来被花田主人收留，住在土房里看田，靠捡发货剩下的鲜花摆摊为生计。小女孩很乖很懂事，和祖孙俩聊到很晚。我觉得他们好可怜，自己跟他们比，还有什么理由这么悲观？我留下了他们的联系方式，打算力所能及内帮他们。回家后，林一飞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原来他辞职了，他受不了职场领导的潜规则。我拿出妞妞的照片给他看，跟他说了他们的故事，他心有所触，要跟我一起帮助妞妞他们。随之李家豪来电，陈凡你在哪？马上来金悦健身会所，我和你二叔都在这，有什么事见面说，快来。他调侃道，就是我二哥陈少杰，变相占我便宜。电话在哄笑声中挂断，我换车赶到健身会所，休息区里陈少杰闷头抽烟，上次酒吧的几人在闲聊，陈少杰碾灭烟头教训我，你被人坑怎么不和我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有事就打电话。我不敢反驳，面子有些挂不住。尹一华打圆场，少杰少说几句，陈凡是不想给你添麻烦。陈少杰不再训斥，拨通电话说，你上来吧。很快一个男子走进来，李家豪骂道，你个玩意过来了，别生气。我也没想到会闹成这样。男子讪笑道歉，我抬头一看，竟是国防路军用品店的老板。他看到我急忙道，陈总实在不好意思，1万块钱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别道歉了，解决问题才关键。陈少杰冷冷道，把计划捋一捋。老板掏出 U 盘放在茶几上，微信聊天记录、视频都准备好了。李家豪提着笔记本上来，我好奇 U 盘里的内容，打开后彻底震惊了，还能这么操作。U 盘里的第一个文件是段2分钟的视频，军用品店老板对着屏幕说，1天前有人加我微信，让我送1万块回扣给陈总监，不送就退货。我以为是陈总监用小号要回扣，就照做了。后来他被辞退，我才知道被人算计，那个微信已经把我拉黑了，还有聊天截图为证。画面切换到微信截图，最后一张显示已被对方拉黑。李家豪解释，这个微信头像是曹有为的，视频和截图就是要栽赃他。陈凡，你随时能回迪凯，曹有为这次洗不清了，还是二哥厉害。我看向二叔，知道这都是他的安排，却没了兴趣。算了，别坑曹有为了，我也不想回迪凯，那种尔虞我诈的环境，我性格不适合。工作在哪都能找，怕什么？你怂了？陈少杰质问。这个社会没人同情弱者，你姓陈就得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我们生存理念不同，别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我苦闷道，我只想过小市民的日子，不需要多大成就。陈少杰气得抓起烟灰缸要打我，尹一华和其他私教赶紧拉住他。陈凡别说了，你二叔在气头上。尹一华拉着我，我带你去吃午饭，你还没吃吧？快走，一会儿拉不住二哥了。李家豪催促，我被尹一华拉到一家小馆子，午饭吃得很沉闷。道别时，尹一华问我是否真的不回迪凯，我干脆回答暂时不考虑。随后李家豪来电，他说所有证据都找好了，你怕什么？我不是怕，就是不喜欢那种环境。你愿意被人误会，愿意我姐一直怀疑你。他认真道，你收了1万块是事实，说要上交财务，谁会信？我姐没争辩，只是觉得1万块无所谓。他心里怎么想的你根本不知道。我愣住了，我从未想过这层。我姐挺难的，迪凯股东多，他和我哥明争暗斗，身边需要信得过的人。李家豪继续道，你好好想想，我随时等你消息。曹有为必须除掉，他是我姐的威胁。我没接话，只说想缓几天，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傍晚我跟林一飞带着印有妞妞祖孙俩的传单，找到妞妞和外婆。我们商量后的意思是，帮卖花只能帮一时，主要还是帮他们寻亲才是重点。林一飞蹲下来给妞妞递传单，妞妞，今晚我们送花，告诉路人鲜花不要钱，只希望他们看看传单，拍照发朋友圈，再给你拍张照，明白了吗？妞妞重重点头。经过1晚的努力后，效果显而易见，好心的路人们自发的转发了朋友圈，拍了妞妞祖孙俩的视频发到网上，还有很多好心人自发的要给妞妞捐款。由于老人没有智能机，林一飞代收了3000元，结束后取出给了外婆。我们憧憬妞妞和父母相遇的那一刻，但是等来却是惊天噩耗。一个本地生活的自媒体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口咬定是林一飞收买了妞妞和老人，趁机骗钱。由于是林一飞代收的钱，视频也拍到了他的脸，而我站在最边上，只拍到模糊身影。他一时成了众矢之的，不仅人肉搜索他，还曝光他的身份。
份工作。为此，我只能不断安慰林一飞。林一飞在我怀里哽咽着问道：“陈凡，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求回报的做点好事都这么难了？”没事的，我安慰林一飞说道：“我们去找妞妞和外婆，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这件事总会真相大白的。”不料我们刚出门就成了过街老鼠，不仅被人辱骂，有些直接上手。我为了保护林一飞，被打得满嘴是血。林一飞为此崩溃大哭。林一飞说他累了，我们回家好吗？我们最后没去找妞妞他们，于是我们2个人一起把手机关了，好像这样就能从这个世界中蒸发。我们试过各种办法，有发澄清文章，有打晚报投放广告的热线，但都没有用。我们绝望地坐在沙发上。这天，几个扛着摄像机的自媒体记者到访，在一番采访询问后，我和林一飞期望他们可以帮我们澄清，没想到等来的是一个更大的噩梦。大约下午3点，另外一个公众号发了一篇更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推文。推文中有一段视频，视频就是女子采访我们的，但是全程用的都是配音，画面打了轻微的马赛克，观众只看得出来马赛克下我们俩的脸嘴在动，但是说出来的话全都是配音。配音的内容竟然是我和林一飞承认自己借着妞妞的事在骗钱，我们承认知道老人没有微信，才故意演戏拿出自己的微信2维码收款。在视频的最后，我们俩还在向社会各界人士道歉，哀求原谅。更可恶的是，在推文的第2段有另外一个视频，视频采访老人和妞妞的，他们俩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面对着摄像机不停地说感谢我和林一飞的话，我隔着屏幕都能看得到老人和妞妞是真的开心，是发自内心的在说感谢我和林一飞的话。这2段视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起了受众的情绪，转发量持续攀升。但是这篇推文的内容就是我和林一飞瞒着老人、妞妞，借用他们的故事给自己谋私赚钱。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这拥有3多万粉丝的公众号，瞬间就把这个事传来了，短短1个多小时，点击已经10万加，转发也是10万加，下面的评论更是不堪入目。林一飞的眼泪在不停地滴落，他在我身边木木地问道：“陈凡，你能告诉我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吗？为什么他们要如此的对待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吗？”我无言以对，把林一飞紧紧地搂在怀里，安慰他说道：“等一等，等一等，一定会好起来的。”林一飞轻声说道：“我有点累了，我想去睡一会儿。”我是看着林一飞走进卧室的，他的背影那么孤独。尹一华也打来电话安慰，说二叔已经在帮我去查了，本地市这个公众号就是昆明人在运作的，借这个事情炒热点，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已。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林一飞却用最简单、最果断的方式结束了属于他的痛苦。警察破门来现场的时候，我在林一飞的房间内，等于找到了一封林一飞留下的绝笔。当时我想要看一眼，却被警察装进了塑料袋里面，我也作为嫌疑人被带走。录口供的房间内，我把我认识林一飞到他为什么自杀，所有的事都说了一遍。不知不觉过去了2个小时，在这2个小时里，警察把他的那包烟都贡献给我了，还给我拿了一瓶矿泉水。说到林一飞为什么跳楼的时候，我几度哽咽着说不下去。做笔录的女警察也是泪流满面，我不想说的多煽情，但这都是事实。一直做笔录没开口问话的秦牧女警把做好的笔录拿给我，哽咽着对我说道：“看看吧，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在这下面签个字吧。”我没有仔细看他记录了什么，在下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看着警察说道：“是本地市这个公众号逼死了林一飞，这个公众号的运营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求你们还给他一个清白。”女警点点头，然后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递给我，对我说道：“这封遗书的原件暂时还不能给你，我只能把它拍成照片拿给你看一看。”我接过女警的手机，看到画面上有一封信，是林一飞在跳楼前留下的绝笔。看了后，我才知道林一飞的身世也这般可怜，父亲外遇抛弃了家，母亲想不开也离世了，16岁的他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看完后，我已经泣不成声，趴在桌面痛哭不止，手里的手机掉在地上竟然浑然不知。女警秦牧弯腰捡起手机，安慰我说道：“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出来那2个公众号的运营者，还他一个公道。”公道！我狂吼道：“这个时候你和我说公道有什么意义吗？人都死了还说公道干什么？你们早都死哪去了？”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之后便没有再说什么。我看着秦牧的双眼说道：“我想去看看林一飞，他在哪？相信我，你一定不愿意看到他那个样子，就让他把最美好的一面留在你心里吧。不如我一起去做另外一件事吧。你不是说今天有个自媒体的来到你们的住处采访你了吗？我可以帮你找出公众号的运营者，在他一通操作下，很快找出公众号是认证人的姓名，叫朱大龙，采访我和林一飞的人就是他。”秦牧继续操作电脑，很快就查到了本地市这个公众号是所属一家广告公司的，而这家广告公司的法人叫田爱芬。我们继续在公安网络里面查田爱芬，这一次画面上出现的女人就是今天来采访我们的那个女人。如果不是当时我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真的会一拳打烂她的屏幕。接着秦牧打了个电话，确定了他们的宝马 X5 车牌以及车的具体位置后，我把这边查到的信息跟二叔说了一下，便跟秦牧前往他们的位置。秦牧会帮忙是我没想到的，他说林一飞是一个善良的女孩，这样的女孩让人心疼。秦牧不想让她蒙冤而去。路上秦牧对我说道：“你拉着点我。”我有点担心我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来。这个回答让我充满了意外。半个小时后，我们在繁星酒吧找到了田爱芬的宝马 X。我和秦牧正在找车位停好车，死盯着宝马的时候，田爱芬和朱大龙出现了。我看到这2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对身边的秦牧说道：“快停车，人在那呢。”秦牧比我冷静，对我说道：“停在这里干什么？直接开去挡住他宝马车的前头，你还怕他跑了不成？”秦牧开着车直奔着宝马行驶过去，突然正对面出现了2道白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的那种远光灯。紧接着听到的是引擎的轰鸣声，以及一脚急促的刹车时，
下一秒听到有人传来一声尖叫，然后那个打着远光灯的车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整个过程不过10秒钟而已。当那辆车离去，我们的视线恢复正常的时候，却发现田爱芬和朱大龙都不见了。当时我和秦牧都愣住了，2个大活人就这么不见了。秦牧迅速挂上倒档，想要追赶刚刚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的车，却发现自己掉头之后连对方的尾灯都看不到了。我们下车后便看到地面上躺着2个人，朱大龙倒在路边，人还有点意识，田爱芬是整个人都昏死了过去。这是一场很多人亲眼目睹的车祸，而肇事司机竟然开着车逃之夭夭。我没想到二叔竟然用这种方式替我出气，我顿时震惊了。但是我却觉得这并不能和林一飞的死话等号。就在这时，秦牧却要求查看我手机，他怀疑这一切是我安排的。我死死地护着自己的手机说道：“你又没权利查看我的私人物品，更何况手机是一个人的隐私。”就在我们争执不休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和秦牧同时转过头，李诗雅带着几个人出现在我们身边，特别礼貌地对秦牧说道：“我是迪凯国际酒店的总经理李诗雅，陈凡是我们迪凯的人，我想带他回公司，有点事需要处理一下。”秦牧有点傻了，倔强地仰起头对李诗雅强调说道：“他现在是嫌疑犯，必须跟我回派出所。”李诗雅嘴角微微上扬，身上自带很强的气场问道：“嫌疑犯可以随意被带出派出所？还有你是什么人呢？你的身份是？”秦牧马上意识到李诗雅在故意刁难他，他换了一副语气说道：“我是根据上级要求在带嫌疑犯执行任务，我的身份你可以去查，我是警察，警察有什么权利随意扣押公民？公民是有人身自由的，我建议你先和我们公司的法务律师沟通一下吧，你觉得有必要吗？”秦牧被李诗雅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李诗雅用这种态度和别人说话。之前听李佳豪说过，他姐姐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城府深着呢。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秦牧显得有点稚嫩了，除了徒有一份敢爱敢恨的性格之外，真的没什么城府。李诗雅看了看我，对我说道：“陈凡，先跟我回去吧，有什么问题让公司的律师和他们沟通。”秦牧在身后大声叫道：“陈凡，我知道我拦不住你，但是你能答应我吗？如果这2天有需要，你能在第一时间来派出所配合调查，我们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让你留在招待所住，也是为了保护你。”的确，从去派出所到现在，秦牧一直对我都不错，包括用自己的方法查到朱大龙他们的行踪。我看着秦牧点头说道：“你放心，需要我配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随叫随到。”上车之后，我才发现李佳豪正在充当司机，副驾驶上坐着刘小茹，李诗雅和我坐在了后排。看到我上车，李佳豪把头伸过来，特别兴奋地说道：“陈凡，没想到吧？”“什么意思？”“当然是二哥做的事啊，我都没想到二哥做事这么干净利落，我还想着怎么暴打他一顿呢，没想到啊。”“开车吧。”李诗雅对李佳豪说道，“送我们俩过去，我和陈凡单独聊聊。”酒店豪华套房内，偌大的房间内只剩下我和李诗雅。李诗雅把一杯白开水放在了我面前，先喝点水吧，这几天发生的事我都有听说，我会动用一切关系，想办法帮你澄清事实，不重要了。我看着窗外对李诗雅说道：“就算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错了，但是对于林一飞来说已经没有挽救的可能了。”我苦涩地笑了笑，我已经把很多事都看淡了，别人的误解又能怎么样？李诗雅听了我的话对我说道：“陈凡，你别这个样子，我知道你现在内心很痛苦，换作是我也会很伤心难过的，振作起来吧。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劝你，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会尽自己的努力帮你的。”我看着李诗雅问道：“你为什么要帮我？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朋友而已。”李诗雅摇摇头，看着我说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吧。今晚你就在这里休息吧，明天一大早我还有个会要开，你早点睡。”看着李诗雅走出房间，拿出手机把自己和二叔的微信给删除了几条，躺尸在床上想要早点睡着，却发现自己根本睡不着，于是觉得回家算了。回去才发现林一飞的房间被贴了封条，我在厨房找了袋大米装进奶锅，插了3根烟摆在他门前。深夜秦牧打来电话，朱大龙报案，怀疑车祸是我做的，需要我回去配合调查。我冷笑，他出事时我在你车上，开车的是你，这还要调查？秦牧怒吼，我都怀疑和你有关，你说过随叫随到，是自己过来还是等我们上门带你回到派出所？秦牧正在值班室喝咖啡，身边还有2位北市区派出所的民警，这2位要找你了解情况，不用做笔录。民警说朱大龙说我威胁他，我否认说人在做天在看，你咋没被车撞死呢？这不算违法吧？随后我把朱大龙和田爱芬恶意采访，导致林一飞跳楼的事全说了，最后打趣说不定是林一飞的冤魂报复呢。秦牧插话，我可以作证，案发时他在我车上，我是被他们的事感动，擅自带他去北市区吃鱼，凑巧遇见了朱大龙他们，冤魂报复是子虚乌有，就是巧合。民警说道，你有作案动机，我们不排除你指使他人，后续还需要你配合。好，随时找我。之后我请秦牧去吃了个夜宵，我们聊了许多，他人确实挺好，本身就怀疑我，刚才又还帮了我。结束夜宵后，秦牧安排我住在招待所。第2天，秦牧急促的砸门声把我吵醒。昨晚我们把林一飞的绝笔发到网上，今天时报也报道了，省市电视台都关注这事，你准备好面对记者。妞妞和外婆也来了，妞妞和外婆都很伤心，看到我后就一直哭。之后外婆拿着身份证跪在媒体面前，把我跟林一飞帮他们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此事终于真相大白，由于联系不上林一飞的父亲以及亲人，他的葬礼由公安部门帮忙举办，骨灰本想寄存在火化场，我实在买不起墓地，最后妞妞外婆把他葬在老家祖坟，认他做了孙女。3天后，秦牧约我见面，告诉我田爱芬没抢救过来死了，他再次闻此事跟我有无关系。我故作镇定反驳，你们办案连哄带诈吗？秦牧面无表情道，让驾驶员最近躲一躲吧，那辆车的行驶轨迹已经调出来了，查下去肯定能找到人。说完他起身离开，我纠结要不要通知二叔跑路，又怕秦牧是在诈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健身会所当面找他。我把田爱芬死在医院的消息说了下，他异常淡定，我压低声
声音，让他出去躲几天。二叔沉默不语，我提醒道，我已经被怀疑了，警察可能顺藤摸瓜找到你。他点燃烟，坐在休息区低头沉默，看得出来也有些害怕，毕竟出了人命。你是怎么被怀疑上的？他问道。我给你打电话报告田爱芬的行踪，被秦牧查到了，他怀疑我泄露位置，那天晚上就想查我手机，幸好李诗雅及时出现。今天他找我说田爱芬死了，让我转告司机躲一躲，监控已经查到车辆轨迹了。二叔抬头盯着我，眼里满是不解，他不知道是你，只是提醒我转告。二叔抽完烟起身说道，别担心，最多是肇事逃逸，判不了死刑，能不能查到我还不一定。我拆穿他，其实你知道迟早会查到你，对不对？他看了我一眼，别瞎操心了，赶紧找份稳当的工作，多赚点钱给你爸看病。我前天给家里打了5000块，我要是真进去了，赚钱的重担就全落在你身上。看着他故作轻松的背影，我突然涌起想哭的冲动。生活从未对谁温柔，可我们还是得咬着牙撑下去，忍着。莫少杰低声命令我，像个爷们，动不动红眼睛有意思吗？那辆桑塔纳是套牌，我还戴了面罩，能不能查到我，全看那个叫秦牧的小女警会不会告密。我抬头问，他很重要，目前只有他能联想到你透露行踪给我。二叔冷静分析，你觉得他追查下来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不知道。我点燃烟，低头吸了一口，认识没多久，但能感觉到他有正义感，心直口快。二叔沉默片刻，起身道，去忙你的吧，有空多给爸妈打电话。他说的云淡风轻，可我总觉得像在交代后事。这天我接到警局秦牧的电话，说是妞妞的父亲找到了，但坏消息是他不愿承认妞妞是自己女儿，妞妞母亲还在失踪，我们已经通知他们来所里见面。我担心场面会不愉快，不太愉快，你有空就过来一趟吧，毕竟你功劳最大。半小时后，我到了派出所，门口停着一辆骚红色宝马 X6。秦牧介绍，这是邓启明的车，他就是妞妞的父亲，开宝马 X6的人，怎么能让女儿受这种罪？一言难尽。政委正在给他做思想工作。秦牧说道，接妞妞和外婆的同事快到了，咱们去所长办公室等。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妞妞和外婆到来后，邓启明却异常冷漠。老人看着邓启明，翠兰呢？翠兰她在哪？邓启明轻叹，妈，翠兰3年前就和我离婚了，这些您不知道吗？老人彻底傻了，在场的我们也都很吃惊。邓启明沉着脸继续说，3年前我们协议离婚，翠兰要了妞妞的抚养权，她掏出离婚证放在桌上，离婚后我们就没联系了。我以为她带着你和妞妞过得很好，没想到她抽了张纸，擦了擦眼角，怎么会这样？老人神情呆滞，反复念叨着，翠兰到底去哪了？怎么3年都没有一点消息？之后邓启明带走了妞妞，随之外婆也离开了。中午李诗雅突然约我吃饭，她表示想跟我聊聊她弟的事情。李诗雅拿起红酒倒酒，看似不经意地问，陈少杰是你家亲戚，你叫他二叔，他是我爷爷的养子，就是你清楚他平时都在干什么吗？我突然意识到他大概知道了什么，联想到车祸当晚他和李家豪恰好出现，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我舒了口气，看着李诗雅，你想聊什么直接说吧，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了解下陈少杰。李诗雅淡淡一笑，我和家豪父母走得早，我对他关心不够，他现在跟陈少杰走得近，我想侧面了解下他的人品。我沉默几秒，你放心，陈少杰人品没问题，就是江湖气息浓了点。李诗雅端起酒杯和我碰了下，看似不经意地问，陈少杰是不是坐过牢？因为什么？不会是开车撞过人吧？这句话戳中了我最紧绷的神经，我盯着他的眼睛，他也毫不避讳地回望，眼神像在逼我坦白。我掏出烟点燃，借着动作喘息，没错，他坐过牢，还不止一次。上学时就是派出所常客，前几年打架判了6个月，没听说过他因车祸坐牢。吃点东西。李诗雅适时转移话题，这家的烤鱼很有味道。他顿了顿又说，家豪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他犯事，你能不能跟陈少杰说说，做事别带着家豪。我懂。我低着头，不想看他的脸，虽然漂亮，却让我觉得陌生。陈凡，你工作还没着落吧？要不要回迪凯？不用了，我打断他，林一飞的事了，房东收回了房子，我得先找住处，再从附近找工作。这顿饭吃得很压抑，饭后我谢绝了司机送，我给二叔打电话，问他那天晚上有多少人知道车祸的事，为什么李家豪和李诗雅会在附近。陈少杰起初不愿说，在我坚持下才坦白。我给他打电话时，他正在陪李家豪练散打，出门办事时被李家豪开车尾随，到北市区后李家豪跟丢了，四处寻找时正好撞见车祸。李诗雅来接李家豪吃饭，也看到了现场，想必他早就猜到了真相，只是没说。我意识到李诗雅也是知情人，但她不像秦牧那样有强烈的正义感，只是不想陈少杰带坏李家豪，所以我并不担心他会举报。下午在刘强的帮助下，我搬到了关渡古镇一家清吧的2楼，后面有个小院，从酒吧的后门出来是一个迂回的楼梯，房东叫老周，1楼的酒吧也是他的，但生意惨淡。我洗完澡刚要休息，陌生号码打来，是警察让我去派出所配合调查，还是关于那场车祸。北市区派出所里，民警拿出朱大龙的报案记录，你在现场对朱大龙说过威胁的话？有，我坦然承认，他恶意诬陷我和林一飞，车祸只是身体伤害，他践踏我们的名誉，伤害我们的心灵，我就是要多说几句狠话才舒服。车祸后多久你到的现场？1分钟还是2分钟记不清了，听到有人喊就过去看热闹。案发前你在哪？在秦牧的车里，我们在附近找车位。为什么会在附近？林一飞跳楼后，秦牧不让我去看他遗体，说带我吃烧烤转移注
注意力。案发时你和秦牧在一起，他开车你坐车里。对，民警小声嘀咕了几句，起身道：谢谢你配合，保持联系。最近有出远门的计划吗？我不能离开昆明。不是，随便问问。走出派出所，我没马上走，总觉得秦牧会来。半小时后，他果然开车来了。我躲在暗处，抬头才发现周围全是摄像头。看到周围满是摄像头，我瞬间心虚，脑海一片空白。是出去见秦牧，还是继续躲着？几秒钟后，我决定不露面。一旦现身，民警定会认定我们串供，调取监控也会发现我没离开。我眼睁睁看着秦牧走进派出所，祈祷他别说错话，心跳的厉害。要是我们说的北市区之行目的不一致，后果不堪设想。我甚至想逃，却不知道能逃去哪。40分钟后，秦牧出来上车，我的手机随即响起。我看到你了，你在车里。我先开口，你没走。他问道。我觉得他们也会传唤你，就多等了会儿。你心虚了？我有什么好心虚的？就是好奇而已。别说了，去下个路口等我，我来接你。秦牧挂了电话。我确实心虚，却不想在他面前露怯。上车前买了2瓶可乐，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几分钟后，秦牧开车过来，我深吸一口气上车，递过可乐。我知道你更喜欢可乐，对吧？秦牧翻了个白眼，接过可乐。上我的车还需要给自己打气，这都是心虚的表现。我一时语塞。刑警的敏感细腻果然不同常人，你知道就好，女孩子太敏感不好。我故作镇定。前几天看新闻，一个男的衬衫上沾了口红印，被老婆罚跪键盘，其实是挤公交蹭到的，多冤啊！别转移话题，你为什么心虚？我没有。秦牧太难骗了。见我否认，他冷笑一声。做笔录时，他们问我为什么去北市区，这个问题也问你了吧？你怎么说的？我急切追问，还说不紧张。秦牧反问，你给尾号4400的人打过3分钟电话，我查到了，你调查我？废话。他大声说，我不查清楚怎么交代？你以为否认我就什么都不知道？那是我二叔的电话，出了这么大事，我给他打电话怎么了？我提高声音掩饰心虚。秦牧轻蔑地看我一眼，我要是想查，早就找人核实机主了。他们问我去北市区的原因，我说去吃饭，是我主动带你去的。他们问你要吃什么了吗？问了，我说不记得具体承诺吃什么，只说北市区有好吃的。我拍拍胸脯，还好，我说是去吃烧烤缓解心情。秦牧得意地笑了，你这算是承认了，别想套我话。他笑得更灿烂。陈凡，别在我面前说谎了，我虽是警察，但正义感建立在道德上，不是法律上。朱大龙和田爱芬死了活该，他们对不起林一菲，把利益建立在别人痛苦上，活着只会害更多人。我不得不重新认识秦牧，他的话让我感动，也替林一菲高兴。我最近可能需要你帮忙。他话锋一转，我调查了邓启明和失踪的翠兰，发现很多疑点。翠兰的失踪和他们的离婚都很蹊跷。你说我全力以赴。邓启明现在的妻子党静是迪凯的财务总监，你和迪凯总经理熟，能不能从内部查一下他的工作、婚姻状况？觉得麻烦就算了。好，等我消息。这事不难。由于车祸的事情没过去，我也无心找工作。老周有生意的时候，我就帮忙打下手，兼职赚点生活费。第二天，我把李诗雅约到了酒吧，打算跟她聊聊党静的事。前几天朋友圈妞妞的事你知道吧？她的亲生父亲邓启明是党静现在的老公，这和妞妞有什么关系？3年前，邓启明和妻子翠兰来昆明打工，办了离婚，之后翠兰就失踪了。邓启明说他跟着有钱人跑了，只想要妞妞。李诗雅皱眉，你的意思是翠兰早有离婚的心思，借着买房把婚办了，之后就跑了？我一惊，李诗雅竟听出了更深的意思，女人果然敏感，大概是这样。我倒了杯咖啡。邓启明消失了3年，现在开着100万宝马 X6，他的崛起肯定和党静有关。党静是你们公司财务总监，你不觉得可疑吗？这也不能断定他以权谋私吧？太武断了。查了才知道。我故作镇定，我想调查他们，不光是因为党静，还因为翠兰失联3年了。一个母亲怎么可能3年不联系女儿和母亲？前几天朋友圈全是妞妞的事，她不可能没看到。李诗雅抿了口红酒，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让我怎么配合？陈凡，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无所谓地说，公司现在挺乱，我和李全明貌合神离，明争暗斗的厉害。我爸把公司留给我，不光是愧疚，还因为李全明品行有问题，包养情人、赌博，股东们都知道。最近酒店投诉越来越多，服务用品质量不过关。李全明负责采购，党静管财务。你要查党静，我支持你。需要近几个月的财务收支明细，我私下发给你。每一笔大支出都会经过党静。我傻乎乎地问，任何支出财务都有记录，只是会分配到各个部门。他十分肯定。那先给我3个月的吧。我顿了顿，端起咖啡喝了一小口。其实我怀疑妞妞的亲生母亲被邓启明杀害了。李诗雅微微点头，查吧，我支持你。你之前把迪凯安防部整顿得挺好，保安形象提升不少。要是你没赌气离开就好了。嘉豪也跟你说过吧？我苦笑着摇头，勾心斗角的地方不适合我，职场本就如此，关键看怎么理解。他强调，没有太平的团队，人与人接触就有摩擦，积攒的情绪总要释放。和李诗雅聊了很久，他看问题有独特见解，尤其是企业管理方面，能赢得股东支持，绝不全靠他父亲。第二天上午，李诗雅发来邮件，里面是迪凯3个月的收支明细，总额接近2个亿，月纯利约3000万，日收入过100万。他单独发微信，这份明细不能外传太多，你懂的，传出去我会有麻烦。然后我联系秦牧，我拿到了迪凯3个月的财务明细，每笔收支都经过党静确认，对你有用吧？太棒了，你现在发给我，我马上看。秦牧兴奋地说，等等，我提醒，这份明细只能你看，外传会有人攻击提供的人，他是同情妞妞才帮忙，我们不能坑他。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中午碰个头，具体商量。挂断
断电话，我把邮件转发给秦牧，他有超越职业道德的正义感，做事不按规矩却不越道德底线，我挺信任他。中午我和秦牧吃饭，说他在迪凯的收支明细里发现，他们每个月有上千万开销用于采购酒水、香烟等消耗品。秦牧故意停顿，你猜我发现了什么？什么？供给迪凯烟酒的是同一家供货商，幕后老板就是邓启明。我瞬间明白了邓启明报复的原因，这还不是关键。秦牧拿出笔记本，翻开页面，邓启明名下有几家公司，全是投诉和举报，其中一家烟酒公司2年前就被查封了，可迪凯当时还在从那里进货。你把这个信息告诉李诗雅，他会感谢你的。我不知道怎么开口，给你献殷勤的机会都不会有。秦牧翻了个白眼，我还要继续调查。邓启明的第一家公司是3年半前注册的，那时候他还没和翠兰离婚，即便有心理准备，秦牧的话还是让我震撼又悲哀。或许是为了被玷污的爱情2字，在我心里，爱情就该同甘共苦，不离不弃。陈凡，我知道你不愿接受这样的猜测，但事实要正视。秦牧叹息，我已经放弃找翠兰，全力查邓启明，等拿到铁证，看他还怎么说。只是可怜了妞妞，还需要我做什么？我闷闷地问，暂时不用，有事联系你。他提醒道，把我查到的告诉李诗雅吧，让她有个防备，也算顺水人情。之后我给李诗雅打电话，把党禁以权谋私的事告诉她，她异常平静，只问能不能找到更多证据。我正准备给秦牧打电话求助，李家豪的电话打了进来，语气无比气愤，陈凡你在干啥？不忙过来帮个忙，老子今天要弄死他！谁惹你了？过来跟我去打架，出事我扛。微信发你定位，打车过来，家伙事都准备好了。我劝说无果后，连忙赶了过去。我到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和李家豪年纪相仿的人在等。他递来一根钢管，那几个孙子在酒吧里在等个人，进去就打，别惯着，这玩意打不死人。我掂量着钢管，轻飘飘的，根本伤不了人。家豪到底怎么回事？不能和解。他语气强硬，必须干。我不好再劝。几分钟后又来2人，我们一行6人走进酒吧。8、9点的大学城酒吧正是高峰期，我们进门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角落一桌4男3女也站了起来，就他们，给我干！李家豪喊着冲在最前面，我们拎着钢管紧随其后。这场殴打毫无悬念，结果也一样，我们被片区民警抓走，戴着手铐蹲在审讯室一排。之前扬言出事他扛的李家豪，此刻彻底蔫了。民警简单调查后说，每人罚款500元，通知家人来领走，再有下次就拘留。警察叔叔，我们知道错了，罚款我交，能不能不通知家长？我父母双亡。李家豪急忙说。民警教育道，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父母？有没有孝心？我真没骗你，你查就知道了。民警查证后发现他父母确实已过世，户口都注销了。无奈之下，我打给了陈强。我刚回到家不久，李诗雅带着一脸怒气赶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火。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要带家豪走上歪路？我一脸懵逼，盯着我质问，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带着家豪去打架，还被派出所抓了？这事你敢说没发生过吗？不是，我正要反驳，李家豪慌慌张张跑过来，挡在我面前。姐，你别这样，我们男人之间的事你别参与，帮兄弟出气是应该的，要怪就怪我。李诗雅气得脸色铁青，现场气氛尴尬。李诗雅怒火中烧，李家豪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不起，我当时有点冲动了，不应该叫着家豪一起，我给你道歉，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发生了。陈凡，李家豪满眼感激，却只叫出我的名字。麻烦你和你的家人、朋友以后都离我弟弟远点。李诗雅大声吼道，你们不配和我弟弟做朋友。他拉着李家豪，并警告他不许再跟我们来往。姐，李家豪甩开他的手，你太过分了，怎么能这么说别人？我知道再争执下去，李家豪肯定会说出实情，连忙叫住他，家豪别和你姐闹脾气，听他的话，先回去吧。陈凡，我扬手打断他，回去吧。2天后，秦牧送来第2份调查资料，我很吃惊，他把邓启明注册的所有公司都查遍了，包括用亲人名义注册的，全是皮包贸易公司。这些公司专做酒店用品生意，在党禁的帮助下，邓启明把廉价货卖给迪凯，一个公司只做一笔生意，赚完就消失。等迪凯发现货不合格，根本找不到人，只能高价补货，而他的下一个公司又会冒出来继续坑钱。3年里竟搞了6个这样的公司，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秦牧得意地看着我，把这些给李诗雅，她得欠你个人情。你想吃什么？吃饭就算了，过几天帮我个忙。秦牧狡黠地笑，我爸妈催我找男朋友，你临时客串一下，应付顿饭就行。我妈随和，我爸有点严肃，不用紧张。我撇撇嘴，虽有压力，但也只是陪长辈吃顿饭，无奈只能答应。晚上我把秦牧给的邓启明党禁窃取迪凯钱财的资料拍照发给了李诗雅，我不求感谢，只希望他能手下留情，别揭发我二叔。上次被他骂了后，我们就没联系过，只有李家豪给我发过几条真心话，资料发过去，他没回复。我躺在床上抽烟，满是对二叔的担心。烟快抽完时，我妈打来电话，她很少主动打，怕花话费。妈，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她故作轻松，最近打工顺利吗？挺好的，忙点才能多赚钱，别太累，注意安全。她顿了顿，明天你爸要透析，我把家里下蛋的老母鸡卖了，你想吃鸡蛋就自己买，选透明的新鲜。听着她的话，我心里发酸。妈，前几天发奖金了，我评上优秀员工，发了2000块，我找了个借口，明天打给你，月底发工资我再回家看你和爸。她说着说着哭了，念叨着耽误我，对不起我的心更沉重了。之后我去健身会所找二叔蹭饭，李家豪天天泡在这，身材练得越来越好，见我来了，非要请私教们去酒吧。尹一华觉得吵，提议路边吃烧烤喝啤酒。夜市摊前，我们7、8个人要了2打啤酒，吃到一半，20几个手持棍棒的人围了过来，带头的正是大学城酒吧被我们打的男生。没事的让一让，今天我找他
他指着李家豪，众人目光都落在二叔身上。李家豪起身骂道：“人多吓唬老子，有种单挑，就人多欺负你人少。”对方嚣张道：“我看谁敢多管闲事。”二叔起身道：“哥们，退一步算了，有事喝酒解决，你看行不？”“行啊。”男生走到桌边，倒了杯啤酒，冷笑看着李家豪，跪着把这杯酒喝了，咱俩的事就过了。李家豪顿时破口大骂，啤酒直接泼在他脸上。李家豪抓起酒瓶要反击，对方纷纷扛起钢管，恶斗一触即发。李家豪见状怂了，没敢动手。段文涛更得意了，伸着头指着自己的头：“来来来，往这打！我策划今天很久了，明天拿视频给小琴看，让她知道你多怂，还敢跟我抢女人！你这个死爸死妈的玩意也配！打你只是第一步，你姐的迪凯董事长也当到头了。今天你跪下来求我，我或许能让我爸继续支持他。”周围一阵哄笑，李家豪脸色铁青，手都在抖。我们这边5个男人，我没战斗力，他又怂了，只剩二叔和另外2人，对方却有20几个。提到李诗雅，李家豪终于服软，我认怂，我跪。他腿一软就要跪下，二叔左手抓住他的肩膀，右手抄起啤酒瓶，直奔段文涛的头砸下去。我以为二叔年纪大了会收敛，没想到他比以前更疯狂。酒瓶破碎的瞬间，他箭步冲上前，一脚把段文涛踹出3米远。对方20几人拿着钢管围上来，起初对方仗着人多嚣张，可当有人被二叔开瓢逃跑后，他们气势全崩，纷纷撒腿就跑。我彻底看呆了。尹一华和2个女教练没动手也没拉架，等对方跑光了才递上纸巾。李家豪脸上喜忧参半。段文涛是迪凯股东的儿子，他怕自己的事牵连李诗雅，之前才会服软。打架难逃被抓，二叔让我们先走吧，他留在这等警察。二哥，这是我扛。李家豪挺身说道：“二哥你快点走。”尹一华急了，他知道二叔现在不能进派出所。不用了。二叔叼起烟道：“我和家豪留下，其他人先走，是福不是祸。陈凡你也走，别让你爸妈担心。”他挥手催我，表情不耐烦：“走吧。”尹一华拉着我拦下出租车去了世纪城蝶春苑，这里是高端小区，和滇池春天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到了尹一华的独栋别墅，我在车库看到了那辆桑塔纳，总觉得它不吉利。楼上满是陈少杰的物品，看得出来他们早已同居。深夜我用围巾遮着脸，开着桑塔纳直奔滇池边的废弃堤坝，放下手刹推了一把，车子缓缓沉入水中，这里的水深足够淹没它。凌晨3点进门，尹一华还在客厅等我。怎么样，有没有被人看到？他关切地问。我摇头。陈少杰有联系你吗？你也担心车祸的事吧？尹一华点头。我心里很慌，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第六感这东西没科学依据，却准得可怕。一夜忐忑后，第2天上午，尹一华带我去派出所，想以家属身份解救二叔。民警却告知李家豪已经被家人交了罚款和赔偿金释放，但二叔因牵扯到半个月前的车祸被带走调查。我瞬间慌了，怕什么来什么。为什么突然把车祸和陈少杰联系起来？我接连给李家豪打了3个电话，全是关机。尹一华站在身边，家豪说他只有姐姐一个亲人，你认识他吧？打给他问问情况，总不能在这干等。他的状态比之前平静，无论结果怎样，都得面对，想办法解决。我拨通李诗雅的电话，第1遍没人接，第2遍是小茹接的。你别给李总打电话了，他说不想和你说话。我不打扰他，就想知道李家豪的情况，为什么他出来了？二叔却被牵扯到别的事里。没等小茹多说，李诗雅接过电话，我警告过你，别让二叔带着家豪瞎闹。既然你们不听话，我只能用自己的办法杜绝。电话就被挂了。我对着电话骂了一句，却无济于事。怎么回事？尹一华急切地问。我怀疑李诗雅把少杰撞人的事举报了，麻烦大了。我一边说，一边第3次拨打电话，李诗雅还是不接。尹一华丢下一句，我去想办法，就独自先走了。我心里已有答案，却仍抱着一丝幻想，决定去迪凯当面问清楚。我熟门熟路混进迪凯内部电梯，推开李诗雅办公室的门，我冲到办公桌前，拍着桌子问，告诉我你到底说了什么？李诗雅一脸严肃。李诗雅说，我什么都能忍，唯独不能忍家豪走歪路。我就这一个弟弟，我妈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带好他，要是他出了事，我无颜面对死去的父母，也没办法面对未来的人生。那我二叔呢？我含着泪问。他帮家豪出头挨了打，还被自己人举报要断送性命，你替他想过吗？他真的有错吗？你清楚发生了什么吗？举报的时候，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李诗雅回避我的眼神，望着远处。我不想知道，我只想要家豪有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仅此而已。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我抬起手指着他，一边后退一边说，但愿知道真相的你，良心不会痛。我转身离开办公室，内心的伤痛与绝望难以形容。这个多雨炎热的夏秋，淋湿了青涩年华。我又想起了林一飞，未来的路还很长，我该如何坚强？尹一华的电话打了进来，语气急切。陈凡，把你住的地址告诉我，现在关机，别和任何人联系，等我抽出身就带人找你。切记，在这之前别让官方的人找到你，尤其是民警，他们找不到你就没法让你录口供，千万别跟他们说错话。我握着电话问，你什么时候来找我？要带谁来？我现在就关机吗？尹一华补充道，我家公司的律师晚点见面说，你先把手机关机。自家公司的律师，我有点懵。尹一华家境看来不一般。尹一华来的时候带了个穿灰色西装、提供文包的中年男子，叫他周伯就好。尹一华说，这是周国发律师，咱完全可以信任他。周伯您好，麻烦您了。自家人别客气。周国发坐下后说，我需要了解所有情况，应对后续指控。出车祸那晚，你给陈少杰打过电话吗？我点头，是我告诉他死者会在那里，我只是想让他打那人一顿。没想到周伯发抬手示意我慢说，事发当晚是否给陈少杰打过电话？说了什么？你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吗？我恍然大悟，二叔真的开车撞人了吗？你亲眼看到了？他追问。我摇头，你没亲眼看到，也没人跟你说过，凭什么认定是他？出现在现场就一定有关系吗？那晚少杰在哪？你其实不清楚吧？你们没见过面，不是吗？陈凡，没证据
据的指证不成立。尹一华在一旁说，周伯做了20多年律师，胜诉率99%，有他在，少杰会清白的，你只要沉住气。我用力点头，我懂，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晚饭吃到一半，警察找上门来，不用想，肯定和二叔的事有关。做笔录时，警察不苟言笑，不用我说，你知道找你来是什么事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同伙都交代了，怎么说你自己想清楚。该说的我前几次都讲过了，没什么好补充的，你别嘴硬，我没做什么，不需要宽大处理。我谨记周伯的话，警察问不出什么，让我保持电话畅通。离开时天色已暗，我心里满是焦虑，要是我和陈少杰都被抓了，谁来供我父亲透析？肩上的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第二天，消失2天的李家豪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哭着要解释。我把他扶起来，我知道你重情重义，这事跟你没多大关系，别往心里去。陈凡，你原谅我姐，她太担心我了，怕二哥把我带坏。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可我没想到他这么自私，把我囚禁了2天。我刚跟他大吵一架，你带我走吧，我跟你混，不想回家见他，你帮我个忙。我拍拍他的肩，让他约李诗雅出来说清楚。李家豪家内客厅，李诗雅已经在等，茶几上放着果盘和咖啡。陈凡随便坐。李家豪说道。我坐在李诗雅对面，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他脸上带着愧疚。对不起，家豪已经把事情的起因经过都告诉我了，我不知道是这样。段文涛是狄凯大股东的儿子，我们俩都喜欢小晴。李家豪在一旁补充，上次带你去酒吧打他，就是因为这事，他父亲威胁我姐，说我在闹事就不支持他。后来他越来越嚣张，抢走了小晴，还带人逼我下跪，是二哥帮我出头，我欠他太多了，算了，现在不是道歉的时候。我轻叹一声，看向李诗雅，事情已经这样，无法挽回，实名举报不是闹着玩的。陈少杰本来嫌疑就大，要是被认定有罪，就是故意杀人加逃逸。说到这，我心里一阵酸楚。李诗雅脸色阴沉，懊悔的喃喃自语，对不起。我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杀人偿命，他可能是死刑，死缓或无期，这辈子算是废了，我也逃不掉。我不怕坐牢，但我有很多事放不下。我爸肾功能衰竭，每周要做2到3次透析。我妈是下岗工人，靠卖烤红薯维持家用。我高中毕业后就来昆明打工，搬砖、扛水泥、送外卖，省吃俭用就是想多给家里寄钱。陈少杰和我家没血缘关系，这些年赚的钱都搭在我爸身上，说不定不久后我们俩都要进监狱。烟在燃烧，心头像在滴血，我狠狠吸了一口，忍着眼泪。今天来找你，不是想责怪或争吵，我知道你是为了家好，我是想求你，如果我被关进去，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父母，每个月给他们打几千块钱，让我爸能透析。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但我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等我出来，一定会把钱一分不少还你，我只有这一个请求，拜托了。说着我2腿一弯就要下跪，李家豪一个箭步冲过来，先跪在地上，抱住我哭着说，陈凡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忘你的嘱托，咱爸的病我放在心上，哪怕我不抽烟喝酒，不去夜场，也保证他有钱看病，这是我能做主。从今天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我这辈子认你这个兄弟。李诗雅从沙发上起身，离开时眼睛是红的，尽管她刻意掩饰，我还是看到了。我相信李家豪的承诺，几千块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当天晚上，他坚持要我带他去家里认门，我想着说不定很快就会被抓，早点认门也好，便连夜开车带他回了家，去见我的父母。我和李家豪开着李诗雅的白色路虎回老家，这车是狄凯股东段文涛的父亲送的，想让儿子和李诗雅联姻，把他手里的股份纳入段家。李家豪路上跟我说了不少事，他和李诗雅继承的只有狄凯股份，爷爷把房产存款都留给了大伯李全民的生母，他俩手里没多少现钱。李诗雅会理财，靠爷爷偷偷给的生活费玩股票，这也是爷爷把董事长职位留给他的原因。开了4个多小时，深夜1点才到小镇，我们找了个酒店住下。李家豪不解，为什么不直接回家？我爸早睡了，我妈白天摆摊照顾他，得让他睡安稳觉。这一夜没睡好，我琢磨着怎么跟爸妈说后续的事。第二天一早，我们买了苹果、西瓜和2斤猪肉馅。我妈在街角卖烤红薯，看到我突然回来，还坐着好车，赶忙过来问怎么突然回来了。没等我开口，李家豪上前叫道：“妈！”转头问我：“这是咱妈吧？”我妈愣住了。我解释：“这是我拜把子兄弟李家豪，你把他当儿子就行。”妈，我来看你了，爸在家吗？李家豪叫的真诚，在。我妈彻底懵了。我推起烤红薯车，今天收摊，中午吃你包的馄饨。我买了肉馅，回家后我爸也很高兴。李家豪一口一个爸妈，嘴甜得很。我跟爸妈说他没父母，和姐姐相依为命，爸妈立马同情起来，让他逢年过节带着姐姐来家里。李家豪也不客气，吃完饭抢着洗碗，说当儿子的回家就得干活。我终于有妈了，得过瘾。午后我回卧室休息，这是不足8平米的小房间，曾和陈少杰一起住，墙上还贴着泛黄的《古惑仔》海报，是陈少杰当年的偶像。李家豪看得津津有味，这才是我的偶像，以后跟着二哥混。他又拿起墙上的双节棍，手感不错，磨损这么大，是你练的？二叔的，你喜欢就拿去吧。我说道。他当年练这个把自己脑袋砸了不少包，有次打架，他拿双节棍，17、8个人近不了身，太帅了。回昆明一定跟二哥学。下午我们去菜市场买了水果、蔬菜和肉，把冰箱填满。我总有种交代后事的感觉。晚上吃饭时，我爸问：“你们是不是在昆明惹事了？别自己扛着，说出来能好受点，别多想。”我否认道：“我们挺好的，最近忙项目，这次带家豪认门，我下次回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后让他多替我看看你们。”我爸长叹：“当了一辈子残废，真该早点走，少拖累你们。”我妈立刻打断他：“你谁都没拖累，好好活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夜里，我和李家豪挤在一张床上，以前这里挤的是陈少杰，我早就习惯了。他前半夜不太舒服，后来也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市公安局打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我说在老家，对方立刻警觉：“你是不是要畏罪潜逃？”我下午2点前一定到。我赶忙说道，对方才松口，挂了电话。我心里越发紧张，
回昆明前，我在小镇火车站买了张不记名电话卡，插在李家豪手机上。回去的路上打给尹一华，陈凡你还好吧？他一接通就问，前天连夜赶回家安排了家里的事，总觉得陪爸妈的日子不多了。我轻叹，今天早上市公安局让我下午2点前过去配合调查。陈少杰那边怎么样了？警方已经盯上他了。他接受调查时说错了话。尹一华低声道，我心跳瞬间加速。他说错什么了？严重吗？我下午做笔录该怎么说？他一开始否认离开过健身会所，但监控拍到了他离开的时间，后来又说记不清去哪了。他长叹，警察调取了他手机号的活动轨迹，已经认定他是凶手，就差细节证据了。怎么办？我彻底慌了。我去自首吧，这事都是因为我，你千万别冲动。尹一华急了，少杰和我见过一面，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让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他说你是家里的希望，你爸妈还指望你。现在警方没足够证据定不了罪，我也在找关系想保释他。眼泪忍不住滴落，我哽咽着，华姐我知道了，我听你的，乖，别哭，相信少杰会没事的。挂断电话，我抱着头放声大哭。李家豪把一切都听在了耳里，递来纸巾和烟，不停道歉。我只盼着他能在我和陈少杰出事后照顾好我的爸妈。临近昆明，我还是觉得不妥，又给秦牧打了电话。你终于舍得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要谢我提供的资料？秦牧的笑声传来，咱们先不谈这个。我忍着悲伤，我可以完全信任你吗？我现在很无助。当然，秦牧语气认真，就凭你和林一飞为妞妞做的事，我就把你当好朋友。我深吸一口气，其实你早就知道那起车祸和我有关，对吗？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陈凡，有些事不用说那么清楚，彼此心里知道就好。陈少杰被调查了，警方锁定他当天出现在现场，他被举报被捕了。我继续说，公安局让我下午2点前过去配合调查，我正在路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别怕，秦牧说道，那天我们一直在一起，你给陈少杰打电话闲聊家里事，还顺便提了句要去北市区吃美食，这些我都能给你作证。警方办案讲证据，没足够证据定不了罪。我下午去公安局找你，你大概几点到？我看了看手表，还有1个小时左右，你先过去，我随后就到。秦牧鼓励我，相信我，咱们一会儿见。你确定能见到我？我怕会被关起来配合调查。不会的，秦牧十分自信，咱们一会儿见。挂了秦牧的电话，我点燃一根烟。一直开车的李家豪突然低声问，陈凡，你是不是特别恨我姐？我愣了一下，刚要否认，他抢着说，就这事我也恨他，恨不得打他一顿，但她是我亲姐，一直照顾我，道歉的话没用，我保证咱爸妈我一定照顾好，一定。我看着他点头，客气话不说了，爸妈就拜托你了，至于恨不恨都过去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算他不举报，迟早也会查到。李家豪没再说话，回到昆明，我们没吃午饭，直奔市公安局。他说在门口等我，我让他先回去，没敢说自己可能出不来。这次审讯阵势完全不同，左右两侧45度，各放一个灯箱，4个警察在场，2人提问，1人用 DV 拍摄，1人电脑记录。我顶着压力坐下，有了前几次经验，反倒不怎么紧张。他们翻来覆去问我案发时的行踪，给陈少杰打电话的内容，他是否知道我和朱大龙的过节。我按秦牧说的，在细节上稍作修改。我和陈少杰拉家常，他问我晚上吃什么，我随口说在去北市区美食城的路上，朋友带着随便吃点。调查结束，警察说你也是本案重大嫌疑人，我们要暂时拘留你。我自嘲的笑了笑，预料之中。就在警察要给我戴手铐时，审讯室门被敲响，一个没戴帽子警号001的中年警官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穿警服的秦牧，他还偷偷冲我眨眼睛。几个审讯警察立刻立正敬礼。秦厅长，陈凡的调查做完了吗？秦厅长问道。做完了，他是陈少杰的侄子，我们请他配合调查。警察急忙回应，做完了就跟我们回去吃晚饭。秦厅长说道。完了完了，警察连忙应道，我们只是请陈先生配合调查。秦牧从后面跳出来，挽住我的胳膊，陈凡，给你介绍，这是我老爸。臭丫头，秦厅长笑道，你还有不正宗的老爸？秦牧吐了吐舌头，你怎么不跟我爸爸问好？秦叔叔您好，第一次见面在这种地方有点尴尬。我连忙说道，没什么不好的。秦厅长笑道，你先跟木木回家，你阿姨做了菜，晚上咱俩好好聊。原来秦厅长真把我当成秦牧的男朋友了。上了秦牧的车，他抱怨道，你个没良心的，上次说好假扮我男朋友，怎么就关机失联了？我不是躲你，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我解释道，你爸爸也没那么凶啊，那是在外人面前。秦牧哼了一声，晚上你小心点，他刁难人的手段多着呢。不过你只要让我妈喜欢你，我爸就发不了脾气。怎么讨好你妈？超过200块的伴手礼我可买不起。我挠着头问。秦牧翻了个白眼，我家不缺伴手礼，讨好我妈的办法只有一个，在她面前把我照顾好，这不用我教你吧？一路堵车，到秦牧家小区时已经4点半，心里忐忑，但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秦牧家住的是电梯入户的复式洋房，电梯里他看出我紧张，挽着我的胳膊笑道，自然点，就算是赝品也要装得像真的。你以前怎么跟女朋友相处，今天就怎么对我，把表演发挥到极致。可我还是紧张。秦牧翻了个白眼，进门就看到中年女子在打扫客厅。妈，她喊了一声，转头对我，陈凡，这是我妈。我连忙问好，阿姨好。秦牧的妈妈格外热情，拿出拖鞋，早就让木木带你回家，这孩子总找借口，谈个恋爱还偷偷摸摸的，我不带他回来是觉得能找到更好的。秦牧换上卡哇伊的拖鞋打趣道，得了吧。秦牧的妈妈数落他，你能嫁出去我就烧高香了，还挑剔。我看陈凡就挺好。他转头对我，陈凡随便坐，阿姨给你洗水果。阿姨不用麻烦，我很少吃水果，我吃。秦牧一副大小姐模样，我要吃昨晚的苹果，等着。秦牧的妈妈去了厨房，客厅只剩我们俩，你在这坐会儿，我进去换衣服。他说道。我凑到他身边小声问，既然是情侣，不邀请我进去看你换衣服？换来秦牧一个大大的白眼。我瞥见客厅角落的跑步机、哑铃和沙袋，脑补出他穿紧身衣戴拳击手套的样子，挺性感也挺有力量感。几分钟后，秦牧换好衣服出来，他妈妈也端着果盘走来。
秦牧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我削皮，这孩子真是被我惯坏了。秦牧的妈妈嘴上不满，语气里满是溺爱。我微笑着接过苹果和水果刀，慢慢削皮。他妈妈和我闲聊，只说秦牧调皮，脾气倔，让我多担待，压根不问我的学历、工作和家庭。秦牧偶尔反驳2句，他妈妈根本不理会。我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秦牧盘腿坐在沙发上打王者荣耀，张嘴示意我喂他。我照做的同时，也切了一半递给他妈妈，阿姨您也吃，我下午吃过了。他委婉回绝，你看他木木真惯坏了。他转头对秦牧，别玩游戏了，陈凡第一次来，你陪陪人家，妈去楼下买点菜，陈凡晚上在家吃。我话没说完，秦牧大声道，陈凡喜欢吃红烧鱼，我看是你想吃了吧，馋死你。秦牧的妈妈笑着说道。秦牧笑了起来，陈凡你先坐，我去超市买鱼，很快回来，等等我，一起去。秦牧放下手机起身，你去干什么？就知道添乱。他妈妈鄙夷道，我就要去。无奈我也跟着去，充当了一下司机。回到家，秦厅长也下班了，面对他，我不自觉的紧张，或许是因为陈少杰的案子心虚，他没问我的学历、工作、收入和家庭，只问我会不会下象棋。我棋艺不精，但下得慢，会认真分析棋局。他总说慢慢思考，别着急。一盘棋下了近1小时没分胜负，就被秦牧妈妈叫去吃晚饭。吃饭时，秦厅长问我喝不喝酒，我委婉回绝，和秦牧一起喝果汁。我全程充当半个服务员，给秦牧夹菜，尽量表现得称职。饭后，秦牧拉着我去散步，我提前告辞。那盘棋成了残局。电梯里，我松了口气，大小姐，都出你家了，不用抓这么紧吧？秦牧调皮的笑，给你点个赞，专业级演员，谢谢啦。你爸妈可能已经发现我是赝品了，不然怎么不问我的工作、收入和家庭？不会的，你演得很好。他不在意的说，我爸妈希望我男朋友进公安系统，所以不关心你现在做什么。真确定关系了，他们会给你找个体面工作。这话让我有点心动。有个公安厅厅长老丈人确实不错，但也只是瞬间的自我陶醉。秦牧开车把我送到关渡古镇停车场，接着他便回去了。第二天，秦牧带着汉堡炸鸡来我家。关于二叔的事，他又有了点子，没证据就无限期扣押嫌疑人，于理不合。他让我利用网络的舆论帮二叔，可我根本不认识做自媒体的人，只能想到李家豪。电话接通后，他惊喜叫道：“陈凡，你醒了？你现在忙吗？有件事想跟你说。”“忙着呢，我得守在这不能走。”“干嘛呢？”“手术室门口啊。”他顿了顿，“咱爸在里面做手术呢，快结束了。”“咱爸做手术？”我一脸懵逼，“我爸怎么了？做什么手术？”“嘿嘿，是咱爸。”李家豪纠正，在做肾移植手术，成功后就不用每周透析了，换肾才是治本。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啊，他自豪感爆棚。这1星期我没闲着，找肾源联系医院，3天就找到合适的肾源，谈好价钱，带医生验货，马上接咱爸来上海手术。我办事效率够高吧？回头你得请我撸串。家豪，你没开玩笑，这种事能开玩笑吗？我和爸妈现在就在上海，我骗他们说你最近忙，等手术完你就来。换肾手术加肾源，不得40-50万，钱的事你别担心，咱爸很快就健康了。下周我们回昆明疗养，确定没有排斥反应再出院。他顿了顿，妈从厕所出来了，我把电话给他。10几秒后，我妈的声音传来：“陈凡是你吗？妈，家豪带你们来上海做换肾手术，你怎么不告诉我？”我妈惊讶，家豪说：“你知道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没事，你先陪爸把手术做完，我明天就赶过去。来回机票贵，这边吃住也贵，我能照顾好你爸，你老实等着。电话费也贵，还要和家豪说什么吗？给他吧。”电话回到李家豪手上，他笑着问：“怎么样？没骗你吧？”我深吸一口气，哥们，谢谢你，这笔账我记下了，以后你让我做牛做马都不推辞。哈哈，做牛做马就算了。他话锋一转，不如你做我姐夫怎么样？实话告诉你，找肾源联系医院这些都是我姐想到并牵头做的，我就是陪着爸妈来手术。你要谢就当面谢我姐，考虑一下呗。我姐那么漂亮，你当姐夫也不吃亏。我知道李家豪说的当姐夫是玩笑，帮我爸安排换肾手术这种大事，他肯定搞不定，多半是李诗雅牵头做的。他做事靠谱，比李家豪成熟得多。放下电话，我琢磨着该怎么谢李诗雅。秦牧拿起最后一个鸡翅，听你打电话，你父亲在做手术，李诗雅帮忙安排的，估计是心存愧疚吧。秦牧微微一笑，若不是他举报，警方也不会盯上陈少杰，就当他花钱买安心。话虽如此，我还是感激李诗雅。想拿起汉堡时，才发现全家桶里只剩主食，鸡翅鸡腿全被秦牧吃了。他察觉到我的目光，嘻嘻笑道：“不好意思，我也没吃午饭，忘了是给你买的。”这古灵精怪的性子倒挺招人喜欢。秦牧陪了我2个多小时，之后便离开了。我心里百感交集，不管李诗雅出于什么目的，这份情我记下了。我几次想给他打电话道谢，却都没勇气。上次他骂我带坏李家豪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后来虽在他家见面，他也没多交流。听完我的诉求就回了卧室，我们之间终究有隔阂。思考一晚后，我决定去迪凯酒店找李诗雅当面道谢。刚到办公层，就遇见了急匆匆的高旭。你怎么来了？找我还是找李总？都找。找李诗雅道谢，找你约晚上喝酒，吐槽心里的苦闷。我劝你晚点找李总吧。高旭压低声音，他摊上大事了，上午开董事会，下午开员工大会，说是他挪用公款被降权了，李全明要趁机抢董事长职位。高旭左右张望，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俩去3楼星巴克，边喝边聊。我要找李诗雅，晚点再说。高旭急忙提醒，
信，段静南在他办公室呢，就是段文涛他爸，你现在去肯定见不到人。我只好跟着高旭来到星巴克，在角落坐下。今天的董事会是李全明发起的。高旭压低声音，财务总监党静举报李诗雅上周挪用了80万公款，李全明趁机提议降他的权，超过50万的花销要董事会半数同意才行。现在详权已经定了，不过有股东给了他3天时间，解释清楚钱的用途就能撤销决定，50万就要申报，这董事长不就名存实亡了？我挠着头说，差不多。高旭抿了口咖啡，公司派系斗得厉害，党静是李全明的人，还有几个股东跟着他，但也有大股东挺李诗雅。下午底层开会还特意强调财务支出要发票和领导签字。正聊着，党静走进了星巴克，坐在我的斜对面打起电话。明总你放心，我有李诗雅的邮件，上面是他的银行卡信息，80万确实转过去。他说道，这笔钱他赖不掉，1个多星期了，发票和回执单都没有。我既然敢举报，就已经堵死退路。明总你可不能忘了我。停顿了几秒，他又说我懂，各个部门负责人的用款记录我都有，真要深究谁都脱不了干系，咱们静观其变就好。账目我都做好了，你要谁的财务信息，我随时给你。党静挂了电话，我小声问高旭，他这是要威胁其他职员？高旭点头，做了个虚的手势。公司水深得很，李全明这伙人是铁了心要推翻李诗雅，80万的铁证都在党静手里，他这明显是给对方留了把柄。等党静离开，我们才回到迪凯办公层。高旭去上班，我来到李诗雅办公室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他的助理刘小茹，一脸不友好，你来干什么？谁啊？李诗雅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就是那个上任3天就被撤的陈部长。刘小茹瞪了我一眼，让他进来吧，我们单独聊聊。李诗雅递来一杯水，面带微笑，其实我该早点找你道歉，嘉豪把那天打架的缘由都告诉我了，我很后悔，如果你们打的不是段文涛，我或许不会失去理智举报陈少杰，对不起，谢谢。我看着他，我这次来是专程道谢的，如果不是你，我爸根本付不起30-40万的换肾费用，我不想亏欠你，但我现在确实没钱还你。说到这，我一时语塞，换做秦牧，我肯定会玩笑似的回，以身相许行不行？但对他这话实在不合适，怎么不说话呢？他追问，我憋红了脸想说，有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可想到自己没什么本事，说这话太虚伪，索性就不说了，更多的还是感谢。李诗雅微笑道，那我就得客气说一句，有你这句话就行了，酒桌上不都这么说吗？我轻叹，你别调侃我了，我知道你帮我爸付换肾费，多半是为了减轻自己的愧疚。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没良心的家伙，随便你怎么想，你不是想谢我，不想欠人情吗？现在下楼给我买个香草味的可爱多，买回来这事就扯平了。我惊讶，真这么简单就扯平？不然呢？他调侃，那请你回迪凯当安防部部长。这个话题太沉重，我索性下楼买可爱多，拿着可爱多回到办公室。李诗雅正趴在桌上拖着下巴发呆，我把冰淇淋递过去，诺，香草味的。他抬起眼皮，小心翼翼撕开包装，伸出粉舌舔了一下，露出满足的笑容。我问满足了吗？超级满足，我最喜欢可爱多了。他眯起眼睛，陈凡你最喜欢吃什么零食？我摇头，小时候没什么零食记忆，非要选的话就是5毛钱1包的辣条，吃的满手是油。以前二叔总抢别人的零食给我，我俩的零食都是这么来的。李诗雅满脸不解，她没法理解男孩子吃零食还要抢。吃完可爱多，李诗雅突然问陈凡，你下午有事吗？怎么了？我带你去月亮湾。我后来才知道，月亮湾有个特别的娱乐项目，蹦极。早知道是这，我死也不会来。我从小恐高，站在100米高空往下看，头晕目眩。李诗雅绑好装备，看着我道，你不试试？风在耳边呼啸的感觉，能让你忘记一切烦恼，像重生一样。疯了！我提醒他，万一出安全事故怎么办？真就彻底空白了。他嘴角上扬，洒脱地说，真出事也挺好，活着这么累，来场意外离开也不错。说罢张开双臂跳了下去，我紧紧抓着护栏往下看，他的身影越来越小。小伙子，要不要试试？很刺激。工作人员问道。很多人来蹦极是想感受死亡瞬间的想法，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他继续说，刚刚跳下去的姑娘常来，以前都是一个人，今天带你过来，我还挺吃惊。她经常来找死。我问，都是压力大来释放的。工作人员笑道，不，我可没活够，赶紧打消念头，只想快点离开。半小时后，我再次见到李诗雅，总觉得她有哪里不一样，却又说不上来。她喜怒不形于色，给人的感觉却时刻在变。回昆明的路上，她主动聊起陈少杰，问我有没有补救办法。我随口提了一句，朱大龙用自媒体施压，我们或许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只是随便聊聊，没想到第2天，昆明几个本地热门自媒体账号同时发了推文，瞬间把这事推上了风口浪尖。其中一篇内容写得格外有内涵，一篇自媒体推文直接引爆话题，标题刺眼，本地市为增阅读量，逼死救助妞妞的林一飞。林一飞跳楼的事本已平息，这篇推文却让他重回公众视野。文中不仅咬定是本地市的推文逼死了林一飞，还附上了详细分析，有理有据。另一篇推文则人肉了朱大龙和田爱芬，曝光田爱芬因车祸去世的消息，舆论却一边倒的认为他死有余辜。这2篇推文时机选得极巧，都在本地市发文后推出。微信公众号一天只能发1次推文，朱大龙即便想解释，也得等半夜12点后，这就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引导舆论。第2天还能针对他的狡辩继续抨击。不用想，这肯定是李诗雅的手笔，我又欠了他一个人情。事情越闹越大，第3天舆论就指向了二叔，警方没有足够证据定罪，只能暂时放人。我本想在二叔出狱当天去见他，却被尹奕华制止，说他现在处境敏感。秦牧也打电话提醒我，最近别和陈少杰走太近，打电话也别多说。刑侦手段远比想象中高明，用自媒体给警方施压这个办法，本就是秦牧教我的，他最清楚警方的软肋。下午挤公交车的时候，啪的一声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厉声喝道：“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我循声望去，怎么也不敢相信，竟然在
公交车上遇见了李诗雅，第一时间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她怎么可能坐公交车？被她打了耳光的男子是一个30岁所有的四爷，李诗雅这一巴掌差点把他的眼镜打掉。男子先是愣了一下，估计是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有点下不来台，硬着头皮反驳道：“谁摸你屁股了？你有证据吗？”李诗雅被男子的话再次激怒，她扬起手就要打第2巴掌过去，但是手还没碰到男子的脸呢，就被男子抓在了手里。男子抓着李诗雅的手腕举得很高，还对身边的人说道：“大家都看到了，这娘们动手打人，还诬陷我摸她屁股，大家都看。”他的话就此停止，说不下去了，因为我的拳头已经迎面打在他的脸上。男子吃痛松开了李诗雅的手，捂着鼻子后退了2步。我用半个身子把李诗雅挡在身后，看着男子问道：“人家说你摸他屁股了吗？你自己反倒是心虚了。”一个乘客鄙夷地看着男子说道：“长得就一副猥琐的样子，臭不要脸的公交咸猪手，打他！”不知道谁在人群里面喊了一句，距离男子最近的一个人抬腿就是一脚，周围的人抬脚踹的人还真不少，但是真正下狠手去打的几乎没有。男子被踹到公交车的最前门，躲在上车门的位置不敢动。后来的群殴我就没怎么参与了。李诗雅很委屈地站在我身边看着这一切，我是想带她去我刚刚坐的那里，发现那个座位已经是不属于我了。车子停靠在正义方公交车站，被踹的男子从前门冲下车，灰溜溜地逃开了。也有几个乘客从后门下车，空出了位置。凭借我多年挤公交的经验，很容易的在车上帮李诗雅找了一个位置坐下，自己则是站在一边，2只手分别按在前排和李诗雅坐的椅子上，不让其他乘客靠近李诗雅。她坐在椅子上仰着头看我问道：“你这是什么动作？你傻吧？”我真是有点郁闷了，对李诗雅说道：“我这个动作不是把你圈在里面吗？防止别人的咸猪手再伸向你。你现在可以把我当成是你的护花使者。”李诗雅不屑地翻了翻眼睛，对我说道：“我实在是没办法把你这个姿势和护花使者4个字联想在一起，我感觉你更像是要抓猪的样子。抓猪？你是猪？”李诗雅发现自己说错话，直接放弃和我争辩了，把头扭向窗外，不准备搭理我了。我站在李诗雅身边问道：“你坐公交，这是在体验生活吗？”李诗雅很自然地说道：“我就是在体验生活，不行吗？咱能好好聊天吗？好像咱俩见面就要小吵上1-2句，要不你和我聊聊刚刚被人摸屁股的感觉。”李诗雅转过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看着窗外，都不愿意理我了。我不就是随便和她开个玩笑，至于吗？公交车晃悠了6-7站，临近李诗雅住的小区，她起身对我说道：“让开，我要下车了。”你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说话，态度能不能好那么一点点？救命恩人？李诗雅嘴角扬起一丝鄙夷的冷笑：“你救我什么了？帮我打跑一个色狼，那这不是事实吗？如果要是有人帮我打跑一个色狼，我肯定请他吃顿晚饭。下车，对我说的吗？那你觉得呢？”我屁颠屁颠的就跟着李诗雅一起下车了。小区附近有一条商业街，下车之后，李诗雅就带我直奔商业街走去，一边走一边问道：“想吃点什么？我一个人在家也懒得做饭了，随意。”我调侃李诗雅说道：“反正你别让我交钱就成，吃啥我都不介意。”我说这话的时候，商业街上行走的路人都投来鄙夷的目光，估计很多人都在想，这人怎么能说出这么厚脸皮的话呢？李诗雅彻底无奈了，对我说道：“你能不能有点正形？”我2手一摊反问道：“怎么了？我的形象有什么问题吗？”李诗雅轻叹一声，右转走入了一家吃韩国烤肉的店，选了一个卡座，对我说道：“就吃这个吧，实在不想带着你在街上多走一步，丢人。你已经用无情的言语打击了我一路，我大人有大量，不和你一般计较。”李诗雅压根就不想和我聊这么没趣的话题，一边看着菜单一边问道：“他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最近事情太多，我都没怎么工作，每天有空就做兼职。”陈凡说：“真的，你有没有想过回迪凯工作？其实公司高层领导有很多人对你是认可的，别看你只工作了3天，整个安防部的风貌都改变了。现在保安部的部长是何大壮，曹有为已经被我开除了。”说到这，李诗雅合上了菜单，看着我认真的说道：“陈凡，我觉得今天咱俩应该好好谈谈了。”我和李诗雅相对而坐，她神色严肃，全无玩笑之意。2件事，她开口道：“还是以前说的，我管不住嘉豪了，但你能不能跟陈少杰说，别带着他打架？他要是有个3长2短，我该怎么办？上次打架不怪陈少杰，但我就是担心。”明白，我说道。第2件事是什么？第2件事关于你，我挺希望你能回迪凯的。我难以置信地盯着他，想从他眼里找到答案，不用怀疑我的诚意。李诗雅解释：“我觉得你有能力，上次你只工作了3天，多数保安对你评价不错，说你有想法，有领导能力，能让人佩服你的做事风格，要不要考虑回来？现在找份合适的工作不容易，要是只求每月3-5千维持生活，送外卖、当保安都行。我没有看不起这些工作的意思，只是觉得做事该考虑长远发展，而不只是为了几千块。你觉得呢？”这番话很中肯。我以前只想着多赚钱给爸看病，从没考虑过稳定和发展，此刻心里颇受触动。沉默片刻，我点头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说的都对，容我考虑考虑吧。”之后我们聊到学习，他问我：“你上学时学习很好吗？”高考语文只考了60多分，作文没写，总分有600多。李诗雅眼睛瞪得极大，满脸不敢置信。我们边吃边聊了近1个小时，临走时我诚恳地问他有不懂的能不能请教，他告诉我随时可以，前提是要请他吃饭。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感觉和李诗雅的关系变得有点不一样了。2天后的上午，李家豪突然打电话，换肾手术很成功，排斥现象不明显。我们下午1点到长水机场，你过来接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我第一时间打给二叔报喜，结果他早就知道了。李家豪还是更信任他。吃过午饭，我赶到长水机场国内到达出口，尹一华依偎在陈少杰身边，不远处的椅子上，李诗雅一个人坐着看文件。他们明明认识，此刻却装作陌生人。陈凡，你来了。尹一华先打招呼，我看向二叔，是不是要打算重新做人了？滚犊子！他骂了一句。我走向李诗雅，他直到我站在面前才抬头，自然的捋了捋头发。接到家豪的电话了吧？他收起文件，现在你爸爸的病控制住了，你应该轻松不少。
少吧，谢谢，我发自内心感激。我妈包的饺子特别好吃，等它稳定了，你去我家，我让妈妈给你包。好啊，李诗雅一口答应，说话算数，这事就这么定了。话音刚落，李家豪带着我爸妈从出口出来。二哥，华姐，我们回来了。他高声挥手，大哥，二叔迎上去。我对李诗雅说，我们过去看看。李诗雅跟着我上前，二叔把尹一华介绍给我爸妈，聊了几句，我才开口，爸，感觉好多了吧？多亏了家豪啊，要不我后半辈子彻底废了。爸满脸感激，爸，李家豪叫的亲切，你别谢我，联系肾源都是我姐做的，我给你介绍，我姐诗雅。爸激动地说，孩子，叔叔谢谢你了，叔叔您客气。李诗雅笑道，家豪和陈凡投缘，当了你们干儿子，咱们都是一家人，千万别这么见外。就是，李家豪附和，爸你别客气，咱别在机场耗着了。二哥走，先找地方吃饭。我们5人去到停车场，竟然发现李诗雅开的是接待用的别克 G28。李家豪惊呆了，姐，你怎么开这个车？路虎呢？提示该做保养，我让人送 4S 店了。不可能，李家豪反驳，我走之前才做的2保，怎么会提示保养？是不是和别人擦碰了？不小心碰了一下，小问题。李诗雅顺着话题说。李家豪没再追问，我拦住要去主驾驶的李诗雅，你开不习惯这车，我来开吧。他犹豫了一下，把钥匙递给我，那你来吧。我接过钥匙，盯着他的眼睛问，告诉我，你挪用公司的钱是不是给我爸换肾了？你的路虎根本没在 4S 店，是被你卖了，用这笔钱填补公款，对不对？李诗雅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反问道，这些和你有什么关系吗？他没再给我追问的机会，绕过车头走向副驾驶，回到市区吃了顿简单的午饭，便去医院办理住院疗养手续，所有费用都是李家豪结清的。医生说要住院观察1周到半个月，我爸妈觉得没必要，李诗雅和李家豪却坚持不同意。安顿好爸妈，他们俩先走了，我留在病房陪着。爸坐在床上说，医院说7天拆线，拆完再观察7天，要住足半个月，在上海都折腾10几天了，回昆明住3天就行，别花冤枉钱。爸，我劝道，手续都办了，先住1周，没问题再想回家的事。这些年你被病折磨，最后几天就安心住着。儿子，爸小心翼翼地说，这次去上海花了不少钱，光手术就60多万，还不算机票住宿。我和你妈商量好了，回家把房子卖了，不够的再想办法。卖了你们住哪？我急了。妈在一边说，房子就是个住处，我俩去棚户区租个30-40平米的小房子就行。你和少杰总不回，房子大了也空得慌，这事就这么定了。爸打断我，以前想着我不在了，给你妈留个窝，现在病好了，还怕赚不到钱，你不用发表意见，我比你还倔。当年你不上大学不也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彻底没话说了，这真是我亲爹。晚上陈少杰和尹一华来了，陈少杰买了一大堆爸爱吃的东西，尹一华给妈送了个大红包。我把陈少杰拉到病房阳台，确认没人听见，小声问，现在风声还紧吗？我都不紧张，你紧张什么？没足够证据他们不能把我怎样，得表扬你。那辆桑塔纳处理的不错。我挠着头笑，那天去华姐家，看着那车不顺眼，连夜弄走了。安全吗？安全。我说道，滇池这季节水面绿油油的，污染又严重，什么时候清澈了才能看到？到时候车早腐蚀的认不出来了。陈少杰左手插兜，右手夹着烟，看着窗外，这事以后别提了，警察在找你，就按以前的说。最近跟警察打交道多了，应付的游刃有余。我笑道，他没说话，那份镇定是我比不了的。我忍不住问，你知道警察怎么找上你的吗？知道。陈少杰平静地说，家豪都跟我说了，他说的云淡风轻，没打算多聊。我试探着问，你一点想法都没有？不怨恨李诗雅？怨恨当然有，而且很大。他坦然道，但我能理解他的想法，理解不代表原谅，不原谅也不代表要报复。你爸的肾是他出钱换的，这几十万咱俩要赚10年8年，做人要懂感恩，我能处理好，就算不是朋友，也不会变成敌人。我松了口气，你能这么想就好，我还担心你性格倔强会做出格的事。陈少杰转过头鄙夷地看我，我性格倔强不代表没脑子，没人情味，你个 low 逼，要不是打不过他，我真想揍他一顿。尹一华和我爸妈聊得很开心，我想留下来照顾，被陈少杰和爸妈一起赶走了。他们担心我明天上班没精神，我没多解释，有陈少杰在挺好。我也想早点开溜，不是去休息，是突然很想找李诗雅，哪怕只是面对面坐一会儿，具体聊什么我还没想好。我来过李诗雅住的高档小区，门口保安拦住我说必须让住户解锁门禁才能进，正琢磨要不要打电话时，李诗雅坐着摩的来了，胳膊上挎着古驰包，下车给了驾驶员10块钱，对方找了他5块。他看到我愣了下，你怎么不在医院陪爸妈，跑这来干什么？你心可真大，挎着古驰包坐摩的就不怕被抢？我双手抱胸，李诗雅捋顺长发别在耳后，你觉得坐摩的女孩挎的古驰能是真的？劫匪会冒着风险抢个10几块的地摊货？我竖起大拇指，算你狠，你以为劫匪都不长脑子？他拿出门禁卡，带我走进小区，微风吹来他的发香。我转头问，我来就是想弄清楚，你是不是把路虎卖了给我爸换肾？是啊，他回答得很随意。我和家豪只有迪凯的股份，每月就靠薪水生活，没70-80万存款，只能先卖车。你是先挪用公款，被发现后卖车填补，对吗？李诗雅停住脚步，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这么做？就为了给自己买个安心。说完我就后悔了，这话太过分。他继续往前走，你不用管我的目的，也不需要知道，我又没让你还钱，你紧张什么？我拉住他认真道，谢谢你，不管你是什么目的，我都发自内心感谢。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但我想为你做点什么。李诗雅看了看我的脸，又瞥了眼我抓着她的手，你可别说是以身相许，我承受不起。我赶紧松手，我是认真的，你别不当回事。他摊摊手，你别把家豪带坏就行，别无他求。说完转身往楼栋走，走了几步他停下回头，想什么呢？不上来坐会儿？不了，看到你就放心了，我该回去了，晚安，随便你。他优雅转身消失在视线里，我至今搞不懂他帮我的真正原因，是买心安还是后悔？得不到确切答案，只能作罢。离开小区，我奢侈的买了包22块的红盒，算是庆祝父亲康复。
点燃烟，我拨通秦牧的电话，他的方言搞笑彩铃响了10几秒才接通，第一句话就是陈凡怎么样，好不好笑？你就是那只猪，什么猪？我疑惑，你没听彩铃？他有点失落，不行，你得重新听。说完就挂了，我无奈再次拨打，接通后赶紧说，我听到了，我就是那只猪，别挂了。秦牧笑道，这么晚打电话，肯定有事吧？你就这么确定？当然，他毫不客气，你哪次主动打电话不是有事？没事，连我朋友圈都懒得点赞。仔细一想，还真是，我有点脸红，原本准备好的话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了。秦牧长叹，算了，不和你计较，说吧，这次又有什么事？秦牧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握着电话战战兢兢道，要不我请你来酒吧听音乐吧？奇怪，秦牧喃喃道，人家请客去酒吧都是喝酒，怎么到你这就变成听歌了？不该是喝酒吗？我说道，我怕我说请你喝酒，你会担心我对你图谋不轨，比如灌醉你骗去酒店开房。放心，秦牧潇洒道，你喝不醉我，就算喝醉了，我也不会轻易跟你去开房。发地址过来，今天刚好有空，我把酒吧的地址发给他，这里环境清幽，更像清吧，小吃和啤酒几乎免费，洋酒也只收成本价，不用担心被宰。说吧，秦牧捧着扎啤杯，见面可以直接说了，你要和我说什么？帮我搜集党静和邓启明坑狄凯前的证据，我很需要。秦牧翻了翻眼睛，我记得以前我主动给你，你都爱答不理，现在怎么要我帮你搜集？如果我没猜错，是李诗雅让你帮忙的吧？不是。秦牧提高声调，小陈凡，你可别撒谎，你很笨，撒谎会心虚，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没撒谎，我坦然看着他，是我主动想帮李诗雅。我爸得肾病多年，一直靠透析维持，我没本事，在昆明混了4年多也没赚到换肾的钱。前段时间陈少杰帮李家豪打架，李诗雅误以为是陈少杰带的头，一气之下举报了他。我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陈少杰被查大概率是死刑，死缓或无期，我也脱不了干系。我跟李家豪说，我们被抓后只求他照顾我爸，每周给点透析费，等我出来再还。后来李诗雅把我爸送到上海做了换肾手术，这笔钱是他挪用的公款。党静和李全明趁机攻击他，召开董事会降了他的权，他没办法，卖了路虎车填补公款。我觉得该为他做点什么，这就是初衷，没撒谎。秦牧认真听完，陈凡，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这很符合你的性格，别人对你好，你就加倍回报。我以前查过邓启明的资料，都能当证据，回头我再详细查下交易信息，整理好一起给你。谢谢。我说道，咱俩萍水相逢，你无数次帮我，我除了说谢谢，也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秦牧眯起眼笑，有啊，你要经常跟我回家，应付我爸妈。上次就吃了顿饭，我妈对你好感爆棚，一直催我带你回家。你什么时候有空跟我回家溜溜呗，就当哄我妈开心了，也省得她一直在我耳边念叨。你放心，我不会打扰你追求李诗雅的。啥？我惊叫道，我追李诗雅？你别没事乱点鸳鸯谱好不好？我什么时候说我追求李诗雅了？你在哪道听途说的？秦牧骄傲地说道，还需要道听途说？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聊起李诗雅的时候，眼神总是那么温柔，说话的声音都情不自禁地压低了一些，自带温柔感。尤其是你说到李诗雅为了你卖掉路虎车的时候，更是满眼的感动。别以为这些小细节我看不出来，估计你自己都没感觉得到吧。所以我很确定，作为我的赝品男友，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加油，把你的女神追到手。我翻了翻白眼说道，荒谬，你完全是在胡乱猜测。秦牧笑道，某些人还是处于半傻状态，你就继续当你的半傻吧，我会尽快把你先要的资料给到你，你答应我的事也别忘记。成交，我就把这个赝品男友当到底，祝你也尽快找到一个正品。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话题随意。回到住处洗完澡，我给高旭发语音，问狄凯最近针对李诗雅的动静。陈凡，你不给我打电话我都要打给你。高旭兴奋道，狄凯这几天要出大问题。怎么了？李诗雅挪用公款的事爆出来后，股东支持率明显下降，李全明趁机指责他，公开拉拢高层站队。我打断他，难道真有人跟他？没这么简单吧？李诗雅已经被降权了，有名无实。高旭解释，大家都看到了李全明的根基，他的威望反而涨了。我琢磨着，站在客观角度，大家确实会对李诗雅失去一些信任，毕竟他挪用公款错在先。我就想不明白，他怎么敢在这个时候挪用公款？高旭长叹，党静是李全明的人，财政大权在他们手里，这不是断送自己对狄凯的控制权吗？得不偿失。听他这么说，我才意识到李诗雅为我冒了多大的风险，他肯定想过后果，却还是做了。第二天，我去到警局门口找秦牧，他把档案袋丢给我，你要的证据都在这里，足够证明党静、邓启明和采购部经理串通坑钱，怎么用你自己研究。我该做的都做完了，你答应我的事呢？今晚我买2只火鸡去你家。不行，秦牧瞪我，太没诚意了。秦牧白了我一眼，不陪你玩了，我还在上班，记得答应我的事，改天约你，今晚别来，我要值班。他刚离开，高旭就在微信发了惊悚表情，陈凡，狄凯出大事了，突然召开董事会，要罢免李诗雅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他今天怕是凶多吉少。看到高旭的消息，我瞬间乱了阵脚，拿起手机回复，什么情况？你怎么知道的？我一直关注高层动态，消息灵通，李全明刚宣布下午2点半开董事会，同事私下说他就是要罢免李诗雅，自己取而代之。我抓起秦牧给的档案袋，我直奔狄凯，7、8公里的路程，我拦了辆电瓶车，师傅开得飞快，完全不怕拥堵，左手紧抱文件袋，右手拨通李诗雅的电话，响了几声被挂断，我不甘心再打，他接听后立刻说，陈凡，我手头有急事，晚点回你。等话没说完，电话又被挂了，第3遍拨打显示已关机，没办法，我转而打给高旭，他秒
秒接，怎么了？我在去迪凯的路上，2点前到不了，会迟到几分钟。我说道，你帮我个忙，偷偷溜进会议室，把手机藏在角落，咱们保持通话，我要听里面的情况，知道又能怎么样？高旭不解，别问了，时间不多，迪凯的会议室你熟，快点。好好好，我握紧手机，不停催促电瓶车师傅。电话里传来高旭的声音，李总，我有个文件需要您过目，马上开董事会了，有事散会后再说。之后高旭没了声音，只剩嘈杂的议论声。老徐你怎么看？李全明这时候开董事会，怕是有把握改选董事长了。兄妹闹成这样，对股东没好处，能者上任，谁能带好迪凯我支持谁。李诗雅能力是有的，上半年淡季入驻率都比去年高20%，我还是会投他。你别忘了他挪用公款，虽然后来补上了，但用途至今没给合理交代，这才半年就敢这么做，久了还得了。董事会不是已经限制他的权利了吗？别吵了，未来的董事长来了。紧接着李全明的声音响起，大家都到挺早，临时开会不好意思，李总还没来，不会不来吧？怎么可能？刘小茹的声音传来，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李总不来？好随心所欲。李全明笑呵呵地说，哪能呢？今天讨论大事，少了李总可不行。大家都到的差不多了，开始吧。李诗雅的声音平静无波，几位股东联合发起临时董事会，股份比例超过40%，按惯例尊重申请，我宣布董事会正式开始。不知今天要讨论什么事？李全明，既然李总直接，我也不绕弯子。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挪用公款，补偿后仍未给董事会合理解释，涉嫌渎职。我们今天召开董事会，只有一个目的，申请重新选举董事长兼总经理。电话那头瞬间乱成一片，我急得对电瓶车师傅喊道：“师傅，再快点，我加钱。”别急啊，师傅无奈道：“这是电瓶车，跑不出摩托速度，马上就到了。”电话那头乱了10几秒，李诗雅镇定的声音传来：“我想问在座各位，有多少人同意李全明的提议，重选董事长、总经理？超过半数我就接受。”不急，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周围瞬间安静。李诗雅接管迪凯后，公司业绩有目共睹，今年环比提升1大截，仅因挪用公款就弹劾他，说得过去。但今天这选举，怕是有人处心积虑的契机。作为股东，我支持有能力的人，希望下一任比李诗雅更能干。不如先看看提名候选人，再决定是否重选。叶老说的对，我支持。叶老考虑的周到。李全明笑道：“已有几位股东提名我，您若有看好的，也可提名，我们公平公开投票。那罢了，我不同意重选。”叶老说道：“您不同意没用。”这时有人接话：“我支持李全明，我也支持小李总。”众人七嘴八舌，场面再度混乱，我只能听清大概，全靠猜测。大家静一静。李全明的声音响起：“我们简单统计，同意改选的股东请投票。”我知道他早有准备，愈发心急，不停催促师傅：“就到了，穿过这条街就是。”师傅被催得无奈，绿灯未亮就冲过马路，吓出我一身冷汗。投票结果出来了，超过半数支持更换。李全明的声音传来：“按规矩，董事会先提名候选人，我提名我姐。”李家豪叫道：“重选不代表我姐没机会，我有13股份，我姐也有，加起来26。还有人支持我姐吗？”“我支持。”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段静南拥有迪凯10股份，算上我的够了。”我恍然大悟，这是段文涛的父亲，他一直想让儿子和李诗雅在一起，可段文涛喜欢另一位股东的女儿。还有提名的吗？李全明的语气透着失望。没有的话，准备投票选举。李总，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开始吧。李诗雅的语气毫无波澜，像是已经死心。另一个声音响起：“流程走到这一步，我没什么好说的，希望大家慎重投票，选出能带领迪凯更好发展的领头人。”电瓶车终于停在迪凯门前，我丢给师傅50块钱，头也不回地冲进去。保安拦住我：“你干什么的？有预约吗？”“刷电梯。”我指着他的胸卡，告诉何大壮：“陈部长来了，回头找他聊天。”我是迪凯股东，董事会都迟到了。保安半信半疑地刷了电梯，我补了一句，回头跟何大壮说：“给你升职。”他乐滋滋地敬了个礼。大家没有异议，开始投票吧。李全明的声音传来：“等等！”我本能地对着电话大喊，却没人能听到。电梯里手机信号突然中断，会议室内的情况彻底未知。投票真的要开始了，我急得恨不得让电梯飞起来。电梯门一开，我几乎是冲出去的，直奔会议室。曾在这里工作过几天，地形熟得很，40秒就冲到了门口，能听到里面杂乱的声音。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下狼狈的形象，手里的文件袋是扳回一局的关键。我直接推开会议室门，里面瞬间安静，所有人都愣住了，齐刷刷看向我。李诗雅眼神满是惊讶，却依旧镇定。李全明起身问道：“干什么的？谁让你进来的？”我没看他，径直走到李诗雅身边，弯腰附耳，用大音量说：“李总，调查财务的资料我都整理好了，现在可以公布给大家了。您看，是您给大家宣布调查结果，还是我来呢？你来吧。”他气定神闲地说。我站在他身后，拿起麦克风环视众人，党静也在，迪凯不少高管都是小股东。我把文件袋递给刘小茹，麻烦把里面的资料拿到投影下，投射在大屏上，让大家都看一下我们的调查结果。小茹立刻照做。各位股东，接下来展示的是调查结果。我握着麦克风，大家都知道，迪凯这几年采购渠道有大问题，高价买回来的劣质酒店用品屡遭投诉。李总让我暗中调查，终于掌握了全部资料。大家请看大屏幕，屏幕上出现第一家供应商公司信息。我解释道，这家公司法人代表叫邓启明，多年前与迪凯有过一次合作，采购合同如下。小茹放上采购合同。我继续说，合作后这家公司迅速消失，迪凯维权无门，吃了哑巴亏后，迪凯重新找合作伙伴。小茹放第二家公司的资料，第二家公司的法人还是邓启明，交易如法炮制，采购后公司就找不到了。我指着屏幕，第三家、第四家亦是如此。这几年迪凯采购的劣质用品全是他提供的，每次发现问题，迪凯只能再花高价买临时用品，而邓启明
明早已注册好下一家公司。说到这，大家肯定好奇他是谁，为什么能让采购部一再找他合作？你胡说什么？一个微胖中年男子起身指着我，我是采购部负责人，你从哪弄来的假资料？不给我个说法，我和你没完。你别急，我说道，资料真假一会自见分晓。先说说邓启明的身份，滚出去！李全明突然失控骂道：“你在这胡言乱语什么？”让他说完，一位神态庄重的老者沉声道：“作为股东，我们有权知道真相。小伙子，你继续。”我点点头。邓启明是财务部总监党静的老公，采购部采购物资离不开领导签字认可，采购部屡次完成采购并拿到款项，这里面的猫腻大家自行琢磨。我最近从劣质产品供应商入手，查到了这个秘密，其他的没有实证，就不乱说了。今天董事会选举新领导，希望大家慎重。说完，我把麦克风放在李诗雅面前，恭敬后退一步。会议室陷入死寂。1分钟后，老者猛地拍桌：“采购部、财务部，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提议，今天董事会暂时解散，更换领导的事暂且搁置。吴伯英明、李家豪第一个举手，我支持休会，继续由我姐担任董事长组，先查内鬼再谈选举。我赞成，我也赞成。众人纷纷举手，董事会开不下去了。李诗雅却没立刻宣布散会，看向李全明：“明哥，我以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命令你调查这件事，3天之内给全体股东一个合理的解释，做得到吗？”我当场愣住。李诗雅明明知道李全明和党静是一伙的，怎么会让他调查？他是糊涂了，还是想和李全明言和？李全明也是一脸懵逼的看着他。我偷偷瞄了一眼党静，党静脸色铁青，显然是惊吓过度。邓启明的操作相当隐蔽，每次合作后就注销公司，但秦牧还是把他用自己和亲属身份注册的公司全挖了出来。投影仪上的资料详细标注了法人与他的关系。我实在不懂，李诗雅为什么要让李全明调查？这不是给他徇私舞弊的机会吗？好，我会调查清楚，尽快给董事会交代。李全明沉默几秒后说道。李诗雅点头，对众人说：“既然大家提议休会，今天的会议就到这，散会。”他起身离开，小茹收好资料跟上，还冲我使眼色让我随行。到了李诗雅的办公室，小茹兴奋地把资料拍在桌上，抱住她：“诗雅好棒，今天化险为夷，你早让陈凡调查这些，怎么不告诉我？还让我担心半天，死丫头，快放开我，勒死了！”李诗雅拍着她的背：“谁让你不跟我说有提前准备？”小茹松开她，笑道：“没有，陈凡的出现纯属意外。”李诗雅摇头，小茹看看我又看看她：“你没骗我，真没有？”小茹收起兴奋，狐疑地盯着我，我两手一摊：“别这么看我，我有压力，看你就不顺眼。不过这次算你厉害，以后不给你摆脸色了。”小茹瞪了我一眼：“小茹，你先去忙，我和陈凡单独聊几句。”李诗雅说道。办公室里只剩我们俩。李诗雅轻声说：“我真没想到你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我都做好让位的准备了。”李全明处心积虑这么久，今天本是势在必得，你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干嘛这么容易认输？我笑了笑，之前就给过你党静和邓启明坑公司的资料，你怎么不用？大家都知道党静是李全明那边的人。李诗雅面露苦闷，迪凯的内部斗争比你想的复杂，李全明只是对方的一把枪，背后集团实力很强，单单对付一个党静改变不了什么。我刚接管迪凯没多久，根基不稳，本不想撕破脸，可今天实在是被逼到份上，继续委曲求全。我猜测到委曲求全，他疑惑：我哪有？你让李全明调查党静和采购部领导，不就是让他徇私舞弊吗？到时候他暗箱操作放过党静，大家面子上好看，继续相安无事，这不是你的目的。李诗雅嘴角扬起浅笑，没回答，转而问道：“陈凡，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女孩？什么样的？”我愣了愣，你突然问这个，我怎么说？直说就好，想到什么说什么。我犹豫半天，蹦出一句：“不达目的不罢休。”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是那种不择手段的人。他愣住了。是啊，我艰难地说，比如你举报陈少杰，就是希望他别带坏李家豪，完全没必要这么极端。可你为了目的就这么做了。李诗雅深吸一口气，好吧。还有，为了给我爸换肾，你不惜被李全明抓住把柄，挪用公款，也不在乎自己的处境，只想着把事办成。这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真的谢谢你，我爸这些年活得太累，没有你，不知道他还要煎熬多久。没什么，你也帮了我不少，咱们扯平了。之后我们聊了一会，我便离开了。2天后的晚上，我闲来无事在街头游荡，点开朋友圈，看到李诗雅1分钟前发了条动态，是街景和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我没多想，拨通了她的电话，还没睡，电话秒接。我问她在哪，我来接你，送你回家。她愣了一下，我就在小区门口，你怎么突然要送我？看你发朋友圈，以为你和我一样，灵魂无处安放，在街上游荡。李诗雅说道：“那你来接我吧，我带你去个能放下灵魂的地方。”她直接挂了电话，发来一个定位，我接来房东老周的车，10分钟就到了。李诗雅站在路灯下，手里捧着一杯奶茶，她没注意到我，直到我走到面前才惊讶道：“这么快？等着安放灵魂呢，能不快？”我调侃道：“上车，哥带你奢侈一把，兜个风。”她乖乖走向副驾驶，没有丝毫鄙夷，反倒让我有些不习惯。上车后，她仍捧着奶茶不放，这奶茶有多好喝，这么舍不得？我问道：“诺，给你尝尝。”她把奶茶递过来，香芋味的，不嫌弃就试试。我接过奶茶，含着她用过的吸管尝了一口，淡淡的清香，味道确实不错，没骗你吧？她满眼期待，挺好喝。我把奶茶放在杯架上，但也不至于大半夜捧着奶茶，拿着手机游街，还发朋友圈吧？李诗雅轻叹一声，学着我的语气，灵魂无处安放，走，咱俩找地方安放去。我发动引擎，她用手机设了导航。半小时后，我们到了海埂大坝，一条围着滇池的数百米堤坝。我以前来送过外卖，深夜来还是第一次。李诗雅率先爬上堤坝台阶，在上面又蹦又跳，爬这么慢，你是7老80了？我慢悠悠走上前，找了张长椅坐下。滇池水面泛着渔火，远处悬着明月，倒影映在水里，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李诗雅跳够了，坐在我身边。陈凡，喜欢这里吗？把灵魂安放在这里。
可好？我转头看他，长发被风吹起，发香飘来。他察觉到我的目光，问道：“干嘛看我？你好像对这里很熟悉。”他深吸一口气，靠在椅背上凝望远处。我小时候没见过爸爸，跟着妈妈和弟弟过。初一作文课写我的爸爸，我一个字没写，说自己没爸爸。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爸爸一直暗中给妈妈很多钱，我们生活优越，但妈妈没工作。后来就有小伙伴背后议论，说我妈是出去卖的，赚钱供我们读书。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我笨拙地掏出皱巴巴的纸巾递给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搂着李诗雅，她没反抗，安静靠在我肩头。陈凡，咱们过得都不快乐，对吗？她哽咽着。我常梦见我妈，她总说要照顾好家豪，为了她，我什么都能做，包括举报陈少杰那件事。陈凡，对不起。她越哭越凶，身体不停抽动，眼泪浸湿了我的肩膀。原来痛苦的不止我一个。我情不自禁吻了她的额头，把她搂得更紧，生怕她察觉我的局促。她其实已经察觉到了，但奇怪的是她却没点破。夜深人静，我们就这么相互依偎着，她也没有挣扎。过了很久，她轻声说：“陈凡，我冷，我们回去吧，别着凉了。”我松开手，你车里有衣服吗？我还想再坐会儿。没有，我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咱们沿着堤坝走走，坐着不动更冷。她披着我的衣服，和我挨得很近，我想牵她的手，又怕太唐突，只能按捺住冲动。压力大的时候，我就来这里走一走。她轻声说：“空旷的地方能让人舒畅，我早就习惯来这儿发呆，偷偷哭一场。”陈凡，她打断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可以不叫我的全名吗？只叫我诗雅好吗？你这么叫，我总觉得陌生。还是说你只把我当普通朋友？”不是，我怕你不高兴。没关系。她挤出一丝微笑，每个人都该有几个亲密的朋友，我都肯在你面前哭了，你还觉得我把你当一般朋友吗？闺蜜级的，不知道。她的声音很轻，反正你这么叫，我不会生气。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点小窃喜，感觉她对我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随口问：“这2天公司怎么样？李全明没再找你麻烦吧？他调查党禁有结果吗？”我一直想不通，你为什么让他调查党禁？这不冲突吗？公司所有人都知道党禁是他的人。他轻叹，那天董事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那么说，就是要让大家看着他怎么处理，他肯定会保护党禁，把事压下来。我没给他机会。聊到公事，他瞬间变得果断。我以董事会名义起诉党禁以公谋私，这事已经不是公司内部矛盾了，他面临牢狱之灾。闹大之后，李全明也脱不了干系，根本保不住他。他现在左右为难，保党禁就会暴露自己，让他扛下所有，又会寒了其他人的心，这是攻心较量，就看他怎么应对。我震惊了，没想到他心思这么缜密。当天董事会短短几10分钟，他竟然布了这么大一个局。李老爷子把狄凯交给他，果然明智。他既有软弱痛哭的一面，也有睿智稳重的模样。谁小看他，怕是要吃大亏。想到这些，我莫名有些高兴。对了，他突然停下脚步看着我，那些调查资料你是从哪弄来的？背后一定有人帮你，而且关系很好吧？律师拿到资料都惊呆了。你方便约他一下，让我当面道谢吗？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想找他帮忙，让李诗雅和秦牧见面。真的要这样吗？我压根没想过李诗雅会和秦牧见面，总觉得他们俩不会有交集。见我没说话，他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不方便？如果不方便，你帮我谢谢秦牧就好。”没有，我解释道，我没想到你要见他，改天我约一下，看他的态度。秦牧调查党禁老公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毕竟不是正规渠道，他本人也避讳谈这些。我明白了。李诗雅微笑道：“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凌晨1点，我把他送回家，1点半回到酒吧，房东老周还没睡，坐在卡座边就着台灯看书，桌上放着一壶咖啡。我把车钥匙放在桌面，道谢后便离开。第2天中午，李诗雅的电话打了过来：“今天周五，咱俩一起去医院看你爸妈吧。嘉豪说他们又吵着出院，他管不住，得你这个儿子亲自劝。”我无奈叹息：“好吧，那我等会就过去。”他提醒道：“是咱俩一起，你下班来迪凯酒店找我，我等你。”6点1刻，我赶到迪凯酒店。李诗雅的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桌上堆着永远看不完的文件。需要助理吗？我认识不少汉子，看文件没问题。我装模作样的问：“行啊。”他随口说道：“明天过来给我当秘书，那你得先赔我一辆电动车，我的车就是在这丢的，你都没帮我找。”李诗雅放下文件，抬头看着我：“走，现在就带你去买，你也得说话算数，每天早上接我上班。”我认怂了，挠着头转移话题：“咱俩还是先去医院吧，处理完老人的事再说。”他也不纠缠，拿起古驰包走在我身边。到了医院单间病房，李家豪正和我爸下象棋，我妈拿着抹布把病房擦得一尘不染。李诗雅在门口买了些高价水果提进来：“姐夫，你带我姐来看咱爸妈，是打算坦白关系了？”我俩刚进门，李家豪就大喊道：“这一声姐夫，惊得我和李诗雅都愣住了。”他的脸泛起红晕，深深看了我一眼。我爸妈也一脸呆滞地看着我们。别乱说，我把水果放在茶几上。怕啥？李家豪理直气壮：“你是担心爸妈不同意，有啥好隐瞒的？”我妈当真了，认真地问：“儿子，你和诗雅在谈恋爱没有？”我急忙解释：“别听家豪瞎说。”我妈惋惜地说：“也是，诗雅条件这么好，哪能看得上你？阿姨您别这么说。”李诗雅笑着说道：“陈凡懂事又孝顺，条件也很好。”我坐在爸身边的沙发上，听说你吵着出院，这才住了3、4天，咱不是说好住1周吗？爸瞪大了眼睛：“这床费1天600多，我住不起。今天你来了正好，明天一早就办出院手续，我要回家。”看着他不在乎别人关心，只想着省钱的样子，我有些尴尬，语气也强硬起来：“我同意你出院了吗？我需要你同意吗？”爸的声音比我还大，空气
气中瞬间充满火药味，一场家庭大战一触即发。我爹比我还倔，我只能提高音量。你刚做完手术，嘉豪和诗雅花了几十万，不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的？大钱都花了，还差住院观察这点钱，能不能听话？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不用你废话，别吵了。我妈赶紧劝和，你们父子俩凑一起就拌嘴，有话好好说。出去。我爸冷着脸对我妈说，你们都回避一下，我要和这小兔崽子单独聊聊。爸，李家豪劝道，我姐夫也是好心，您别生气，床费真不算啥负担。孩子啊，我爸对李家豪语气柔和了不少。你和诗雅先出去买点晚饭，我和陈凡说几句。李诗雅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跟着我妈走出病房。李家豪走在最后，还冲我做了个鬼脸。病房里只剩我们父子俩，沉默了半天。爸不是不懂事，是担心诗雅把我们当成负担，人家要和你谈恋爱，肯定会考虑家庭，谁愿意嫁过来就伺候公婆？我早点出院，证明身体还行，免得给你添麻烦。我没和李诗雅谈恋爱，都是嘉豪瞎说的。他都跟你们说了啥？嘉豪说啥不重要，我和你妈都看在眼里。诗雅这孩子不错，哪点配不上你？嘉豪都把你当兄弟，人家也真心照顾我们，你就不想亲上加亲？爸，我无奈哀求，你想点靠谱的，我和他根本不可能，我凭啥让人家看得上？我儿子在我眼里啥都好，而且我看得出来，诗雅对你也有意思。打住！我说道，咱不讨论这个了。那我要出院。他像老小孩一样威胁，你不和诗雅好，我就出院。我爸得意地看着我，你自己看着办。我和你妈都商量好了，就喜欢诗雅，先住院，我妥协，你好好躺着，其他的以后再说。李家豪回来时提了6个餐盒，4荤2素加1份排骨莲藕汤，一看就是他买的。我妈肯定舍不得这么大方，这得多少钱啊？我爸又嘟囔着心疼，爸，这都是小钱。李家豪笑道，等你出院，我带我姐回咱家，让妈包饺子吃，上次没吃够。好好好，我妈笑得合不拢嘴，出院就包饺子，这气氛总让我觉得有点怪异。吃过晚饭，我和李诗雅离开医院，我主动解释，我爸妈今天有点胡言乱语，你别往心里去。什么？他明知故问？他们说什么了？就是把你当成准儿媳妇的事，你别在意，我知道你根本不可能和我在一起。突然他毫无征兆地问，那你干嘛偷亲我？我瞬间语塞，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原来他都知道。我赶紧掏出烟叼在嘴里，假装找不到打火机，我去买个打火机。不等他回应，我转身就跑。第二天高旭约我喝酒，从他口中我得知党静和她老公邓启明都被抓了。什么时候的事？我无比惊讶。董事会第二天，党静在公司被穿制服的带走了，传闻邓启明也因造假逃税被抓。明天周一估计有更劲爆的消息，党静和邓启明被抓了。那妞妞呢？我赶紧给秦牧打电话，他却说已经知道了，还告诉我妞妞的外婆前天来昆明了，他把祖孙俩安排在派出所招待所。挂了电话，我对高旭说，今天就吃到这，我得去趟派出所，有急事需要帮忙吗？高旭很仗义，暂时不用。我急匆匆离开火锅店，打车直奔派出所。好久没见妞妞了，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也想起了林一飞，她的遗愿怕是要成遗憾了。派出所里，秦牧穿着制服在前台教一个老大爷填申请表，看到我进来，对同事说，帮我盯挡一会儿，我去洗手间，然后给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去招待所方向。我绕到后门，秦牧已经在那等我了。我来找秦牧，他穿着制服，双手抱胸，带着挑衅和抱怨，你终于肯为别人来找我了，认识这么久，就没有一次是为我主动来的。我还没找借口，就被他打断说，我说的对不对？你敢反驳吗？你敢说哪次是专门找我的？好吧，我无力反驳，下次注意。其实我也想约你看电影，就是担心你约会太多，我开口没约到，多丢脸。呸！秦牧鄙夷道，就会找借口，下次你试试。走吧，带你去看阿婆和妞妞，辛苦你了。他自豪道，谁让我是人民警察呢？妞妞妈妈翠兰还没找到，已经列入失踪人口了。妞妞还好吗？还认识你吗？当然。秦牧得意，我抱她的时候，她还亲我脸了呢。招待所3楼，妞妞趴在桌上写字，阿婆在勾拖鞋。看到我进来，阿婆高兴地起身拉住我的手，陈凡你还好吗？最近怎么瘦了？工作太辛苦了。不辛苦，都挺好的。阿婆喊道，妞妞快来看谁来了。妞妞早就看到了，乖乖站在一边，这时才上前问好。我抱起她，在爸爸家开心吗？上幼儿园了吗？妞妞先点头再摇头，怎么又点头又摇头？上学开心，家里不开心，我想和外婆在一起。阿婆听得心酸，忍不住叹息。邓启明把妞妞接走后，没和您联系过吗？我问。没有。阿婆体谅道，年轻人忙事业，哪顾得上我？只要他带好妞妞就行。我不忍心告诉他邓启明做的不是正当生意，也没说他被抓和我们有关。陪老人聊了会儿，我们找借口溜走。站在楼门前，秦牧心虚地问，要是阿婆知道邓启明被抓和咱俩有关，会不会恨死我们？不知道。我回头看了一眼，看得出来老人挺体谅他的，多半是看在妞妞的份上。现在怎么办？秦牧说道，李诗雅没打算放过他们，走司法程序，这俩人没个3、5年出不来。我担心妞妞刚找到爸爸又要失去，她这么小能不能承受？你趁机接近邓启明，调查翠兰的去向。我说道，虽然猜到最坏的结果，但我希望我们猜错了，翠兰还活着。秦牧长叹，也只能这样了。找到翠兰，孩子跟在妈妈身边总比跟着爸爸好，还能避免面对后妈。他打了个冷战，后妈太可怕了。我一整天什么都没做。晚上回去后，我在房东老周酒吧待了一会，之后我蹲在马路上抽烟。路灯亮起时，一双红色高跟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烟头堆旁，我本能抬头，李诗雅静静站在眼前。你来了。我没起身，只是打了个招呼。不欢迎吗？当然欢迎。我站起来，我房东老周这冷清的酒吧全靠你们捧场。今天喝点什么？咖啡，要你亲自煮。李诗雅找了个卡座坐下。我像会煮咖啡的样子吗？房东老周在吧台里笑。来吧，我教你。几分钟后，我把咖啡端到李诗雅面前，坐在她对面。老板请慢用，还有吩咐吗？缺个陪聊的，想聊什么？有你这样的吗？她抱怨道。不该你主动找话题。
今天心情不太好，一整天没吃东西，饿得不想说话。你想吃什么？我请客。算了，没心情。你这么晚来这，不会就为了喝杯咖啡吧？李诗雅轻叹。今天段静南找过我了。段静南，我突然想起，他是迪凯的大股东，儿子段文涛被我和李家豪打过。他找你干什么？还想撮合你和他儿子？公司要新一轮股东投票，选新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上次李全明没成功，但我毕竟被罢免过职务，现在要名正言顺重新选举。段静南说他支持我，站在我这边。然后呢？我猜测他主动找你，肯定不止这些吧？段静南发现我最近上下班不开车，联想到上次挪用公款的事，委婉问我是不是把车卖了填补漏洞。李诗雅说道：“你怎么说？我觉得段静南城府肯定不浅。”他喝了口咖啡，平静地说：“实话实说呗，撒谎也没用。他说要再给我买一辆车，对你这么好。他和我爸关系不错，我叫他段叔叔，但我委婉回绝了。现在坐地铁挺方便，外出办公公司也有车。”我深吸一口气，明天我去买彩票，中了500万就还你那几十万，能有点出息吗？他不屑道：“哪个男人把赚钱希望放彩票上，不觉得颓废吗？”我随便说说而已，我不想听。行吧，说点你爱听的。你今天真漂亮，这下满意了吧？李诗雅幽怨地瞪了我一眼，带我去古镇走走。夜晚的古镇不是挺热闹吗？我几乎没怎么逛过。走，免费给你当导游。夜晚的官渡古镇确实热闹，青石板路两侧全是小吃摊，大妈们在广场跳舞，小孩们嬉笑打闹。李诗雅对街边几块钱的小玩意很感兴趣，走几步就停下围观，问半天却不买，我只能跟着她来回跑。2个孩子迎面撞过来，李诗雅痛得惊叫一声，前面的小男孩说了句对不起就跑了。怎么样，撞疼了吧？我关切地问。崴到脚了，好痛，你扶我一下。他双眼含泪，我搂着他的腰，先站稳活动活动，看看要不要紧。应该没事，就是扭了一下。我扶他坐在长椅上，看到推着自行车卖棉花糖的老伯说道：“你在这等我，你干嘛去？要丢下我吗？等我。”我花5块钱买了个超大的棉花糖，回来时李诗雅兴奋地捂着嘴，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误以为我在表白，还有人拿手机录像，给个面子接过去呗。我小声说：“这么多人看着。”我举着眼泪。李诗雅接过棉花糖挡在领边，伸手拉我：“快点拉我起来。”好害羞，这是我第一次碰她的手，手指细长，握起来很舒服。在众人注视下，她紧贴着我往前走。会不会有人把视频发网上，用棉花糖表白，比玫瑰花省钱多了？我调侃道：“这算哪门子表白？”她不屑。吃瓜群众会添油加醋的，也有可能说坏叔叔用棉花糖哄骗小女孩，你算哪门子小女孩？她狠狠瞪了我一眼，我没敢再往下说。回到酒吧后，我带着李诗雅上了2楼，左边是我的卧室，右边是房东老周的。你住的地方怎么这么小？她惊讶地问。挺好的，这床1.5米呢，睡着舒服就行。我衣服少，一个行李箱就够，要大空间干嘛？我后仰倒在床上，看到没？床垫舒适度绝了，你要不要感受一下？没想到李诗雅真的学着我的样子躺下来，脑袋正好枕在我的手臂上，那一瞬间感觉很奇妙。她微微侧头，轻声问：“有没有压疼你的胳膊？”没。我弯曲小臂搂住她，盯着天花板问：“怎么样？我的床舒服吧？肯定比你迪凯豪华套房的床硬吧？”李诗雅躺在我怀里不屑道：“硬还好意思说舒服？睡硬板床对腰好。中医说的，脊椎不容易出问题。”我把手轻轻放在她腰部，搂着她，是不是觉得拥抱更温暖？干嘛抱我？她嘴上这么问，身体却没离开，也没推开我的手。我厚着脸皮，有个长得好看、身材又好的美女投怀送抱，不抱一下多可惜。哎呦，话没说完，李诗雅的手就拍在我肚皮上，疼得我大叫。她从床上起来，愤恨地看我一眼，流氓！说完就往外走。我急忙爬起来追出去，见她趴在2楼走廊的木质护栏上，盯着楼下一片废弃的小水池发呆，想什么呢？我走到她身边，以为她还在生气，都想好怎么哄了。陈凡，你看这水池多漂亮。她轻悠悠地说，周围都是青石板路，要是种上田旗子、灯芯草，摆上桌椅，下午在这喝茶吹风，一定很享受。好主意，想想都觉得舒服。我顺着她的意思说，要不你和房东老周试试，开个酒吧后门，1楼屋顶加个遮阳棚，放几把椅子，我一定会爱上这里的。行，我帮你搭建好，等你来享受。我本能的回应，就这么定了。迪凯8楼的空中花园不也这样吗？你怎么不在那享受？那里人太多，都是住店客人，我上班时间去也不好。说的也是，我回去了。李诗雅看着我，有空我再来找你，陪我逛古镇，买棉花糖，我送你。不用了，她只留下2个字：傻瓜。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我趴在护栏上盯着水池，觉得种上水生植物或许真的很好看。第2天一大早，我就准备出门，房东老周正在打扫1楼。这么早，有新工作了？没有，去斗南花卉市场买点水生植物种子。干嘛突然买这个？昨天和李诗雅发现楼下水池能利用，开个后门，支上遮阳伞摆桌椅，种点植物，下午喝茶多舒服。老周笑呵呵的，我怎么觉得你像情窦初开的小伙子？收到心仪姑娘的暗示就拼命争取，别乱说，她怎么可能看得上我？重要的是你看上她没？看上就主动点，别后悔。我害羞的挠头，我没经验，快去买种子，回来我跟你一起改造。老周的话让我有点热血沸腾，可一想到自己的穷屌丝模样，又心虚起来。这不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但我还是去了，就当是给自己找点事做。第2天刚起床，下楼看到老周已经把遮阳伞支在后门小水池边，鸟蛋、吊床和秋千也摆放整齐，阳光斜照下来，透着
着清幽，我拿起水壶浇了遍酒吧里的植物。老周的日子过得神仙般，浇花、看书、作画、喝酒。中午，老周煮了面，还握了荷包蛋，我俩正面对面，脚踩长椅吃得香，汤汁溅得四处都是。李诗雅突然来了，你们俩吃得很香吗？她看着我们的模样，忍不住问道，要不要来点？老周随口说，厨房锅里还有，我刚吃过。李诗雅找借口道，去后面看看，参观下我们的小水池。我对她说，老周都布置好了，还有鸟蛋呢。什么鸟蛋？她充满好奇，去了就知道。我笑着说，那鸟蛋是个吊床，舒服得很。李诗雅踩着高跟鞋走到后门，盯着小水池发起呆。怎么样？老周品味还行吧？我站在他身边问。很棒，就是缺了点景观植物。别急，昨天我撒了种子，个把月就能长出来。他翻了个白眼，亏你想得出来，要长到什么时候？买现成的多靠谱。再过几个月入冬，就算昆明暖和，谁还坐这儿？昆明大多人家没空调，冬天屋里比外面冷，我就爱在外面晒太阳。我狡辩道，心里却悄悄记下了他的话。这时李诗雅提议，要不我们在你家县城开个酒店，让叔叔阿姨打理，总比阿姨街边卖烤红薯强。开酒店，我使劲摇头，算了吧，投资太大，小县城流动人口少，没客人再便宜也没用。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不能盲目投资。他还要回迪凯上班，临走时他说，明天一早来接你，一起去医院。辞别他，我才猛然想起，亲爹出院的日子我居然忘了。我坐在酒吧靠窗的位置点燃烟，满心茫然，工作没了，日子也陷入了死循环。老周看出我的心事，默默递来一根烟，陪着我沉默。正坐着，秦牧的电话打了过来，带来一个震惊的消息，妞妞的生母找到了，可她已经不在了，是被邓启明杀害的。更让人揪心的是，没过多久，邓启明在看守所自杀了，而党禁的律师立刻提起诉讼，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邓启明身上，死无对证。我总感觉不对劲，他是被人逼死的。我对秦牧说，你心里最担心的是李全明那伙人下手会对李诗雅不利吧？秦牧看穿了我的心思，故意打趣我却没心思开玩笑，只想尽快确认李诗雅的安全。我给李诗雅打了电话，让她来酒吧，顺便让她和秦牧见了面。两个姑娘聊得很投机，看着李诗雅松弛的笑容，我心里的慌乱竟少了几分。晚上，李诗雅拉着我出去散步，说起邓启明的事，她也认同我的猜测，大概率是李全明做的。党禁掌管迪凯财务，有太多猫腻，李全明不敢不管，让我回迪凯安防部吧。我鼓起勇气说，我担心你，李全明这么丧心病狂，我想在你身边陪着你。李诗雅停下脚步，深情地看我一眼后，突然踮起脚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红着脸说，傻瓜。那一刻，我的心跳瞬间乱了节拍，所有的茫然和不安仿佛都有了归宿。第二天一早，李诗雅准时来接我，还带了早餐，我们一起去了医院。陈少杰和尹奕华也在，一家人忙前忙后。李诗雅丝毫没有董事长的架子，主动帮着收拾东西。我爸妈看她的眼神满是欢喜。送爸妈回县城的路上，李诗雅一路陪着，到了老家，她又跟着我妈一起打扫卫生、包饺子，忙得不亦乐乎。晚上没地方住，李家豪故意捣乱，把房间占了。李诗雅有些害怕，小声问我，今晚你也住这好不好？我一个人有点怕。我点点头，陪着她住在了县城最好的酒店。那一晚我们同床共枕，却始终守着分寸。她靠在我怀里诉说着迪凯的难处，自己的疲惫。我轻轻搂着她，第一次觉得原来有人陪伴是这样温暖的事。回到昆明后，李诗雅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让我去迪凯企划部当副总监，负责淡季推广方案。起初我很忐忑，怕自己做不好，可她一直鼓励我，陪着我开会讨论，帮我站稳脚跟。工作渐渐步入正轨，我也慢慢走出了之前的低谷。我继续帮秦牧应付着赝品男友的差事，而李诗雅始终在我身边，陪着我成长，陪着我解决所有麻烦。我不再迷茫，也不再逃避，终于鼓起勇气，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牵着李诗雅的手，认真地说，诗雅，我以前总看不清自己的心，直到遇见你，我才知道我想要的从来都是你。李诗雅笑着点头，眼里闪着光，紧紧回握住我的手。后来我们一起搞定了迪凯内部的派系斗争，李全明的阴谋被揭穿，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爸妈在县城安安稳稳的生活，再也不用辛苦奔波。秦牧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我和李诗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场面，却有着细水长流的陪伴。每天我们一起去迪凯上班，有空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回官渡古镇吃老周煮的面，或者坐在小水池边，看着我种下的种子长出的绿植，聊着琐碎的日常。曾经的我以为日子只会一直灰暗下去，直到李诗雅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所有的迷茫。而如今，我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以后的我会是大树，为它遮挡一切风雨。